你怎么可能？我最喜欢跟人讲道理，现在能好好谈谈你的报酬问题了吗？若非必要，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他实在是不想恃强凌弱。大家你好我好的多开心呢，非要在我面前装逼。哼，李家不是说他是个废物吗？他想骂人，你见过哪个废物一脚破开自己的炼狱杀阵，然后打穿数道防御法阵，打伤自己的？前辈，我刚才多有冒犯，还望。我说了，今天是来请你当叶家客卿的，谈谈你的报酬吧。前辈，我的教导方式非常消耗阵法材料，这是很耗钱的，所以每月50万枚灵石，这里面是3年的酬劳，我要你全心全意教导叶家子弟。收拾一下，今天就去叶家报道，找叶随虎。说完之后，叶随风同样扔下一个信件，转身离去。他不怕董天机跑路，在云霄城没有人能在他的眼皮底下溜掉，阵法大师也不行。算了，每月50万灵石还不用自己提供材料，都比得上那些大型家族的报酬了。而且叶家家主的实力简直太恐怖了，在这种人手底下做事儿也不算坠了自己的身份。这会儿叶随风已经来到最后一个目的地了，这些所谓大师实在是太过于目中无人，不给点教训，即便是招揽回去也不一定会好好做事儿。不知道这个胡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这里是一个铁匠铺，许多年轻人正赤着上半身在火热的炭火中乒乒乓乓的打铁。叶随风心中疑惑，这个炼器师怎么看起来跟个铁匠一样？您好，有什么事情吗？哦，我是叶家家主，有事找胡创。您稍等片刻，我去禀报大师傅。过了一会儿，年轻人再次走了出来。叶家主，大师傅在后方，您这边请。好，院子里面摆放着3个巨大的铁炉，几个年龄颇大的青年正在认真的给里面添加材料。对嘛，这才像个炼器的地方嘛。大师傅，叶家家主来了。这边请。随后两人来到客厅中，侍从给他们泡好了一杯香茶。你就是胡创？没错，是我。你是叶家新任家主叶随风吧？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呢？是这样的，我想请你作为叶家的客卿，知道年轻弟子炼器方面的知识，不知你意下如何呀？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实在是放不下这群臭小子们。此话怎讲？你来的时候应该也看见了，我这个铁匠铺啊，人数非常多，大部分都是一些学徒，他们吃喝拉撒全靠我呢。我要是走了，他们呢都得全喝西北风去。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的学费不够开支吗？在这个世界，求学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特别是胡创这种6品大师。这群小子呀，都是我在四处游历的时候收下的一些贫苦孩子，他们有决心有天赋，却没有机会登上这个大舞台，所以我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炼器是一件非常耗钱的事情，如果没有胡创，那么这群年轻人恐怕又会回到以前的样子，空有天赋却一生碌碌无为。你的品德让我由衷佩服。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所以我还是不当你家的客卿了。不，若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更应该跟我走。为什么这么说？我问你，养着这么一大群年轻学徒，你每个月的支出是多少？胡创没想到叶随风还是没有放弃。如果算上所有的消耗炼器材料，这一大群人每个月至少需要200万枚灵石。炼器的确是烧钱的行当，如果成为叶家客卿，我每个月可以给你提供500万枚灵石，而且若是你想的话，可以把这家铁匠铺整个搬进叶家，所有的学徒也一样。放心，学徒们还是你的，我会给你完全的自主权利，你只需要顺便教导叶家年轻子弟就行。另外，所有的炼器材料叶家会全部提供，想要什么跟我说就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此等财力，完全可以聘请一个更高级的炼器师啊。炼器师很多，但像你这样的炼器师恐怕少之又少啊。我很欣赏你的胸怀，也会支持你的做法。你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就按你所说的，我把铁匠铺搬到叶家。不过你放心，我会负责那群臭小子的所有开销，而且500万太多了，我只需要日常消耗5万就行。不多，你也要修炼不是？而且我希望你能多收一些有天赋的贫苦少年，真的太多了。好，那就499万。这好了，钱这种东西花到正确的地方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你好好收拾下吧，
最好今天就能前往叶家，我会嘱咐好家中管事的。说完，叶随风拿出信件，拱手告辞了。这么多零食，可怎么花呢？大哥一共给了100万上品零食，之后掌管财政的随云给他分配了5000枚，说是这个月的修炼开销。天老爷爷啊，以前只有100万，现在忽然涨了50倍。首先是族中子弟每个月的利钱和修炼资源，按照大哥所说，零食先涨1倍，炼气丹和气血丹也涨1倍。可这也花不完呐。那就购买中品炼气丹和中品气血丹吧。哼，这群臭小子真是有福气。还有其他的修炼所消耗的资源，大哥说要无限量供应。我看看，炼丹方面，低级灵草一直不够，购买量增加个10倍，差不多。炼气材料、阵法材料、制服材料也都增加个10倍。哎，我们的伙食也应该提高一些呀，加上高等级食材，这样有助于大家修炼上升。可还有3000多万呢，这可怎么办呢？他头一次为了钱太多花不完而发愁，那就购买高等级修炼资源，洗碎丹、淬体液、黄级功法、黄级灵气、淬气丹。他写了好久，算得头脑发胀，才把剩下的3000万灵石全都花了出去。叶随虎瘫倒在椅子上，总算是把这个月的开销规划完成了。看着购买列表上那一长串的数字，叶随风有些恍然，什么李家，什么唐家，迟早都会被叶家所取代。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房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个穿着管家服饰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吴管家呀，有什么事吗？三爷，有人求见。什么人啊？他说他叫张子明，是奉家主之命前来担任家中丹术教习大师的。谁？叶家门口，张子明带着2个弟子正在门口徘徊。拿了钱之后，他就没敢耽搁，他速度很快，生怕惹了叶随风不高兴。张子明转头一看，竟然是云霄城的6品阵法师董天机。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受叶家家主邀请前来做客的，你呢？别装了，你也是来叶家当客卿的吧？嘿嘿，彼此，看来兄弟你怕是冒犯了叶前辈吧？他眼睛很刁钻，看出了董天机气血上涌，明显是刚刚受了内伤。哼，那是叶前辈在考察我的阵法实力罢了，他还指点了我几句，你羡慕不来的。2人各怀心思，隐隐对峙。这时叶随虎从门内走了出来。张大师有失远迎，实在是罪过。忽然看见旁边的董天机，顿时愣了愣。董大师，没想到您也在这里。他感到有些腿软，2位大师竟然联袂而来，难道都是大哥找来的？大哥，你可太顶了呀！无妨，我是遵循叶家主的指令前来。没错，叶家主德高望重，能进入叶家当客卿，是董某人几世修来的福分呐。您2位这是咋了？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客气？他不明所以，不过还是热情地把2人请了回去。坐在客厅中，张子明和董天机先后拿出来一张信件，递给叶随虎。随虎，这是我找来的教习，报酬已经给了，雇用期3年，你安排一下。都是些能包货，不用太客气。抬头看了看2位气场十足的大师，怎么都把能包货这3个字套不到他们身上啊？2位大师啊，我马上给您安排住所，家族年轻弟子的信息还有授课安排也会尽快的送到2位手上的。好说，叶家子弟一看呢就是人中龙凤，您放心，我一定会倾囊相授的。我在授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心得，肯定会比某些人强。你什么意思？哼，等着瞧便是。看着忽然就争起来的2位大师，叶随虎不解地挠了挠头，这世道怎么突然就看不懂了？丹师和阵法师都已经解决了，不知道炼气师那边大哥有没有安排？正想着，忽然吴管家又跑了过来。三爷，门外来了好大一群人，说是按照家主的约定前来家族的。他是谁啊？胡创。叶随虎凳子还没坐热，又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他连忙来到大门口，顿时傻眼了。您这是把铁匠铺搬过来了？叶三爷好。不敢当。最后把众人请了进去。客厅中，胡创同样拿出一枚信件。随虎，
这是我请来的炼器教习大师，3年的报酬已经付过了。你给他们提供一个专门的场所，当做新的铁匠铺，任何人都不能干扰铁匠铺的正常运作。切记，对于胡创的要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很显然，大哥对这位6品炼器师非常看重。胡大师，我接下来给您安排居所，然后会把教习计划给您看。您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尽管提出来便是。叶三爷太客气了，我没什么别的要求，把那群臭小子放在一起就行了，麻烦你了。没事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您随我来吧。很快，叶家3位大师出走的窟窿已经全部补上了。从胡创的铁匠铺出来后，叶随风没有着急回家，他在云霄城的闹市区逛了一番，好好感受了一下这世界的风土人情。当然，美食是必须要尝试的，豆腐龙鱼、青竹凤絮、北方全席，小到路边摊儿，大到城内第一酒楼，叶随风是走哪儿吃哪儿。那惊人的胃口把赶车的马夫都吓得直瞪眼啊！叶随风来到一个叫万宝阁的高大阁楼面前。万宝阁顾名思义就是售卖各种宝物的地方，听说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势力，店面遍布大陆各地。去搞一些功法吧，看看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具体是什么样子。虽然叶随风现在是渡劫大圆满境界，而且神魂力量强大的吓人，但他对于具体的功法还是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凭借他不可估量的神识，无论什么功法都能快速的洞悉它的运行原理。他在1层转了转，发现里面的东西的确很多，功法、灵气、丹药、符箓、灵草灵果，修炼材料应有尽有，但基本上都是黄级以下的，天地玄黄4个等级，黄级属于最低等的那种。叶随风自然是瞧不上他们，他来到柜台，找你们阁主，就说有大生意上门。我的个乖乖，这少说也得有100万以上的上品灵石吧？果然是大生意啊！把叶随风请到内阁雅间，好水好茶伺候着，快速出来找自家阁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美艳的女子走了进来。原来是叶家主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叶家主不要见怪哟。你就是万宝阁的阁主？没错，我就是云霄城万宝阁的负责人，叶家主可以叫我古万新。古阁主，我今天来呢，是想在这里采购一些宝物回去，相信以万宝阁的实力不会让我失望吧？叶家主可真是个爽快人。古万新面带桃花，从怀里摸出一个玉简。黄级的宝物，叶家主应该不会感兴趣吧？喏，这里是我们万宝阁玄级宝物的清单，你看看可有中意的吗？古万新明显是把叶随风当成了狗大户，不过他猜对了，面前这位还真是狗大户。叶随风拿起玉简，探出一丝神魂，瞬间一大堆宝物的名字和介绍出现在他的眼前，跟万宝阁1层差不多，各个方面东西都有，着重浏览其中功法、武技、修炼手札什么的，剑法、拳法、棍法、身法、术法、炼体术、丹道、炼器、阵法，除了某些特别的门道，该有的里面全部都有。不过浏览了一遍之后，叶随风发现这里面只有玄级中品以下的功法，还有没有更高品级的？叶家主，玄级上品以上那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呢。我不是故意冒犯您，它们的价值都是极其巨大的。钱不是问题，有什么高级货都拿出来吧。不是说叶家现在快不行了吗？怎么这位新家主如此土豪？再次从怀里摸出一块发光的玉简。这是我们万宝阁玄级上品的宝物，您看看有没有需要的。这次的清单明显是少了太多，毕竟玄级上品的东西可不是什么路边摊货，其中有一把玄级极品的灵剑，造型非常漂亮，而且威力很强，适合女儿叶黄。对了，回去之后问一问女儿喜欢什么，这些年由于前身的固执，也是苦了这个孩子了。还有没有更高品级的？还要更高级的？这个叶随风咋回事？胃口竟然这么大，连玄级极品的宝物都无法满足了吗？再往上那就是地级宝物了，属于云霄城万宝阁的镇关之宝，他真的有这个财力吗？叶家主，这可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如果您再不满意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了。哦，好吧，
最高级也只有地级的宝物吗？那就先这样吧。叶随风的表情有些失望，而古万新则是更加凌乱。察言观色是他的本领，他明显看出了叶随风的失望。您连地级都不满足，天哪，我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土豪啊？此时叶随风已经把神魂探了进去，2本功法，2件灵器，还有一颗蓝色的石头。苍蓝弓地级下品功法，弑神9剑地级中品武技，1枚地级下品的玉符可以撑起一个坚固的防御罩，1尊地级中品的丹炉能自行产生丹火，让炼丹的人更加持久。最高等级的东西竟然是那枚石头，静心石，地级上品宝物，安抚神魂，促进修炼效率，辅助参悟功法。再没有更高级的东西了吗？真的没有了，我们这个风格比较小，所以这5件东西就是镇馆之宝了。好吧，那现在我们来谈谈价格吧。您看上哪件了？都说说吧。如您所愿，苍蓝弓这本功法需要20亿灵珠，弑神9剑100亿，红符玉佩10亿，千古药炉50亿。至于静心石嘛，需要500亿枚灵石。可怕的价格，在整座云霄城中，恐怕只有最强大的唐家能购买一件万宝阁便宜的镇馆之宝。你想要购买哪个呢？都拿来吧，我全都要。古万新愣住了。这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过你得给我拿几个大一点的储物袋，要不然装不下那么多灵石。叶随风这次打算把下品灵石花一些出去，总是堆在那儿也不是事儿啊，看着碍眼的很。5件镇馆之宝放在这枚储物戒指中，放心，这枚戒指是送给您的，而且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我们云霄城万宝阁最尊贵的客人。好，叶随风接过戒指，检查了一下里面的东西，的确是那5件，没什么问题。古万新拿来的储物袋很大，每个里面都能装50亿枚灵石，装完之后还是不够啊。您算错了吧？一共是14个储物袋，可以装700亿灵石呢。那些东西一共是680亿。不，是你搞错了，我说的全都要，不是指镇店之宝。另外2个玉简罗列的玄级宝物的，我也一并要了。啊，这……云霄城没有人知道，万宝阁一下子穷了，穷的只剩下钱了。当叶随风离开的时候，古万新充满了担心，说要派出万宝阁全部的8名金丹期修士来保护他回到家族。叶随风婉言拒绝了，没有人能在他手中抢东西。此时天都快黑了，叶随风先去了随云那里一趟，扔下了9枚储物戒指，告诉他好好分配，就留下他一个人在书房中凌乱。随后叶随风回到自己的庭院，还没进去呢，就听见砰砰的声响。进门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叶黄正在那里练拳呢。面前是一块黑色的侧力石，这种侧力石拥有很强的韧性，即便砸出一个坑也很快能恢复，非常的适合练习。叶黄一拳接着一拳轰击在侧力石上，真是个努力奋进的少女啊。记忆中这个女儿从小就非常懂事，非但没有让自己操心过，还替她分担了不少事儿。果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小黄，爹，你回来啦？晚饭吃了吗？已经吃过了。先歇一歇，进来，我跟你说点事儿。等一下吧，再打200拳就1000了，这是我饭后的日常训练。真是个固执的女孩子呀。叶随风没有强求，站在一旁看着女儿把自己的目标完成。他每一拳都使出了全身力气，轰击在面前的侧力石上，显然是想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只不过他的发力方式在叶随风看来全是不足，如果稍加调整，一定能收获更好的效果。后面要专门指导下自己这个可爱的女儿了。小黄，你修炼到哪一步了？我前几天刚刚突破炼气7层。炼气一共12层，叶黄今年14岁，炼气7重，在这云霄城这种地方算是刚刚过了及格线。不必沮丧，从今天开始啊，爹会专门指导你的修炼，很快就会赶上的。谢谢爹。指导什么的他完全没多大期待，最关键的是父亲终于对自己上心了。好了，爹今天出去呢，给你带了一些礼物。你先说说你喜欢什么，或者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心愿吗？我的心愿就是努力修炼，成为一个强者，到时候就能怎样？就能参加以后的云霄城之战了。在云霄城，三大家族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于是在商议之下提出了云霄城之战。这场战斗每2年举办一次，每个家族都派出5名18岁以下的年轻子弟进行比斗，其中胜利者会获得失败一方的商铺或者城外的资源地，而下一次的云霄城之战就在半年之后。想不到女儿还有这样的心思，除了修炼还有什么喜欢的？修炼之外，那就是炼丹吧。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因为如果丹术有成，炼丹就是最能赚钱的。自己的女儿这是穷怕了。好，爹支持你。年轻人有梦想是件很难得的事情，他自然会大力支持。随后，叶随风从储物戒中把今天购买的那件地级丹炉拿了出来。刚买的，比你的那个丹炉要好，你拿着吧。爹，你真好。家族现在新来了一个丹术教习，不过你不用去上课，从今天开始我会亲自教导你炼丹之术。哦，好吧。叶黄眨巴着眼睛，他爹啥时候会炼丹了？对了，你喜欢剑吗？挺喜欢的，只不过我们家族拳法最厉害，所以我选择了练拳。现在有剑法了，从储物戒中拿出了那把玄级极品长剑。既然喜欢，以后就开始练剑吧。瞬间充满了小星星，简直太漂亮了。功法的话，我明天再给你。对了，还有这个。随后，叶随风把那块静心石取了出来。他还不明白这块不起眼的石头代表着什么。你早点回房休息吧。修炼这种事情也要讲究个劳逸结合，不是一股脑练习就有所成就的。叶黄点了点头，带着激动的心思转身离开。他知道这个女儿肯定会修炼到很晚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年轻人嘛，就应该多努力努力。洗漱完毕，叶随风躺在床上，把今天购买的2本地级功法拿了出来。这里明显有问题，应该这样输送灵气，走的脉络也不对，换2条更好一点的。1万年的修炼让叶随风的神魂已经强大到无法估量，对于女儿的修炼他自然不能马虎。直到后半夜，叶随风才把2本功法全部改完。现在苍兰功已经从地级下品变成了一门地级极品功法，而弑神九剑更是已经登上天级中品。算了，先这样吧，就先委屈委屈小黄，用这2本过渡过渡，改天研究一些仙法或者道术出来再给他学。今天是叶家子弟领取利钱的日子，年轻的少男少女三三两两或独自前行去往家族执事堂。一个身穿白衣气宇轩昂的少年背着一杆金色长枪行走在道路上。龙哥，等等我。忽然少年转头看去，叶倩。少女笑嘻嘻地来到叶龙身旁。龙哥，你是什么时候出关的呀？3天前。这次闭关的收获怎么样？还行吧，我已经突破到化气3层，炼龙枪法也成功的修炼到小成境界了。哥，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半年后的云霄城之战，一定要给李家那些讨厌的家伙一个教训。他的实力在叶家年轻一辈中属于是最强的那个，不出意外的话，半年之后云霄城之战一定会有他的一个名额。可是他真的没有太大信心战胜李家呀。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我相信你。你们2个也要加油，叶家绝对不能在我们这一辈没落下。龙哥，我前几天从父亲那里得到消息，说是我们的利钱又要减少了。他们3人都是叶随云的孩子，叶龙年龄最大，今年15岁，叶谦和叶倩2人是双胞胎，今年14岁，比叶黄能小一点。我知道家族现在遇到困难，所以我们要努力修炼，齐心协力，才能帮助家族度过这次难关。可利钱减少了，我们不就更难修炼了？而且现在大伯当上了家主，我看我们以后没什么好日子过了。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在背后非议家主？哥，我们错了，你也知道的，妹妹她心直口快，早晚祸从口出。无论是大伯如何，他现在是我们的家主，是叶家最高的掌权者，妄然非议他，就是挑战整个家族的权威。你们是忘了家族的3大铁律吗？在这个家里，父母最大，其次就是大哥。哥，我错了。以后我不在，你好好管着他，别一天天的到处任性胡为。2人挨了一顿批评，话少了许多。片刻后，3人一同来到执事堂。几位少主，
这是你们本月的利钱和修炼资源，拿好了，好生修炼。几人感到有些奇怪，不是减少了利钱吗？这咋看起来还开心的不行？你们今天都有课程吧？哦，是的，之前的3位教习都离开了，听说家主昨天又找了3人过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家主是有能力的，所以打消那些不该有的念头，努力修炼才是正道。2人边走边说，忽然他们发现叶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怎么了？我的利钱好像给错了。不是说了吗？这个月的利钱会减少，有什么好奇怪的？不是，我的利钱没有少，而且好像还多了许多。啥？叶龙和叶倩连忙走上前来，看了看妹妹的储物袋，顿时瞪大了眼睛。他们是直系子弟，原本每月有50枚灵石、10瓶炼气丹、10瓶筋骨丹用于日常修炼，可妹妹储物袋中的数量明显不大对劲呢。几人仔细数了数，发现灵石一共有100枚，炼气丹和筋骨丹也翻了1倍，而且里面还多了另外的2样东西，一瓶红色的丹药，上面写着淬体丹3个字，还有一颗圆溜溜的瓷丸，上面标注那是一颗洗髓丹。这2者，特别是洗髓丹，那可是高品级的丹药啊，怎么会发到妹妹手上？一定是搞错了，这么多的修炼资源，怎么看都不像是给他们提供的。我们看下自己的。随后2人分别打开自己的储物袋，顿时愣在原地。都一样，这是咋回事？都给错了吗？3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从对方脸上看见了疑惑的表情。一定是搞错了，这些东西肯定是给其他人的，我们不能要。随后3人再次回到执事堂。廖管事，这好像不是给我们的东西。哦，发错了。廖管事接过储物袋，仔细看了一番，又把它们递了回去。几位少主，你们真会开玩笑，里面的东西没错，就是给你们的。可是那数量，你们没看见里面的家主信令吗？啊！随后打开储物袋，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别样的东西，那是一个小小的信令。打开之后，一行英武的大字在他们面前展开：资源管够，好生修炼。谁都没想到这个月的利钱竟然会增加的如此之多。天哪，这次的炼气丹竟然是中品丹药，筋骨丹也一样。有人服用丹药之后，甚至被其中庞大的灵气所震动。比起下品炼气丹，中品丹药的修炼效率是它的5倍不止。我的乖乖，新来的丹术教习居然是6品丹师张子明大师。他怎么都不会想到，家族竟然把他请来当做教习。而炼气和阵法的课程上，也有人认识2位6品大师。家族这次是真的下了血本啊！再联想到家主传达的信令，好生修炼，资源管够，叶家第一次全族修炼时代正式开启。而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被另外2大家族所熟知。资源翻倍，6品大师，哼，看来叶家这次是把命赌在半年后的云霄城之战上面了。哼，我就说吧，叶家的新任家主就是个蠢蛋，这种做法完全就是在挖空自家根基，也不知道叶家那些长老们怎么会允许他这么胡来。谁知道呢？说不定那些长老啊也都是蠢货。叶家这回是真的走不远了，要败在叶随风的手上喽。李家的人对叶随风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发出嘲笑。叶家居然有此等财力，难道动用了家族底蕴？不可能吧？难说呀，我以前见过那个叶随风，他没什么太大能耐，说不定头脑犯浑就做出了这么离谱的决定呢。哎，可有一个问题啊，那几位6品大师都不是轻易能请回家族的，也不知道叶家到底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不管怎么样，半年后的云霄城之战，我们唐家绝对不能被另外2家压下去。唐家的人也比较疑惑，不知道叶随风这番操作到底代表了什么。功法不错，修改之后啊，又是一门天级炼体术，只不过同时修炼多门顶尖法诀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算了，还是根据这门功法研究出一种不错的炼体液吧，那种比较直接。叶随风庞大的神识开始进行推演运算，也就1炷香的功夫就想出了一种炼体液的配比方式啊，就差一样东西了。雷音炼体诀其核心点在于雷鸣，而从它推演出来的炼体液则是需要雷霆作为主要。没错，
叶随风瞄上前几天被自己调戏的天道，借点东西而已，想来他应该不会太在意的吧。在这里渡劫有点太显眼，还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比较好啊。小黄，停下来吧。没事的爹，我还能坚持。按照我说的做，这门剑诀需要循序渐进，我让你停下，是让你坐下来运行苍兰功，这是最好的时机。叶黄连忙收拢姿态，盘膝坐地，准备运转苍兰功。父亲最近变得好有威严啊，放在以前他从来都不会对自己修炼方面的事情发表意见的。不过这样的父亲反而让人更加的安心了呢。记住，每修炼一个时辰的基本剑法就打坐一个时辰，然后自己做一下总结，哪里有问题应该怎么去改进。每3个时辰作为一个循环，每天2个循环，不能超过，剩余的时间你就自己随意安排吧。好了，你慢慢修炼吧，别出门一趟，晚上回来。说完，叶随风的身影便在院子中缓缓淡去。青谷高岭是横在云霄城北方的一道天堑，再往北就是北方雪原了。传说北方雪原那边资源贫瘠，人们生活极为艰难，兽皮做衣，刀耕火种，总之就是没什么文化。不过这都是岭南人对北方的猜测罢了。无数大妖隐藏在高岭深处，一抓一大把，贸然进入的话分分钟丢小命。但这样的情况也吸引了众多的修士前来历练。妖兽身上浑身是宝，若是走了狗屎运，获得一株地品以上的灵草，那就是突然暴富，一辈子都不用发愁了。快跑，有一大群猛兽正朝我们奔来。只见漫天黑云遮蔽了大半的天空，它形成了一个漩涡的形状，不断闪烁着青紫色的光芒。那是什么？轰鸣声越来越响，他们看见不远处的丛林中，大片的飞鸟仓皇地腾空而起。是兽潮，我们快跑！随后转身就逃。高岭深处的一处山顶，动静居然这么大，早知道就再往里面走一走了。他选择在这里引出雷劫，就是不想影响普通的修士。结果没想到这片结云的范围会这么大。哎呀，你就快点嘛，磨磨唧唧的。他的雷劫是最为可怕的99天劫，一共81道，其中每一道雷劫都是前一子威力的数倍。轰隆一声，一道青紫色的雷霆从天而降，叶随风只是随手一挥，看起来无可匹敌的劫雷瞬间就被打得4分5裂。这才对嘛，搞快点搞快点。99天劫到了最后一道，轰的一下，一道紫光大盛的雷霆轰然降落。等的就是你。叶随风腾空而起，面对泯灭一切的劫雷，竟然直面冲了上去。他右手变换，种种玄奥的气机在手中不断的凝聚。瞬间的功夫，叶随风和劫雷正面相撞，但想象中的大爆炸并没有发生。叶随风的身影缓缓落下，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团紫色的能量，过一点。随后这团紫液被叶随风装进了阳之玉瓶中。总算是搞定了。只见一个巍峨的天门出现在半空之中，一道金色的光芒笼罩在叶随风身上，无数仙音从里面传了出来。他已经渡了99天劫，即将成仙。这种事啊，不急，你还是先回去吧。叶随风可不想这样上去，他才刚来这里几天，还没好好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的风土人情呢。得嘞，任务完成。99天劫的最后一道劫雷，同时蕴藏着毁灭和造化的契机。就连叶随风自己也不知道，用他炼制的淬体液到底会产生多么巨大的效果。他遥望北方，恐怖的神识直接探到万里之外，那里就是传说中的北方雪原。另一股庞大的神识从高原深处延伸而来，极其强大。这个世界还有这种级别的修士吗？他还不太想现在就跟世界的顶尖力量打交道，以后再说吧。99天劫花费了他太多的时间，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极北地带窥探神国，是敌是友，又有一段命运隐藏在迷雾中了。我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叶随风本可以瞬移回去的，不过他想看看这个世界的景色。忽然在不远处的地方，叶随风感受到一阵打斗的气息，他调转方向飞了过去。那的确是4个年轻人，3男1女，正在与一头独角青牛激烈战斗。独角青牛是2品妖兽，相当于人类化气后期的境界。4人之中有2人已经负伤了，快攻击他的下盘！但独角青牛显然不是这么好惹的，
有一人由于已经受伤，躲闪不及，被他的铁蹄刮蹭到了一下，瞬间横飞出去。马蜂！独角青牛将4人全部击退，仰天大吼，随后看向倒地吐血的马蜂，霎时就冲了过去。不！忽然，一棵小小的幼苗直起了身子，在所有人都忽视掉它的时候，它挥舞着小小的枝叶，拍击在青牛的头上，伴随着漫天土石，一个庞大的身影从爆炸处倒飞出去。他清楚地看见，飞出去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头无可匹敌的独角青牛。没错，叶随风出手了。你叫什么名字？冯志。面前这个人好强大，连人都没见就秒杀了2品妖兽，快去瞧瞧你的同伴吧。连忙从地上爬起。马芳，你怎么样？这下亏大了，回去至少要调养半个月才行啊。马芳，这树苗怎么了？你怎么一直看个不停啊？峰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刚才就是他忽然站起来给了青牛一巴掌，才救下了我这条小命。这株树苗很可能是一株上古神树啊！峰哥，我们发了！兄弟，别犯傻了，刚才是那位前辈出手救下了我们。随后，另外2个同伴也聚了过来。多谢前辈出手搭救，若是您有什么要求，晚辈一定尽力而为。小事而已，不必放在心上。我乃云霄城叶家家主，看我们有缘，如果有机会来到云霄城的话，直接来叶家找我，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个好舞台。昨天许多修士都看到了，那黑云几乎遮蔽了整片天空，期间伴随着诡异的轰鸣声，随后就发生了兽潮，大量妖兽忽然冲击高岭外围，许多正在冒险的修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现在他们已经冲出高岭，朝着边境的几个人类聚集地而去。即便这样，也不能称之为灭世之兆吧？大哥，你不知道，那黑云生的邪乎，似乎只在我们云霄城境外产生。有人断定，不是有大妖出世，就是邪恶降临。现在已经有人准备逃往其他城池，人心惶惶啊！只不过渡了个天劫而已，竟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李家和唐家已经准备调集人手去边境了，他们打算支援边境。是的，如果我们无动于衷的话，叶家所管理的区域还有那些资源地很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每个家族都有其管理的范围，唐家大部分在南边，李家在东北，叶家在西北，3者相互交错，相互制衡。他们准备派去多少人？应该不会太多。以前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会派出一部分家族的中坚力量前往主持大局，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这样啊，那我们也派人去吧。不过这次我们不但要派出中坚力量，把家里的那群臭小子们也都派过去。为什么呢？妖兽残暴，他们还太年轻，难免会出现什么岔子。就是因为年轻，所以才要出去历练。没有经历过风雨的雏鸟，永远无法振翅高飞。而且你要嘱咐好他们，去了之后别给我摆什么大家族的臭架子，最好跟边境的那些城池的修士打好关系。另外多带些资源过去，如果有人受伤什么的，我们给他们提供免费医疗。啥呀都是啊！虽说那些地方对家族很重要，但也没到这个程度呀。闹这么大的动静，还要打好关系，还提供什么免费治疗？大哥，咱现在虽然有钱了，但也不能这么花呀。随云呢？我问你，对于一个大势力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钱。对，钱很重要，但如果想要扩张势力的话，人才是最为或缺的。所以这次增援，我们不但要尽心尽力，还要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的话，在以后扩张的时候才能更加的顺利。你明白吗？叶家是一个家族，而家族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如果叶随风以一己之力庇护整个家族的话，那叶家就真的完蛋了。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势力。我曾经遇到过几个边境的年轻修士，他们的潜力并不弱于我们某些家族子弟的，所以不要带着歧视的目光来看待他们，他们只不过是缺少资源罢了，他们都是家族可利用的潜在力量。对了，你跟随虎他们现在的修为是什么程度？我们目前都在金丹期，已经很多年了。自从成为家族主事之后，就少有精力去精进修为，而且我们的天赋也就这样了。我前些天告诉你们要进行全族修炼，可不光是指年轻人，从现在开始你们也要加强修炼才对。我的目光不会只留在一个小小的云霄城中的。叶随风的指令快速下达并落实下去，只是1天的功夫，叶家就几乎全员出动，带着大量的资源出发支援边境，一度惊到云霄城另外2大家族。疯了，果真是疯了！叶家新家主的作风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不给他颁发一个云霄城圣人奖，
都对不起他的努力啊！啊，哼，乡野莽夫有个屁用啊！用得着这大费周章的吗？而此时，叶随风则是已经回到院子，给叶黄调配淬体液。需要中和一下。叶随风取出一滴雷结液，连连打出法诀，狂暴的雷霆在他的安抚之下，逐渐变得温和下来。叶随风凭空幻化出一尊药炉，将材料全部投入。盏茶的功夫过去，所有材料已经变成了一瓶金色的液体。可以进行淬体了。爹，为什么外出历练的名单中没有我啊？所有兄弟姐妹们都出发了，为什么不让我去？我也想为家族发展做出点努力，我不服。你也想去边境？没错。那我问问你，你可知叶龙现在什么修为？化气3层。可是我再问你，叶谦和叶倩两人又是什么修为？炼气大圆满。好，我再问你，你三叔家的两兄妹是何修为？还有你四叔家的兄弟2人，五叔家的两姐妹又如何？叶黄不说话了。你一个炼气7层实力低微，去边境除了送死和丢我的面子，还有什么用？小黄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不过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真的想为我争光，想为家族做出贡献，那就更应该专心修炼，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叶黄点点头，他内心还是有些不服的。我答应你，如果你能把我送你的那门剑法修炼到小成境界，就让你去边境与兄弟姐妹们一同历练。听到这里，叶黄眼睛顿时一亮。真的吗？你不能骗我。自然不能。弑神9世，如果叶黄能修炼至小成境界，那么就没什么阻拦的必要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叶黄的战力将会是叶家年轻一辈最强，全力出手，连叶龙都抵挡不住。可是等我修炼成了之后，他们会不会已经回来了？不会，这次历练至少需要4个月的时间。难道你没有信心在4个月内把它练成吗？我有。在叶随风的指点之下，他已经摸到了一些门道了，或许用不了2个月，他就能将剑法练成了。我现在就去。等等，别那么着急，先进行一次淬体。你现在的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住弑神9世的力量。半个时辰后，叶随风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个大缸子，竟然是用通元石炼制而成，那可是玄级中品的材料。进去。叶黄听话地褪去衣服，走进水缸里。深红色的液体差点溢出来，叶黄只感觉到一股钻心的灼热感。咋啦？你干啥呢？吸收淬体液呀。老子还没放淬体液呢，你在吸收空气？啊？这只是一些辅助药材，用来促进淬体液吸收的。你一天天的想啥呢？随后，他把那瓶金色的液体拿了出来。听着，这个淬体液的能量对你来说可能有些强大。接下来，你必须谨守心门，运转苍狼功，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变故，都不能分心，明白了吗？红色的液体只是辅助药物吗？那么真正的淬体液到底有多强呢？行了，闭上眼睛，抱元守一，打开淬体液的瓶口，只见一条金色神龙从瓶中忽然冲出去，霎时间，水缸中的灵液开始急速旋转，运功。金龙仿佛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猛然钻进了他的身体之中，只感觉一股狂暴的能量在身体中炸开。接下来就简单了，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我好像无敌了。他一拳砸在水缸上面，强大的力量震起一大片水花。呀，对不起。出来吧，这个女儿越来越有种中二少女的感觉了。叶黄的淬体效果发现比他预想中的还要好一点，无论是力量还是身体坚韧程度，都有了一种跳跃式的增长，几乎是淬体之前的3倍以上。好好熟悉一下自己现在的力量，随后一溜烟的跑了出去。很快，院子里面就传来呼呼的剑风声。叶随风缓步的来到窗前的书桌旁坐下，一边欣赏女儿的剑法，一边拿出厚厚的一沓书籍。是时候搞清楚这个世界了。云霄城千里之外，这是一片庞大的平原，平原正中心一座巨大的城池拔地而起，矗立天地间。速城，阁主，我们要不要休整一番，再去主阁报道？古万新抬起头，这个中年人正是自己的副阁主莫求，金丹大圆满的修为。不用了，我们直接去主阁。约莫过了半个时辰，马车停在一幢高大的阁楼面前。
带上东西，我们进去。片刻后，拜见罗主使。这位中年人正是速成万宝阁的阁主罗青。万宝阁非常庞大，执事、主事、副使、阁主等。哦，是古阁主啊，我可是有好些年头没有见过你了。职务繁忙，还望罗主使见谅。没脸来就直说呗。云霄城那种穷乡僻壤，有什么公务繁忙的？这个年轻人正是当年侮辱他最狠的那个，名为宋双。这不关你的事，宋阁主。万心啊，恐怕你马上就要称呼我为副宋使喽。没错，宋双这几年呢，为万宝阁带来不少的收益，我打算提拔他为副使了。到时候啊，他会代替我管理云霄城，让宋双来管理云霄城。他们俩本就有仇怨，若真是这样的话，恐怕他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罗主使，这恐怕不妥吧？你是在质疑我的决断？不，万宝阁向来是公祭说话的，我怎么敢质疑您的选择呢？我只是觉得云霄城完全是可以独立自主的，不用再派下来一位副使了。笑话！你古万心3年不回主阁，每年的收益更是寥寥无几，甚至连次一等的城池都不如，你凭什么说可以独立自主啊？古阁主，云霄城虽不繁华，但也算是一座小主城，你近几年的作为实在是不可言之啊。而宋阁主所在的黄叶城，每年都能盈利近100亿左右的灵石，让他来管理云霄城，对你来说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啊。很明显，这两人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没错，他这几年的成绩并不好，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是受制于地理条件限制的。云霄城本就不富裕，没有意外状况的话，每年的收入就是那么一点，再怎么做也没用。而黄叶城呢，乃是方圆万里仅次于速城的1级大筑城，城中世家众多，城外到处都是宗门，争斗异常频繁。说句实话，每年盈利100亿，他去也可以。罗主使，如果我真的与宋双相差过大，那我对您的安排不会有任何意见。只不过就在前不久的时间里，我一共卖出价值1438亿灵石的货物，净利润192亿枚灵石。这不可能，1400亿，除非你把半个万宝阁都卖了出去，否则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不是半个，宋阁主，我把所有的玄级以上的宝物都卖掉了，包括5件镇店之宝。不要以为其他的风格都像你们黄叶城那么富足。你都闭嘴！古阁主，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罗主使，我们万宝阁没有这样的规矩。如果被人得知云霄城有叶随风那样的大户存在，恐怕要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莫名其妙的被其他人顶替下去。古阁主，你这次确实为万宝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会向上面如实禀报的。只不过宋双成为副使的事情已定，以后啊，你就在他麾下吧。这不公平！丰富的资源由一个经验更加丰富的人管理，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古阁主，别耍小孩子脾气。你们这是在侵犯我的权益。古万心，念在你有功绩，我才容你到现在。若是你再敢质疑我的权威，那就另行选择一座次城，好好历练一番吧。我会把这件事如实上报的。随意。顾万心没有再说什么，扭头走了出去。舅舅，要是他真上报怎么办？要不然我说过多少次，不要什么事情都想着靠暴力解决。顾万心好歹是一方阁主，他若是出了问题，上头一定会调查的。你就先好好做你的副使吧，有我在，他翻不出什么风浪。你这次随他一同前去云霄城，接手那里的分阁，一定要搞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卖出这么多东西的。北部边境受潮严重，我们很多资源地都遭到了冲击，不过在大力投入人力和物力的情况下，已经缓和了许多。我们的商铺也暂时稳住了，可以考虑扩充规模。在资源的投入下，年轻家族的一辈，许多人都进阶了。我们这1个月的成就几乎抵得上以前3个月。大哥，由于我们投入大量资源，这个月的花费也是突破天际了，您看看吧。无妨，钱就是用来花的。仔细浏览了一遍，顿时
一股火气从胸中升腾而起。上个月花了15亿灵石。大哥，我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多灵石，所以在规划上面出了点小问题。不过你放心，我后面一定会仔细分配，下个月的开支肯定会控制在10亿以内。是啊，大哥，其实我们这个月购入了太多的资源，即便是在提高福利的情况下，也只使用了一小半，后面肯定会好起来的。给了100亿灵石，竟然才花了15亿。随云，我问你，你觉得我给你的那100亿灵石是多长时间的经费？难道不是1年吗？当然不是，我给你100亿是让你1个月内花完，你竟然只花出去15亿，干什么吃的？没听错吧？那只是1个月的经费。大哥，您认真的？我看起来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大哥，1个月花这么多钱，其实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呀。怎么难办了？族中资源供给是有限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再多也没啥用啊。你呀，就是被自己所局限了，没有跳出以前的思想牢笼。我问你，家族中就只有年轻一辈需要资源吗？家族干事呢？你们呢？长老们呢？都不需要修炼？修为越高，所需要的修炼资源就越多。别跟我说花不完，甚至那些教习供奉们都可以提供报酬，让他们更加尽心尽力的做事。实在不行，可以吸收那些民间天才吗？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资源。真是的，花钱都不会，我要你管财政干嘛？大哥，您是不是忘了万宝阁上次已经被你给搬空了？他们没有进货吗？都1个月了，还没有补充货物，这效率也太差了点吧？没有，可能他们也是头一次碰见这种事情，需要时间来准备。好吧，那就先不管这个，我后面去瞧瞧怎么回事。对了，去往边境的年轻一辈是不是快回来了？是的，他们每个月会回来一次，领取修炼资源，然后再次出发，直到受潮的影响结束，完全被消除。那刚好，你们可以根据他们此行的功绩进行资源方面的调整，凡是有出色贡献的人都要好好奖励。另外，我上次从万宝阁带回来那么多的功法灵气，也都不要吝啬，全部开放。有好的功法不用，放在家族里吃灰还有个屁用。还有，鼓励他们积极接触民间天才，最好能收为麾下，充当家族战力。这是100亿，加上上个月剩下的灵石，你要是还花不完，那我就另找一个更加精通此道的人来管理家族财务了。说完，叶随风便起身离开，只剩下随云盯着2大袋子明晃晃的灵石，头大如斗啊。宋双来到云双城已经10几天了，为了找出那个神秘大户，他先后拜访了城中许多权贵，其中就包括唐家和李家的家主。副使，要不我们去叶家看看吧？不用了，根据我们的消息，那叶家只不过是近100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家族，凭借着家族团结，还有着一股子狠劲儿，才跻身为3大家族的行列之中，底蕴相当浅薄，绝对不可能是他们所为。而且从我与李家和谭家的谈话来看，他们对叶家也是充满了鄙夷，说叶家的新家主根本就是一个蠢蛋，我们没必要在那里浪费时间。那我们就只能从古万心那里下手了。这个该死的女人，戒心也太强了。从宿冲归来之后，任何动作都没有，就连补充的货物也只上架了很小一部分，分明就是在防备我们发现他的客源。不是，古万心只是一个阁主罢了，难道我们就不能用强的？算了，盯紧古万心吧，我就不信他能永远藏着掖着。古阁主，为何这次的交易要放在这里？叶家主作为万宝阁最尊贵的客人，万蕊自然要好生的接待才是呢。古阁主费心了，不过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万宝阁有没有新的宝物上架？叶家主还是一如既往的爽快。新的货物我已经拿回来了，您先看看。就这些东西吗？叶家主见谅，万宝阁分阁的货物供给是由主阁来综合评定的。虽然您上次出手阔绰，直接购买了几乎全部的货物，但主阁那边并不知道您后续的购买能力，所以没有敢发放太多的东西。行吧，你先估个价。叶家主真是爽快。这次的货物总价值在1200亿的灵石，不过您是万蕊最尊贵的客人，我给您9折的优惠，所以算下来是1080亿枚灵石。储物袋拿来，这次是一个超级大的储物袋，装满的话能放2000亿枚灵石。很快，2人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次交易。叶家主，
要不要感受下醉梦楼的特色呀？不用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您请说。以后进货尽可能的快一些，弄回来就直接去叶家找我，别又让我亲自跑一趟。另外，天材地宝的占比尽量多一些，有多少我要多少。还有，我需要地级以上的宝物，告诉你们主阁的那群人，零食我多的是，别怕我买不起。您放心，我今天就会再回主阁一趟，最多半个月就能带着资源回来。天材地宝也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地级以上的宝物我只能为您尽力争取，因为那种品质的宝物已经不是我能做主的了。行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顾万仙，你在这里做什么？宋副使，你管的也有些太宽了吧？连我的吃喝拉撒都要向你报备吗？我只是来提醒你一下，作为阁主应该尽心尽力，而不是整天无所事事，连货物都不上架。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上报给罗主使的。那就不劳烦副使大人费心了。巧的是，我今天也要回一趟主阁，要不然一起。你回主阁干什么？当然是为了补充货物啊。前些天带来的东西我已经全部卖出去了，又是上千亿的灵石，1个月的时间里卖出2000多亿的东西，想必罗主使上头的执事大人也会感兴趣的吧。对了，此次灵石数额庞大，而且苏城路途遥远，我希望副使大人履行职责，派出护卫来保护我前往苏城。感激不尽。这个贱人是怎么找到如此有钱的客人？叶家，一个纤细的身影伴随着剑光在空中不断的翻腾。不错不错。爹，弑神九式我练成了。叶龙他们明天就回来了，这次你就跟他们一同前去吧。爹，我爱你。看把你乐的。过来，我检查一下淬体的情况。他把手放在叶皇头上，神识一扫而过。1个月的时间过去，他的力量和身体素质比起1个月前提高了近10倍。而且叶随风惊奇地发现，叶皇的修炼资质竟然也有了些许的提升。回去休息一下吧，晚上给你进行第2次淬体，然后你爱怎么封就怎么封吧。谢谢爹。哥，你真厉害，一枪就把那头2品上等的狼妖给干掉了。你知道吗？现在龙公子的名号已经在边境响亮起来了，大家提起来都是赞不绝口的。那些都只不过是虚名罢了，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是正道。对了，我听说叶小小那个家伙居然在前几天突破到化气境界了。武叔家的小妹？是啊，她比我还小呢，就这么厉害了。而且瑶琴姐在这次历练中也非常厉害，还获得了瑶仙子的称号。这是好事，不要因为别人的优秀而气愤，当然也不要气馁。你在炼气大圆满也有一段时间了，再努力一点，相信很快就能突破到化气境界了。我只是看见那些穷苦孩子们有些……在这次历练过程中，他总算是知道偏远地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些人连生存都是问题，靠着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才能勉强活下来。哎呀呀，你这圣母之心又泛滥啦！没有，我是在想，对于家族来说，人也是一种财富。如果有能力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收一部分天赋不错的，加以培养，假以时日，那些人也能变成家族的助力。切，你就是看他们可怜，圣心泛滥罢了。我真不是。好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没错，我觉得对于一个势力来说，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其实你说的没有错，想要扩大势力，必须要有足够的人才行。只不过人才的培养是一件极其耗费资源的事情，牵扯的东西也很复杂。你可以先去找一下大伯，说出自己的想法，看看他会怎么处理。哇，哥你真厉害，连这层关系都能想到，不像某些人总是圣母心泛滥。喂，我跟大哥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吧？不，大哥是深思熟虑，你是圣母心。收养孤儿？不是单纯的收养，我是想把他们变成家族未来的一股力量。可以。大伯，您答应了？是啊，为什么不答应啊？这是好事儿。大伯，您真的不反对吗？当然，大伯，您的支持让我倍感鼓舞。行了，放手去做吧。若是遇到了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多谢大伯，那我接下来就会开始着手做了。可以，不过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好提前做出一个计划。我问你，
你准备先收下多少人？怎么培养他们？在这次历练中，我接触了不少人，许多都有培养的价值。我打算先收下3个天赋最好的、学位最高的，然后我们会进入高岭之中，一是训练，二是能获得不错的收益。等到积累下足够的资源之后，再循序渐进，扩充规模。大伯，您觉得怎么样？从一般情况下来讲，这个安排的确不错，容错率很高。只不过，我觉得很扯淡。啊？格局太小了。如果按照你的计划，需要多久才能真正形成规模，反哺家族？10年、20年？我等不了那么久。大伯，可如果扩大招收范围的话，我那点资源根本就撑不住啊。真是个傻小子，你以为我支持你就是口头支持一下？不是吗？当然不是。有一件事情你现在还不知道，家族已经决定支持你们在历练的同时吸收外界力量进入家族，并且会根据情况提供相应的资源。回去之后做一个计划吧，到时候列出一个单子，需要多少灵石，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源，都写清楚，到时候直接拿过来就行。既然你能率先提出这个想法，以后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汇报。我只有一个要求，给我放开了干。怎么样，大伯答应了吗？切，我就知道大伯怎么可能答应这么离谱的要求，又不是钱多的没地方放。大伯答应了，家主金牌。家主金牌只有一个效果，就是可以无条件支取家族资源，无论是灵石还是功法灵气，什么都可以。叶倩，你到底跟大伯说什么了？啊，没什么呀，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伯说了一遍，大伯表示很支持，然后就把这枚金牌给我了。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再因为资源发愁啦？对我来说，大伯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绝不能辜负大伯的信任。我是不会把这枚金牌作为私用的。希望那小子不那么迂腐，能利用金牌好好提升一下自己。没办法，这群孩子都节省惯了，看来啊，还是要加大政策力度才行啊。修炼者的梦想是什么？一本适合自己的好功法，一件品质优秀的灵气，还是足够的修炼资源？资源，你们设计一个贡献点制度，开放功法堂、灵气堂、珍宝堂，里面所有的东西与贡献点挂钩，凡是家族成员都能用贡献点来兑换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明白了，这就跟那些大宗门做法差不多，可以对族人产生一个激励的作用。没错，不过我们毕竟是家族，具体的做法要与宗门有所区别。宗门这么做，其一是为了自身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二是利用大量的弟子来为宗门获取更多的利益，但我们不需要。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族人不再为资源而发愁，更加专注于自身的修炼，所以贡献点的获取方面要着重考虑。突破修炼等级也算贡献，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也算贡献，帮助同族之人也算贡献，甚至娶媳妇生孩子也要给他们算上贡献点。生孩子也算？怎么不算？人丁兴旺才是一个家族蓬勃发展的标志，不但要算，而且还要多算一些。总而言之，所有对家族有益的事情都要算进贡献系统之中。你下去之后跟随宇他们好好商量一下具体的评价标准。我有1000初始贡献点，不知道是多还是少。我也是1000，好像大部分人的初始贡献点都是1000呢。看看应该是怎么获取贡献吧。炼气期每突破一个等级就能获得100的贡献点呢。是的，突破化气境界可以直接获得3000贡献点。我去，成为一个1品炼丹师竟然也能获得3000贡献点。扶老奶奶过马路10贡献点，为家族吸收一名天才500贡献点，生个娃娃5000贡献点。这先别急着高兴啊，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珍贵资源需要多少贡献点才能兑换呢。是啊，如果太贵的话也没多少作用。去看看希望我这1000贡献点能够兑换一本黄级中品的武技。大家开始涌向刚刚开放的3大堂中。我勒个去，一本黄级下品的功法竟然只要10贡献点。我的天哪，里面还有玄级的功法，1000贡献点就能兑换一本，可惜每个人只能兑换2本。知足吧，以前可没有这样的机会。再说贪多嚼不烂的。黄级下品的灵剑也只要50贡献点。我终于可以拥有灵剑的人了。姐，
我们的大伯实在是太帅气了。小小，这是玄级灵气，小心别伤了自己。亲爱的瑶仙子，我才不会呀！我们只有1000贡献点，你这一下子就花完了，着实有些浪费。不浪费，他与我有缘，以后定能在我手上发挥出最大的光和热。只可惜我突破早了，要是再晚几天突破化气境，就能够再获得3天的贡献点了。哼，不过那也没什么，我可是叶小小，在化气境界也是突飞猛进的，贡献点多的是呢。叶小小话很多，在一旁不停地碎碎念。叶琴瑶则是比较安静，只是听着他在那里唠叨。对了姐，我听说叶龙在边境的名声也很响亮呢，而且有许多的族人都聚集到他那里了，势力庞大。我们就2个人，要不然也找些助力过来吧，否则肯定会被他比下去的。我们都是在为了家族而战斗，何必非要比出一个高下？做好自己就行了。你呀，就是太淡泊名利了。比起叶家，倪国安可能更适合你。算了，你不找我找。我觉得可以先拉拢一下黄姐姐，虽然她实力很差，但好歹也是家主之女啊。姨大伯现在的慷慨，说不定还能在她身上再蹭一柄玄级灵剑呢。四叔家的子涵妹妹也不错，13岁就是炼气10层了，快有我一半的风采了。我们还可以组成一个叶家的女子天团，压制叶龙那群家伙。不过叶羡就算了，那个就只是练胸癖，离不开叶龙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修习不同的功法，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所在，这就导致每个人都必须寻找与自身最为合适的功法来进行修炼。若是能找到，就能充分发挥出自身最大的能力，但若是找不到，或者由于判断错误选择错误的功法，很可能终其一生也就碌碌无为了。若是有一种比较通用的功法存在，每个人都能修炼，那么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将潜力无穷啊！这个世界恐怕也会更加精彩吧。先从灵气本身开始入手吧。叶随风伸手一招，一团白色的温和气息出现在掌心，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态。所有的功法其实都是灵气在体内运行方式，通过不同的经脉路线进行周天运转，一点点的细枝末节的差异都会导致结果极大的不同。有的功法刚硬霸道，有的功法则非常柔和，还有的功法拥有自己的特别属性。而且每个人体内的经脉都有着细微的差别，综合起来的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啊。9条主脉，每一条都异常宽阔，犹如康庄大道，海纳百川。但海纳百川也意味着吸收进来的能量会相当的驳杂，必须有一个精纯体系存在。第一阶段就是打通这9条主脉吧，正好对应传统修炼体系中的炼气期，然后再利用主脉反哺肉身，精炼丹田，提纯和存储能量，对应化气境界。时间缓缓流逝，叶随风在家主的书房中持续待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上次把弑神9剑提升了一个大等级，也是花费了盏茶的功夫罢了终于完成了。起个名字吧，这门功法是一个崭新的修炼体系，它所利用的能量不仅仅拘泥于灵气、天地精华、万物本源，甚至妖气、魔气都是它可以吸收并利用的存在。叶随风伸出手指，在典籍上刻下3个大字：原始宫。神圣？我可不想把叶家变成什么圣地。有没有选择投靠叶家的修士？实力如何？天赋如何？那可太多了。目前呢，已经有上百名修士自行赶来云霄城，就是为了加入家族麾下。大部分都在炼气期境界，至于天赋嘛，有些参差不齐。不齐就不齐吧，我们不是宗门，必须看天赋什么的。这个世界同样需要弱小者去承担一些普通的任务，你把他们的职责划分好，尽量保证每一个人能待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大哥，您是说全都要？当然全部都要，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资源方面也不要吝啬，开一个好头，后面的事情才会越来越顺利。那我估计未来的几年里，家族总体人口能翻上好几番，
据我所知，某些年轻子弟做的也很不错，给自己收拢了不少追随者。你是在说你家那个小子吧？也不光是叶谦、叶龙、叶秦瑶他们，由于出色的实力，也收获了很多追随者呢。哦，对了，还有叶黄、秦瑶、小小、子涵，还有其他一些族中的女孩子，组建了一个叫做天鸾殿的组织，目前势力庞大，在边境地区名声赫赫。天鸾殿的首领就是秦瑶和叶黄。不过你知道的，叶秦瑶这个孩子生性淡泊名利，所以基本上都是叶黄在主要管理。他们凭借着出色的实力，已经收拢了一大批散修追随者。没想到家里的这群女娃子也有一颗好胜之心呢。女儿既然能成为他们的首领，想来身份是一方面，她自身的实力应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哥，我还想问问你呢，小黄怎么突然间实力就增强了那么多？2个多月的时间已经突破到炼气12层了，简直可怕。而且他的战斗力更是不可小觑，听说连叶龙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看来几个月后的云霄城之战也要将他考虑进去了。真的吗？或许族中其他一些子弟也有大器晚成的潜力呢，我觉得您可以关照一下。等历练结束吧，刚好可以看看哪些人有培养的价值，到时候我自然会专门对待的。对了，我闭关2个月，没能给你本月的零食，有没有出啥问题？没有，当时给了一共182亿零食呢，幸好你闭关了，要不然1个月之内我还真没办法把这么多零食花完。瞧你这点出息，有些事情慢慢来就行。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让他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万一自己又忽然闭关，而且闭关时间比较长的话，家族的资金链一定会出现问题。这里是10亿枚上品零食，你收好，以后自行支配。我就只有一个要求，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的给家族提供优良的修炼环境。修炼扩张将会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你要做好把控。10亿枚上品零食就是10万亿零食啊！放心吧，大哥，我一定会将它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对了，万宝阁那谁古万新最近有没有找过你？之前他们约定每半个月会弄一批物资回来。来过。他留下了这些，说是转交给你的，上面有阵法封印，我打不开。恭喜叶家主出关哟！有意思，会做生意啊！一共4300多亿零食，然后用古万新残留的神念重新制作了一个阵法。这2个里面是资源，你自行处理，然后安排一个人去万宝阁找古万新，把这枚戒指送给他。呀，差点忘了，1个多月前有4个年轻人忽然过来找你，说你们曾经在青谷高岭外围遇见过，有吗？哦，对，好好安排一下吧，他们都挺不错的。等等，你让他们一起过来找我吧。庭院中，柳树下，3男1女4个年轻人乖巧地站在叶随风面前。在这生活还习惯吗？习惯，没问题的。叶家人对我们很好，真的很好，给我们提供了住宿和饭食。前些日子在家族中做事，还给了我们不少的修炼资源呢。不用紧张，说来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小人叫冯志，这是马芳，这是上次差点死去的那个。他叫于鹏毅，他是柳红。见过叶前辈。见过叶前辈。我们能在高岭相遇便是有缘，不用太过于局促。今日让你们来呢，是想要让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前辈有事尽管吩咐，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好说好说。你们几人呢，修为都在炼气期是吧？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门功法，名为原始功，它是一条与当前修炼体系完全不同的修炼道路。我对这门功法非常看好，但由于没有人修炼过，所以具体结果是未知的。也就是说，我需要有人来充当这个试验品，你们考虑一下吧。如果愿意的话，我会亲自引导你们修炼之路。当然，如果不愿意也没事，你们仍旧可以留在叶家，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前辈，我这条命是您救的，但小人身份低微，不知该如何来报答您的恩情。现在前辈需要，自然不应犹豫，我愿意尝试您这门新的功法。大丈夫当言而有信，我当说过在所不惜，又岂能言行不一？前辈，我也愿意尝试。前辈，我也愿意尝试。可不要后悔啊。当然不会。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冯志，炼气8层，天赋中等。马芳，炼气6层，天赋低等。柳红，炼气6层，天赋低等。于鹏毅，
炼气7层，天赋中等。风致和马芳，你们2人需要散去所有的修为，重新开始修炼。柳红、于鹏毅，你们保持原本的修炼方式，和原始功同时修炼。我会把原始功的奥义传授于你们，你们先自行摸索修炼。放心，我会亲自盯着你们，放手去做，不用担心有什么生命危险。从零开始，不做解释，融合修炼，则是为了以后其他人转修而做打算。回去之后好好休息，总结一下修炼过程中的问题，不要自己贸然尝试，以免出现问题。我会尽快给你们安排一个近一点的位置。大哥，出事了！你让我派人去万宝阁进行交易，我让随虎去了，但交易完成之后，回来的路上一群人袭击了他们，从万宝阁带回来的物资全部消失不见，随虎重伤昏迷。随虎现在在哪儿？家里。他丹田破碎，全身经脉尽断。张子明大师已经过去看了，说是我们一定要找到凶手。先别急，我们去看看吧。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有办法把随虎救回来。至于凶手，既然敢伸出獠牙，那就做好覆灭的准备吧。谁干的？老子要跟他拼了！还用说吗？肯定是李家，我与他们不共戴天。先别急，我们还不能确定凶手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袭击四爷。哼，除了李家还能有谁？我只是想搞清楚，谁说我怂了？你都吵什么？随云和叶随风2人走了进来，把你们那股子莽劲儿都给我收着点，具体的事情由家主定夺。随后和叶随风走进内堂之中。大哥，家主，都干啥呢？一个个跟死了人一样。放心，我能把他救回来。大哥，张大哥刚才说一个6品丹师罢了，没啥太大能力。随豹被噎住了。6品丹师，那可是云霄城最厉害的丹师了。他伸出手指，探出神识，很快就看清了他现在的情况。惨，真的很惨。丹田破碎，全身筋脉尽碎，连筋骨都断成一节一节的。这明显是遇到了元婴期之上的存在啊！还有一口气也算是奇迹了。魂龟，顿时一股庞大的气息以指尖为中心轰然炸开，似乎有仙音弥漫，青白色的光芒不断闪烁，随后快速地没入叶随虎的眉心之中。这种手段简直是闻所未闻呐！当最后一道青烟进入叶随虎的眉心之后，他猛地睁开眼睛，口中呵的一声醒了过来。这是何等的伟力，叶随风又是何等的强大。你去外面告诉他们3弟已经没事了，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叶随风的实力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也是一个秘密，他不想这个秘密这么快就泄露出去。随虎，你还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大哥，是我不对，我应该听古阁主让他派人护送的。别说胡话，活着就好。4个元婴期，我们云霄城谁家能派出如此强大的力量？云霄城的顶尖战力就是金丹期，或许某个家族隐藏着1、2只老妖怪，可能突破到元婴期，但那种老妖怪都在闭关，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手的。会不会是万宝阁？万宝阁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势力。大哥，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还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吗？我们叶家谁都无惧，敢伸手那就剁了他的爪子。这件事情交给我吧，你们用最好的资源把随虎的身体好好调养一番，到时候我会帮他修复丹田，恢复实力的。大哥，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吗？不必担心，你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不管对方是什么阿猫阿狗，现在的他已经是一条死猫死狗了。叶随风挥了挥衣袖，消失在房间之中。那个三哥，大哥的变化是不是有些太大了？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大哥吗？总是沉默寡言，只有炼气期的大哥吗？变化再大，他也是我们大哥。这几个月家族中的变化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若是没有了他，所有的一切就都会回到以前的样子。所以以后这种类似的言论不要再让我听到。谁？叶家主，真是抱歉，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元霄城中出手，害了三爷。他们这么说来，你知道是谁干的了？不是非常确定，但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4名元婴期大修，或许只有他们才能出动如此强大的阵容。说说吧。叶家主，没有保护好三爷，这是我的责任。您放心，
我一定使出自己所有的手段，给您一个交代的。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叶家主，您有所不知，那宋双的背后是速成万宝阁的主使罗青，罗青手下有化神期的大能保驾护航，我没办法告诉您，只能是尽力的与他们周旋。你只是想保住这条交易渠道吧？真的抱歉，叶家主，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辩解什么，我只能用尽全力给您还有逝去的三爷一个交代的。说实话，这个女人很出色，她能凭借谋略，以一个毫无背景的身份与直属上司进行周旋，甚至还赢了他们。可惜她低估了绝对实力的威力。老三没死，这件事情不用你管了，我自己处理。不过绝对不能有下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危害到叶家的事情，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明白了吗？叶家主，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没啥特别意思，我们的协议继续。至于那个宋双，我亲自处理。叶家主，您三思呀！那宋双得了如此巨量的财富，肯定已经是回去找罗青了。罗青那边有大量元婴修士保护着，还有化神期的大能存在，您怎么处理他们呀？元婴化神蝼蚁罢了。也好，你随我一同去吧，免得以后遇见了什么事情又畏畏缩缩的不敢告诉我。舅舅，您放心，古万新那个小贱人的神念封印已经被我解了，即便他怀疑到我的头上，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你确定那叶家不是什么大家族，没什么太大能耐？当然了，在云霄城待了近3个月，里面的势力情况我早就打听清楚了。那里实力最强的修士，顶天了也就是几个元婴期，基本上都处于闭关状态。而叶家是云霄城3大家族中实力最弱的那个，说不定啊，连个元婴期都没有。而且他们的家主还是一个新上任的笨蛋，我们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有什么报复。可既然叶家如此弱小，为何会拥有如此的财富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走路捡到宝物发财的人也并非很少。根据我的判断，那叶家也是如此罢了。偶然间获得大量的财富，却不知道暂时隐忍，反而大肆挥霍。即便我没有出手，肯定也会有其他人将叶家当成目标的。舅舅，您说是吧？你这次干得不错，你放心，等风声过去，我会想办法恢复你副使的职位，只要不被那个什么叶家找到就行。那是自然，我是绝对不可能被叶家所找到的。找到你了？顾万新，你们这怎么可能？在虚空之中破开一道门户，那是何等的手段？多么强大的修士才能做到如此地步？他就是宋双，他怎么都想不到叶随风竟然强大到了这种程度。又只是轻轻挥了挥手，便循着一条不知道是什么的灰色轨迹，直接破开虚空，找到了宋双本人。你是谁？叶家家主叶随风，袭杀我族骨干，抢夺资源，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狗胆？你听我解释。我抬手一巴掌扇了过去，一股如天威般的力量从天而降。阁下，你有话好好说。你是什么人，也敢称我为阁下？说着，他向前迈出一步，一股恐怖的气机瞬间笼罩在罗青头顶。宋双啊，你到底招惹了什么存在？叶家主，他就是我们的主使大人，也就是宋双的舅舅。哦，你也有份儿？不，我和宋双之间没有。谁敢在万宝阁闹事？是我，你能奈我何呀？前辈，有话好说。先跪着吧。前辈，我没让你说话，就闭上嘴。跑得还远，暂时没用。伴随着惨叫，他们狠狠撞在地板上，与宋双他们一起仓皇跪地。顾万新顿时瞪大了眼睛，那2人正是当时袭杀叶随虎的人。奇了，你们贪欲熏心，公然袭击我族主要干事，导致他全身筋脉寸断，濒临死亡。我以叶家家主的身份判处你们死刑。前辈，
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完全不知情的，我也是后面才知道的。要是提前知道，我绝对会阻止他们，真的，请您放过我。叶随风没有说话，只是伸手一招，一枚圆润的戒指从罗青怀里缓缓飞了出来。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都在吗？他们抹除了我的精神烙印，叶家主都在这里了，看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呢。这世界每个人都有贪欲，我能理解，但你的错误就是惹上了我。鲜血顺着他的眼睛流了出来，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叶随风，你如此霸道行事，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你不会知道万宝阁背后到底隐藏着多么恐怖的力量，你跟你的家族绝对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所致。打了小的，老的要来了吗？我最喜欢这样的剧情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赶快去联系你的祖宗，或者你祖宗的祖宗，到时候我会跟他们好好谈谈心的。你会后悔的。你快叫吧。不用叫了，我已经来了。你是他的祖宗还是他祖宗的祖宗啊？叶家主，他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万宝阁的执事沈天明沈大人。沈大人，此人嚣张至极，上来就毁掉了我们万宝阁，而且还残忍地杀死了宋双他们，废掉了我的修为。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嘘，放心，我自会秉公处理的。咔嚓，罗青带着满脸的不可置信栽倒在地。一个废人是没有资格提这种无理的要求的。叶家主，您说是吧？关我屁事。沈天明看起来非常年轻，但他已经是化神期的修为，标准的天才。叶随风的目光瞟向远方的虚空中，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强大的存在正隐藏着身形，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若你是为罗青他们出头的，就快点上吧，或者你可以再叫一些人过来。叶家主误会了，我并不是来给谁出头的。万宝阁一向公正，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讲究一个礼字，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客人，绝对不会做出阴谋之事。而宋商嚣张跋扈，竟然敢把主意打到万宝阁的客人身上，也是犯了大忌，死不足惜。罗青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有包庇之罪，再加上他以前的那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已经被万宝阁所除名，所以我还得感谢叶家主替我们除掉了这几个祸害呢。既然这样，那你随意吧。您等下，如何？您的财富已经引起了万宝阁上层的关注。之前我听古阁主说，您需要更多更加珍贵的资源和宝物。是的。那好，我今天来呢，也是想跟您谈一谈您所期待的宝物范畴，具体都是哪些呀？或许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详细商量一番。我还是那句话，无论你们要出售多少资源，尽管拿过来就是，不用担心我支付不起零食。至于具体的事情，你跟古万新谈吧，我只要东西。说罢，叶随风甩手，直接一个转身。真是个有性格的人。古阁主，看来他把你当做他的代言者了。我很荣幸。既然这样，那以后你就一直待在云霄城吧，专门作为万宝阁与叶随风之间的联系人。我得提醒你一下，如果这样的话，按照万宝阁的规则，你就永远只能是一个分阁的阁主了。无妨，今天的事情也让我看清楚了一些东西，能留在云霄城，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福分吧。副使、主使，也或者是执事，又有什么用呢？对于叶随风和沈天明这样的人来说，还不是说杀就杀。好，我尊重你的想法，那就按照叶随风所说，我们等会儿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云霄城的资源分配吧。死去的几人就像是几条死掉的狗一样，被沈天明随意处理了。片刻，沈天明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修缮好的顶层房间中，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位矮小的老人。穆老，对于那个叶随风你怎么看？看不透，那人
看似平平无奇，但仔细探寻又深不可测，一言一行之间似乎与大道合为一体。我从未在其他长老身上看到过如此景象。少主，我建议坦然处之，暂时不要与他有所冲突。一个小小的云霄城竟然也能出现如此人物，怪不得那群老怪物会说此方世界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动。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变动会不会就是刚才那位啊？希望不是吧，我可不想成为风暴中心，成为那些博弈者手中悲惨的棋子。大哥，怎么样了？已经解决了，里面有些丹药，每10天给他服用1枚，100天之后他的身体自会康复。这瓶丹药是叶随风在回来的路上随手炼制出来的。我问你，20多岁的化神期在这个世界属于什么样的天才？啊？怎么可能存在那样的天才？这绝对不可能。好吧，我明白了。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想尽一切办法加快族中子弟的修炼进程，像什么修炼室啊、聚灵阵啊、淬体液呀，能整的全都给我整上，加大力度，明白了吗？叶皇，你越界了。我不管你天鸾殿叶皇有多大的名声，这片山脉是我李家的管辖范围。那又如何？如何？你手太长了，知道吗？私自进入其他家族的管理之地，耀武扬威，这就是你们叶家的作风吗？哼，我叶家的作风就是遇到看不惯的就要去管，你能奈我何？叶皇，你如此任性，就不怕引发2大家族之间的战火吗？是你傻还是我傻？家族之间这么容易就会开战吗？也对，也有这可能。比如今天我把你打死，或者你把我打死，才有一点开战的可能性。你是想试试看吗？叶皇，你别以为我怕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天鸾殿的名声也只是叶秦瑶打出来的罢了。现在叶秦瑶不在，叶小小也没在，就凭你一个练气期的家伙，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所以你就是欺软怕硬了。秦瑶和小小不在，你才敢挑战，真是可怜。我就让你看看叶家人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李晴儿顿时有点懵，这人咋回事？怎么说来就来？你到底想干嘛？没什么，看你不爽想揍你罢了。说完，他直接一拳轰出，竟是连退数步。怎么可能？化气境界，哼，也不过如此。叶皇再次欺身而上，连续出手，拳风呼啸，在空中留下一道道虚影。周围几人已经看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一个练气期的修士能把化气境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叶家什么时候又出了这么一个妖孽？我也不多说什么，把刚才从别人手里抢来的东西还回去，我就不找麻烦了。否则我很乐意与你们所有人一起过过招。叶皇，这是你逼我的。只见一条灰色的鞭子发出朦胧的光芒，以迅雷般的速度瞬间来到叶皇的面前。叶皇目光一凝，长剑悍然出鞘，在一声清脆的剑鸣声中与鞭子正面撞击在一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的毒晶级是玄级的灵气啊，为什么？拿出青蟒弹吧，我放你一条生路。哼，有本事你就参加今年的云霄城之战，到时候李奇哥哥一定会为我报仇的。说完，他没敢再留，快速离开这里。李家大公子李奇吗？我们会遇到的。醉梦楼雅间，我说是李家跟唐家邀请我们，怎么变成我们等待他们了？大哥，那2家的玩意儿一直都是这样，瞧不起咱呢。老五，你先别急啊，等他们来了再急也不迟。啊！这时房门终于开了，2个身影走在最前面，一胖一瘦，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婀娜多姿的妙龄女子。看看人家的牌面，再看看咱，一个满脸胡茬的粗大老爷们儿，高下立判呐！啊，真是罪过罪过，让叶老弟你久等了。你谁呀你？叶老弟，这会开玩笑啊。
大哥，他就是李家家主李流苏。哎，我大哥跟你说话呢。哼，五爷的性格还是一如既往的爽快呀。啊，唐家主，你莫怪，五爷呀，一直都是这个性子，爱冲动啊。你们今天请我过来，有什么事情？不急，我们先上菜吧。我跟你说呀，醉梦楼的饭菜那可是一绝呀。不必了，有什么事现在就说，我忙着呢，没那么多时间。叶随风是吧？叶家4代家主，你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一个。我没什么意思，你们有事情就赶紧说，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哼，那既然这样，那我就直说了啊。叶老弟啊，你们叶家最近在边境上的动作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活跃了呢？是的，很活跃。既然你不否认，那是不是要给我还有唐老兄一个交代呢？我叶家在边境活跃，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给你交代？当然有关系啊！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叶家人的手已经伸到李家跟唐家的地盘了吗？我知道啊。那你还说没关系？那又如何呀？叶随风，你是在拿我跟堂兄开涮吗？2大家族的怒火，恐怕你们还承受不起。我先问问你，我们叶家人在边境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跟我装傻呢？你们叶家借助本次高岭受潮，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招揽民间散修，导致我们2家的地盘一片混乱，都跑到你们那边去了。你是想做什么？招兵买马，挑战李唐2家？我再问你，我们用了什么手段？算了，让我告诉你吧。受潮刚刚发生，我们就派出大量的人力，帮助边境修士抵抗肆虐的妖兽。然后我们又投入大量资源，给那些在受潮中受伤的修士们提供免费治疗。接着我们给散修们支付了丰厚的报酬，大家一同齐心协力度过了这次凶猛的受潮。我问问你，这些所谓的手段，哪一个是违反了云霄协议的？我这人呢，最守规矩，所以既然我没有违反规则，为什么要给你交代？叶随风，你是真的坚持这种想法，那我们就没法继续往下谈了。难谈，那就别谈了。我们叶家做事就是这样，有本事就投入资源，让那些散修们自愿回去，没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们贷款。总之一句话，我是在按照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打破规则，用什么阴招险招，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行了，就这样，你们慢慢吃。罢了，叶家有几斤几两，我们基本上都清楚，翻不出什么风浪的。我就不相信叶家有多少零食能喂饱那群无底洞一般的散修。我知道，但他一直这么高，也太恶心人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看看那个叶随风，愣头青罢了。叶家让他当上家主，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不久后就是云霄城之战了，到时候叶家要么换个家主，要么就走到这里吧。可是云霄协议，协议是死的。对于强者来说，从来都没有打破协议一说，那只是在修改规则罢了。青蟒蛋给你，收好了，1颗蛋能卖到200灵石呢。我们留下3颗就够了。拿着吧，我不差这点儿。对了，你们是哪里人士？我们3人都是大曲镇的人。我看你们也有人受伤了，要不然先跟着我去梧桐镇吧，那里有人专门行医，价格很公道。可是我们是受李家管辖的，梧桐镇是叶家。什么李家叶家？从根本上来讲，我们都是云霄城的修士。你离得比较远，可能还不是很清楚。现在叶家与李家管辖地之间许多城镇都开始融合了，为了各自的目标努力拼搏着。梧桐镇几乎1半的修士都是来自于李家管辖地中的修士。走吧，去看看就知道啦。不错，霸气外露，有我的风范。大哥，小黄最近的风头可是不得了啊，天鸾殿的名头几乎已经完全盖过了叶龙了。小孩子小打小闹罢了。根据信件中的内容来看，
自己的女儿再也不是那个总是心事重重的女孩子了。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叶黄的心里一直都蛰伏着一只凤凰，只等待浴火重生。最近边境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由于家族的活跃和政策，吸引了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散修，有不少天赋出众者都有加入我们的想法，这正是他的目的之一。只有积累足够的人才，才能将家族真正发展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势力。大哥，我想提一句的是，由于我们最近太过活跃，大量修士蜂拥而至，其中就包括许多的李家和唐家管辖之地中的修士们，特别是李家，甚至有好几个小门派都整个搬到我们这边，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大量修士流失，李家跟唐家那边很可能会有想法的。来，我问你，家族目前的这种情况是你乐意见到的吗？当然了，年轻一辈朝气蓬勃，家族名声在外，我已经无数次做过这种梦了。那不就行了？就跟叶黄说的那句话一样，想做那就去做，只要不偏离正常的轨迹，就不用担心什么有的没的。李家、唐家既然生在云霄城，那他们的结局早已注定。若他们乖乖的，那就给他们一个柔和点的结果；若敢无端生事，我自然会让他们明白，现在的叶家早已非彼往昔。目光放长远一点，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吗？那个27岁的化神期天才吗？我们就先定一个小小的目标，让家族的这群小崽子们争取也能达到那个高度，而我们叶家也争取能成为可以培养出那种天才的大势力。明白了吗？有大哥引领叶家，一定能成为一个可以在史书上留下印记的超级家族。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花钱，然后调配好资源的分配，尽可能的给家族成员提供一个优渥的修炼环境。当然也不要落下你自己的修为，我希望你能在1年之内，你跟随虎他们都能突破金丹期，正式踏入元婴之境。我就是想打你，你能奈我何？这小妮子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至于李家跟唐家，希望你们能看清形势吧。对他来说，无论是李家或者唐家都太弱了，弱到连看都懒得看那种，跟他们争斗纯粹是浪费时间。大哥，你真的太威猛了。这两家的狗玩意儿，一个总是虚伪的要死，一个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着就来气。今儿啊，可真是爽了。老五，小场面，淡定。淡定不了啊！你不知道，我以前跟着老家主的时候，每次跟那两家见面都是一个气呀。老家主就是叶随风的父亲，名叫叶振光。就在年初的时候，他因是深入青谷高岭，却不幸命丧妖兽之口。大哥，对不起啊，我嘴太贱了。不必介怀。那件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有用的讯息太少了。根据现场残留的信息来看，老家主是意外遇到了一头血煞虎，所以他才……血煞虎6品上等妖兽，实力堪比元婴期之上的出窍期，金丹境界的叶振光自然不是一合之敌，而且这种等级的妖兽也不可能是李家或者唐家所为。唯一不同寻常的是，叶振光去的地方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出现血煞虎的。算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改天我亲自去一趟吧，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哥，你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你可不能出去。放心好了，血煞虎而已。对了，随虎现在卧病在床，家里那群小子们的修炼就靠你多盯着点了。哦，没问题的。我们打算建造一个淬体池，时间雕刻着聚灵阵的修炼境室，还有大量的实战傀儡训练身法的迷踪桩，万剑杀阵，还有炼心幻阵。乖乖，再这么下去，我感觉叶家都快变成圣地了。人家圣地可没有这么寒酸呢。先干着吧，再有1个多月，边境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可不能让他们闲着，给我狠狠的操练。那大哥放心，我可不会对他们手软的。叶家此举不可取啊，我不看好他们。哎呀，没错，一招晕旗，古往今来也没有见过这样挥霍灵石的。等他们财力跟不上的时候，那些前来投奔的修士怕是会瞬间就转变为敌人的。是啊，
叶家家主太年轻了，还是低估了人心的险恶。切，你们懂个屁！叶家的格局，岂是你们这群目光短浅之辈能够想象的？道友别尬吹，叶家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收获了响亮的名声，笼络了人心。即便不能全部收下，也可以从中挑选出一批天赋绝绝者。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的。嘿嘿，反正我很感谢叶家，我家是卖灵药的，上个月卖出的货物翻了近1倍呢。天鸾殿真龙阁。爹，他们就是你在大山中捡的孩子吗？听说你要收他们当做义子？啥？你这都听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啊。他们说你是圣人转世，宅心仁厚，所以才对外面的散修那么好，还以身作则，主动收了4个贫苦孤儿。你爹不是圣人，这个世界也容不了什么宅心仁厚。小黄，记住，你可以仁，但不能蠢；你可以杀戮，但不能迷失本心。但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实力上面的，明白了吗？爹，这个是什么？多灵混光阵，这是一种古阵，可以有效加快修炼的进程。那我能使用它吗？没那个必要，这阵法有缺陷，你稳扎稳打就行。啊，对了，这么长时间的历练，收获如何呀？我可听说你的名头响亮的很呢。没有啦，我只是不想剁了爹爹您的名声。女儿的所作所为，用拼命三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出来了，探出庞大的神魂之力，几人身体的所有奥秘一览无遗。冯志已经打通了9条主脉，肌肉凝实，散发着星辰般的光辉，隐藏着巨大的力量。马芳打通了8条主脉，气息悠长。柳红和于鹏毅则已经是把灵力完全转化，都打通了9条主脉。对比传统的修炼方式，原始功的效果更加全面，也更加霸道。无论是丹药、灵果、灵石，还是妖兽的内丹、妖兽血，甚至是煞气、魔气，都可以直接吸收，转换为可以利用的元力。看来2个月的闭关没有白费呀。叶皇，去跟他们过招。啊？他现在已经是化气境界，跟他们打岂不是爸爸打儿子？你先把修为限制在炼气境界。经历过3次炼体的叶皇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便限制在炼气期，也有越级战斗的实力。在4人的围攻之下，叶皇艰难对抗，竟然一直被压着打。10几招之后，一把长剑停留在叶皇的咽喉部位。小姐，失礼了。没事。年轻人就应该时不时的遭受点挫折，否则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好了，冯志，你们4人继续按照原始功修炼，尽快突破通脉境，进入丹佛境。还有，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跟着叶皇，作为他的护法，有没有问题？遵命。我也给你一个任务，同境界下击败他们4人，能做到吗？我一定会的。那群小子们简直变了个模样，以前提起老五就害怕的打哆嗦，现在呢，一个个嗷嗷叫着往前冲，甚至有几个家伙嘲笑老五的训练方式是给娘们用的，气得他吹胡子瞪眼，正在琢磨更加残酷的训练方法呢。沉淀一段时间吧，经历过长时间的厮杀，总会带点力气。已经准备好相应的措施了。修炼室那些东西怎么样了？基本上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聚灵阵、修炼境室、练功室、傀儡空间、练心阵，我都有点羡慕他们了。现在只剩下淬体池还没有开放，毕竟淬体液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还在商议使用的标准。还有，大哥，你真的准备用那瓶麒麟血了吗？当然用了，那只是普通的反血而已，难道留着当宝？寒碜死了。不过麒麟血只能使用在叶家嫡系身上，若有剩余就当作奖励，赏给对家族有重大贡献的人。我在这里给你们提个醒，家里越是富足，就要划分好各自阶层，切勿不能混乱。直系是家族的根本，必须优先保证他们的资源，资源代表着实力，实力代表着地位，直系的地位不能让人轻易挑衅。其次就是对家族有贡献的人要重点提拔，不能吝啬，奖罚分明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最后给旁系一点压力吧，现在不是有好多散修进入家族了，
多关注其中的可造之材，进入核心，刺激旁系的某些皮懒货色。我知道了，有些的人的确是该敲打了。最近云霄城里面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声音，有人说叶家已经掏空了自己的库房，很快就会现出原形；也有人说叶家实力不足，却高调行事，迟早是一个覆灭的下场。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之所以大肆招揽散修，是在谋划一个非常邪恶的计划。那些散修们都是用来献祭的。这些声音呢，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迅速蔓延到全城范围的，导致有很多本想加入叶家的修士。大哥，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查调查，或者出面澄清一下呀？不用调查，肯定是那2个家族搞出来的东西。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想出用舆论攻势来影响我们。你是说这是李家跟唐家故意污蔑我们的？不是他们，还有谁能这么无聊？不过正好，我们可以借风使力，筛选出真正想投靠我们的人，也是一件好事情。话说回来，再过1个月就是云霄城之战了。我估计他们2家做出如此下作的手段，也是想影响这次的战斗。云霄城之战是一场关系到3大家族资源和地盘分配的战斗。我们的人选定好没有？还在商议中。叶皇、叶龙、秦瑶3人大概率会出战，另外2人还在观察他们的表现。尽快吧，选好之后让他们来我这里，给他们开个小灶。叶家垫底的情况是时候改变一下了。大哥的手段他还是知道一些的。行了，你先去忙吧，安顿好那群叶家的新成员。菲姐，要不然我们找下黄仙子吧。算了，那是二老爷家的人，黄仙子也不大好办的，还是不要给他添麻烦的好。这时一个胖胖的身影从执法堂走出来。窦公子，都是我们不对，求您高抬贵手，饶了魏源吧。若是您看我们不顺眼，我们现在就滚出叶家，再也不踏进云霄城半步。窦公子，真的求您了。这时2人从执法堂中走出。你没事吧？当然没事了，我都说了，这件事本来就是我占理的。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以后要再敢冲动行事，你就一个人走吧。菲姐，我知道错了。我就是太惯着你了。年轻人嘛，有一颗赤子之心也是好的。赤子之心往往都是死亡的钥匙，他要是再这样，迟早丢掉性命的。还没问您是？我呀，就是这次审判魏源的执法者。非常感谢您的照顾，只不过那窦华身份非凡，听说跟家族2老爷有很深的关系，您一定要注意啊。我只是秉公办事，谈不上照顾。另外，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叶家2老爷。啊？一个选拔而已，你为什么这么拼命？父亲告诉我，这次参赛者大伯您会亲自指点，所以我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因为我不想被人叫一辈子院长。院长？爹，因为在这一次历练中，叶谦堂弟收下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孤儿，所以其他人就在背地里给他起一个孤儿院院长的外号。那就好好努力吧，名声都是自己赚来的。从今天开始，我会根据你们自身的情况分别进行特训。我只声明一点，无论你们见到什么都不要慌张，也不要多问，努力提升自己就行。啊？大伯，你不给我一点鼓励或者压力吗？比如说只许赢不许败什么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以前我爹训练我们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他要让我打败叶薇堂哥，让我姐打败叶龙哥哥。我不会说这些话，因为这次特训之后，面对李家跟唐家那些牛马，你们必胜。好了，那我们开始吧。叶皇跟我来，你们几人先等待片刻。没有人发现他们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距离地面的数万里之上。这就是一重天。爹，我就在这里修炼吗？当然不是，这才哪到哪儿。叶随风抬起头，微微抬手，2人继续上升。一路上他们经过了浩瀚的云海，茫茫的迷雾，最终他们到达了一片绚丽的七彩世界中。爹，这是哪儿？九重天，
也叫世界边缘。再向外就是无尽的混沌。古书上说，世界边缘无边无际，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无尽的毁灭和混乱。可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啊。眼前的绚丽可不一定像你看到的那般美丽。这是一把地级极品武器，由地心黑伞打造而成，号称无坚不摧，自身更是永不损毁。看着，叶随风把黑色的棍子丢进掌心空间，缓缓触碰到紫色天光。这是泯灭的力量。爹，我不会要用这种东西修炼吧？要，不过你放心，我会根据你的实力把它的力量削减至1/1。随着你的成长，它也会慢慢增强。爹很希望能看到你战胜他们，掌控他们的那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在安顿好叶黄之后，叶随风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三人依旧站在那里，等待着叶随风归来。不要太拘谨了，我们都是一家人，随意一点。我就说嘛，大伯很随和的。好了，叶随风扫视一圈，最后把目光定在了叶龙身上。叶龙，你根基不错，修炼之道你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不想过多的干扰你自己的路。说说吧，你想要什么样的训练方式？往大点说。喂，别犯傻了，快有功法呀！你那个玄级下品的枪法已经过时了。你现在修炼的枪法是玄级下品？哦，是的。那你不早说，我记得家族库房中有一本地级上品的枪术，你回头自己去拿，就说是我说的。你爹也真是的，明明知道这件事情，竟然没告诉你，迂腐不堪。多谢大伯。说完，叶龙就朝着门外走去。干嘛呢？你还没说你想要什么呢？那本功法不算吗？当然不算了，那又不是啥宝贝的东西。都说了，你往大了想。灵气也不算啊，改天我会给你弄一件厉害点的。你就仔细想想自己现在的修炼最缺少什么，你们也好好想。大伯，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名为《人杰传记》，那里面讲述了数千年来这片大陆上出现过诸多顶级天才，他们实力非凡，一出世便是震古烁今，让我心驰神往。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与他们生于同一个时代，与他们进行战斗会是什么样？我有没有可能战胜他们？儿时的梦想总是那么可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与他们的差距犹如天险鸿沟，拼命的追赶也望不到他们的背影，但我还是不想放弃，即便不能追及，我也要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我要战斗，不死不休。大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一种傀儡与我同级，但实力远超于我的傀儡。当我战胜他的时候，或许就能离那群千古人杰更进一步了。可以，我答应你。真的吗？大伯，真的存在这种傀儡吗？存在是存在的，只不过傀儡终究是死物，即便战胜了他，也不能保证能战胜同等实力的修士。那您说答应我？我是答应你了，不过不是给你找什么傀儡，而是帮你实现第一个愿望。行了，那就走吧。叶随风大手一挥，和叶龙一同消失不见。姐，大伯是开玩笑的对吧？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那种事情应该如何做到，或许等轮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了吧。又见面了，上次就看你有点奇怪，原来你只属于这个世界。不过也凑合，这个世界的天才足够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一边战斗一边修炼吧。那我的对手呢？在这里，那是一个浑身散发着冷意的年轻人。白衣枪神不飞雪。不飞雪，1000年前的天之骄子，一人一枪打败天下无敌手。曾经他冲霄一怒为红颜，单枪匹马杀入一个1000年宗门，一夜之间宗门上下血流飘落，彻底成为了历史。尔等何人？我为何会在此地？哼，没轮到你说话呢。你不是说想挑战他们吗？怎么刚见面就吓成这样了？听到这句话，叶龙愣了愣神儿。这才对嘛。身负天骄夏雨文，暗夜杀神
同灭，天下第一傅怀儒，天道之子金鳞，万古神话龙傲天。大伯真的把人杰传记中的天之骄子全部弄过来了。你先将就用着吧，在亘古擂台中，这些人的修为都是与你相同的，想与谁战斗，在心中默念就行。若你突破，他们的修为也会跟着相应提高。好好磨练自己的战艺吧，1个月后我来接你。这小子怎么有种受虐狂的感觉？这个时间长河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似乎缺少了一些生气。忽然，叶随风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机，随后消失不见。等再次出现的时候，一座巨大的黑色山峰矗立在眼前。这里怎么会有这种玩意儿？不对，你爷爷的，这他娘的是个脚趾！乖乖，这究竟是个啥玩意儿？跟世界差不多大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体到底是什么。神魂虚影再次猛长。老王八，看来这个世界中还有很多秘密等待探索呢。这样才有意思嘛，要不然时间久了就要无聊到只能飞升仙界去杀仙帝玩了。这老王八的确是有点不同寻常啊。你都这么强了，为什么还要自我封印呢？叶随风探出大手按住老龟的头顶，想用神魂探入他的躯体深处。紧接着数道强大的神识横跨虚空探了进来。你们是想打破规则吗？哼，最想打破规则的不应该是你吗？毕竟你们已经快输了。哼，想战就战，老子最烦玩什么破游戏了。不造，世界崩碎对谁都没有好处。各位，现在的问题是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动了他，或许是他吧。怪事啊，就在前不久，我进入命运之地，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片段忽然被隐藏在迷雾中了。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世界升起了一颗原本不属于它的新星。老子在睡觉呢，啥也不知道。又过了一段时间，几人仍旧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调转方向离开了虚无之地。一只受伤的老龟，5个心思各异的家伙，一个游戏还是一盘棋。恭喜各位参赛选手，有人开外挂来了。怎么样，想好你们想要什么了吗？好了，我想要好多的零食，一大堆的零食，我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没轮到你呢，青瑶先说。大伯，我也想好了，不怕您笑话，其实我并没有叶龙堂哥那样宏伟的梦想，即便在修炼上面，我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动力。若不是父亲严厉的要求，恐怕现在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我了。每个人的人生观都是不同的，你性格淡然，有此想法也不意外。人是一种情感丰富、多姿多彩的生物，若都一个模样，那和批量生产出来的工具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你说吧，你想要的是什么？大伯，我的这个想法可能有些虚无缥缈，如果您觉得不妥，我随时可以更换。先说。那好吧，我想要一个方向。青瑶，我问你，你自己觉得我能给你一个让你满意的方向吗？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只不过这可能会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愿意一试，若是再浑浑噩噩下去，恐怕我真的会让父亲失望了。那你跟我来吧。说完，叶随风带着叶秦瑶消失在庭院中。等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一处山峰的最顶端。大伯，这里难道是大妖埋骨之地？这倒霉孩子咋说话呢？这只是老子渡劫的地方。忘了我说的话吗？不要问。片刻之后，一道金色的光芒从门内降落，洒在叶随风的肩头。又见面了。他主动把仙门吸引出来，是为了它里面的一件东西——仙音。仙音浩瀚，它并非是一种音律，而是众生的呢喃之声。它不仅拥有升仙之气、造化之力，还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力量。抱歉了，我这次还是不太想上去。这都啥？
天上怎么会有门？门里怎么会有光啊？那么离谱的东西，大伯动动手指就把它给弄下来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来，就叫你红尘镜吧。这面镜子是以天阴为主材料，仙门为辅助材料，再用大道规则加以融合所制造出来的。你准备好了吗？进去之后，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了。叶秦瑶看着面前的镜子，认真的点了点头。那就好好历练吧，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不要忘了自己是谁。随后，叶秦瑶的身影缓缓消失不见。自己的路还是自己走吧。我好像有点过分呐，先是戏耍天劫，然后夺取99雷劫，之后调戏仙门，现在又把人直接砍了。人家好像跟我也没仇吧？算了，天这种东西啊，就是用来逆的，要不然总显得跟不上潮流。大不了等以后飞升仙界之后，我再补偿。完犊子了，我把自己的仙门砍了，老子以后怎么飞升仙界？花费了大量的功夫，总算是把家里的这5颗星星安顿好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5人以后的成就，至少是不会比人杰传记里面的那些天才差。至于最终能走多远，还是得看他们各自的造化。时间缓缓流逝，很快就到了云霄城之战的前10天，而叶家忽然迎来了一个熟悉的客人。叶家主真是越来越帅了啊！我就喜欢你这种朴实无华的奉承。来，坐吧。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总觉得每一次相见，您都要变得更加年轻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或者说您最近有什么喜事了呢？哪来的什么喜事啊？零食多的花不完，整天为这件事情发愁呢。叶家主，您说这句话可真就是在侮辱我的职业了。依旧是大量的修炼资源，而且品级比上次还要高。天级以上的物品足足有8件，功法、材料、圣药、灵气，五花八门的32万一枚下品灵石。储物袋拿来。哦，对了，叶家主，因为我们之间的每次交易数额都是大的吓人，所以万宝阁上层想让我问问您，看能不能用中品灵石或者是上品灵石来交易。当然，如果不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为了方便而已。如果用上品灵石交易的话，单体数量就要缩小1万倍呢，金丹期就能处理了。等我把下品灵石花完再说吧。那就太好了。啊，对了，问你个问题，我发现你们万宝阁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粹的商业组织吧？是的，万宝阁的第一条戒律就是永远保持中立，绝不能参与其他势力之间的斗争之中。我们只对灵石感兴趣。那我就好奇了，既然不参与争斗，你们要那么多灵石干嘛？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所赚的灵石最后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用呢？叶家主，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不过我们通过何种手段赚取灵石，不都是为了花吗？是的，钱怎么花，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要不然我回去帮您打听打听吧。我记得的确是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非常消耗灵石的。可以，那就拜托你了。荣幸至至。叶家主，其实我今天来除了交易，还给您带来一个消息。哦？不用，这是免费的。这是关于李家和唐家的消息。好，那你说吧。叶家主，10天之后就是云霄城2年一次的盛会云霄城之战了。3大家族的出战名单在前些天也全部公布出来。李家、唐家2家出战者，您肯定都知道吧？随云前几天带来的名单就在书房的桌子上放着呢，只不过他一直懒得看。可身为叶家家主，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显得有点太憨了些？看来叶家主已经是听闻了吧？李家大公子李琦修为暴涨，已经突破到化气8层，而唐家麒麟子唐少卿也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突破4层，现在已经是化气10层了。你想说什么？叶家主，其实他们的修为并不止外面传闻那样。
李家跟唐家这次突然发疯了一样，给自家的几名出战者身上投入大量的资源，那种程度几乎是不亚于培养一名金丹修士了。我有理由怀疑，他们这次要么是有这次云霄城之战意义非凡，要么就是完全针对你们叶家而来的。所以由于职务之便，那10人的底细已经被我大致的摸出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方才不是说万宝阁从不介入其他势力之间的争斗吗？看您说的，朋友之间哪有什么介入不介入的，您说是吧？做完这些，顾万新便心满意足地告辞离去。现在的叶家已经完全用不上这种传统的斗争方式了。李奇公子的确不凡呢，刚满18岁就已经是化气8层的强者了，放在我们黑岩城恐怕也是数1数2的存在啊。切，果真是穷乡僻壤出来的人。化气8层虽然也算出色，但若放在我们华叶城，可就远远轮不到他站在龙头了。啊，那唐家公子唐少卿17岁化气10层，在黄叶城怎样？我只说一句，在黄叶城中16岁突破筑基的人至少有5指之数。不是3大家族吗？为什么我只听说了李家和唐家的人，另外一个家族的俊杰呢？那是叶家，3大家族中最弱的一个。如果李家跟唐家都不能比拟黄叶城家族的话，那叶家就更不可能了。你放屁！我们黄仙子、姚仙子还有龙堂主都还在闭关呢，若是他们出来，肯定能把什么黄叶城打得满地找牙。哼，距离云霄城之战只有3天了，他们还没出关，莫非要等到盛会结束再出来吗？说得对，明天就是醉梦会了。若是叶家人还没来，我估计呀，他们这是准备放弃了。醉梦会是云霄城之战前年轻俊杰们的一场大型聚会，为的就是让3大家族的年轻人们提前相遇，给云霄城之战升升温。黄仙子他们一定会去的。黄仙子、姚仙子，看来这个叶家女性修士要更加出色一些呢。将来看看他们的成色吧，说不定啊，还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侍女人选。哼，算你们好运气。看来还是对紫色情有独钟啊。紫色是毁灭，不错，已经与毁灭之道建立联系了。看来以后得多多养养他的性子，免得他一怒之下把云霄城不小心给我崩了。毁灭之道太恐怖，它的威力基本上处于所有攻击手段的天花板之上。化气7层比想象中的慢了点，看来这个月的修炼，他把所有的重点基本上都放在毁灭之道之上面了。1个月的时间，叶皇从化气3层跳跃式的突破到化气7层。若是专心提升修为，恐怕叶皇现在已经是筑基了。够了，秒杀同级没问题。叶随风身形一闪，来到叶皇面前。叶皇睁开眼睛，眉心处的紫色花瓣渐渐隐去，只剩下一点点微不可察的痕迹。爹，时间到了。好吧，那这里的修炼就到此结束了吗？想什么呢？既然你喜欢，这里就是你专属的练功房了。这条花绳是钥匙，只要在心中默念，就能再次过来。谢谢爹。半年的历练还是让他长大了呀。他明白，想要真正的独立，就一定不能贪念父亲的温暖臂膀。小黄，你的未来注定不会平凡，大胆的向前走吧，我会一直看着你的。叶黄把头埋进叶随风的胸口。走吧，去闯出自己真正的精彩。我就说过，你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放弃吧。我早就说过，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继续来战吧。只不过一道光芒定住了他的身体。大伯，看来你收获不错呀。大伯，能不能再过一点时间，我马上就能成功了。别那么着急嘛，循序渐进就成。这是进入亘古擂台的钥匙，以后你想来修炼，随时都可以来。多谢大伯，那就走吧。前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是您用来培养传人的地方吧？您的手段简直通天彻地，让晚辈叹为观止。跳过废话，说正事儿。前辈，其实我只是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回去呢？你回不去了。前辈，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随意囚禁他人，你就不怕惹上什么因果吗？
哼，你还懂因果呢？当然，我曾经看过一本古籍，凡大气运者身上的因果牵扯极大，若是强行干扰，就是大能也不见得会有好下场。而且我想告诉你，我背后也是有人的。我不在乎你背后的人是谁，我不放你回去并不会沾染因果，如果我放你回去才会惹上他。既然你懂因果之道，应该明白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错，你已经死了，我只是截取了你的记忆修为，在这亘古擂台中重新塑造了另外一个你罢了。若你出了亘古擂台，才会出乱子，明白了吗？你背后的那个人已经放弃你了。前辈，你能帮我一个忙吗？若是可以的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的这位传人蜕变成为真正的天下人杰。说吧，我想尝一尝故乡的土，可以吗？我以为你的愿望会和水嫣儿有关呢。一个女人罢了，还不值得让我如此眷恋。可您曾经一怒之下为了她屠戮一个千古宗门呢。冲霄宗杀了我的女人，你指望我能饶过他们吗？可以，我答应你，这点事儿举手之劳。多谢前辈。怎么，偶像的形象崩塌让你有点接受不了吗？是有点意外，不过谈不上什么无法接受，我只在乎他的实力，只在乎我能不能打败他。其实像步飞雪这样的人，道心坚定，一生辉煌，如果能一直在你身边，对你以后的道路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大伯，您的意思是，不就是让死去的人再次复生吗？不就是幕后黑手吗？不就是因果大道吗？只要他想做，谁来都没用。大伯，如何？可有寻找到自己的方向？大伯，我可能还要再去那地方进修一番。是方向还不明确？不，在第一重时光，我就已经明白了自己未来的道路。我是想再进入第二重时光中。哦，大伯，我想进去，完成我的红尘曲。一把古琴虚影缓缓地在面前凝结而出，轻轻拨动琴弦，奇异的曲调顿时充满整片院落。忽然，一股强大的气势从叶琴瑶身上爆发，她的修为猛烈暴涨，瞬间突破化气6层。这种势头并没有停止，7层、8层、9层，直到化气12层的时候才慢慢停了下来，就此内敛。红尘境的作用很多，你回去之后好好琢磨。提醒你一下啊，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时候，不要轻易进入第3重时光之境，那里稍有不慎就会迷失在里面。放心吧，大伯，我心里有数。那就行，回去沉淀沉淀，好好准备3天之后的战斗吧。转身消失不见。梦虚界，也不知道叶小小这个小妮子在这里玩的怎么样。行了，别玩了。哼，很不错，看来你已经学会怎么玩了。哼，大骗子！行了，出去之后啊，我就给你1亿灵石零花钱。多少？1亿。大伯，你真帅。我是跟您闹着玩呢，那都是用糖做的。行了，云霄城之战马上就开始了，你争点气，我还有奖励。哼，小意思，我回去就把李家的库房给偷偷端了，看他们还拿什么战斗。还有那个唐家，那个讨厌的唐莹莹，要是见到他，我就把他裤子扒了，看他还怎么嚣张。还有叶黄化气7层，叶龙化气8层，叶琴瑶化气12层大圆满，叶小小化气7层。至此，叶家5名出战者正式出关，风雨即将到来。醉梦园，平日间醉梦园中所出入的人，无不是身份显赫、修为高强之辈。李家人来了，他就是李琦，还有李然、李明、李雪萍、李生哥，李家另外4名出战者都到齐了。天哪，这李琦气势也太足了，他肯定是得了什么造化。差远了。看，唐家人来了，是唐少卿。我们唐少卿可是化气10层的少年天才。切，马马虎虎吧。别误会，我只是过来打声招呼罢了。如果没猜错，你就是黄叶城聂家的小公主聂小一吧？你认识我？只是听说，半年前我有幸与你的姐姐聂芳菲有过一次际遇，
一直都在期盼有没有再次见面的机会。你想追我姐？不，我只是……别做梦了！你知道在黄叶城中有多少人排着队追她吗？其中更是有在18岁之前突破筑基的优秀天才。你算什么？我们只是朋友罢了。你回去之后啊，可以提醒他一下，他还欠我一顿酒呢。哎，叶家人呢？怎么还没来？来了有什么用啊？礼堂都不行，难道靠他们就能找回场子？就是，说不定之前传闻都是真的，叶家要放肆这次的云霄城之战了。来了，他们来了。可为什么只有2人啊？这可是醉梦会呀，各家族比拼影响力的环节，这叶家怎么就派了2个人过来呀？姚仙子呢？我今天就是为他而来的呀。本来还想靠叶家来找回场子呢，这下呀，全完了。还是秦瑶姐聪明，老早就躲开了这种场面。怎么有一种变成珍奇异兽被人围观的感觉？习惯就好了，我们这种人呢，会经常遇到类似情形的。秦瑶姐这一次的变化也太大了，就好像突然变成了大姐姐一样。小小也是，昨天见到她的时候吓了我一跳，简直跟个小妖怪似的。她不是打算偷你的剑？我也遇到了，她想把大伯刚送我的这柄长枪偷走，只不过被我抓住了。1个月的特训，大家的变化都非常大，就比如你，我是越来越看不透了。彼此。堂妹，你这……父亲送我的，他说我已经长大了。真羡慕你啊，看着杯中的茶水瞬间就不香了。父亲说我们都长大了。这是极品灵酒。对了，龙哥，这个醉梦会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就这样干坐着吗？当然不是，每次醉梦会其实就是彰显各个家族的影响力罢了。怎么彰显？每次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比财力，有的时候比宝物，有的时候是比追随者的能力，看他们怎么说呗。好无聊啊，听起来就像是小孩子的游戏一样。谁说不是呢？可大家就吃这一套啊，没办法，我们等着就行。这时一个年轻的修士忽然来到叶家众人的亭子前。你就是叶家的叶黄吧？请你过去一趟。敢问你家？这里是云霄城，想见我，让他亲自过来。你说什么？我说的不够清楚。好强。嘿嘿，哎，踢到铁板了吧？看他还怎么目中无人。我希望你明白，是黄叶城聂家小公主。我也希望你明白，这里是不是黄叶城，她的身份在我这里一文不值。希望你不要后悔。堂妹，我们这是不是有些嚣张了？黄叶城聂家，我听说过，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家族，我们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情就与他们结仇啊。堂哥，时代变了，家里最近的动作你还没有看明白吗？父亲的意愿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增强实力，扩张我们的势力，扩大我们的版图。这种情况下怎能容得了隐忍？可聂家……堂哥，你忘了父亲说过的话吗？我们叶家不再惧怕任何人，你不相信他吗？还是说你只想一生稳妥，不想快意恩仇？快意恩仇谁不想？可现实往往容不得任性，稍有不慎就会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坠入无尽的深渊。大伯不就是吗？他的强大简直是无法理解，强如不飞雪，也不过是大伯手中的工具罢了。我可能还不是很习惯那样的生活，多谢你点醒了我。不管那聂小一是谁，我们都没有理由惧怕的，否则就太让我父亲失望了。哼，真是个废物。那叶黄实在太嚣张了，我报上您的名号，他连理都不理。你是说我威望不足，害你被打了吗？不，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走吧，我都要看看一个小小的叶家会有多么嚣张。喂，姓叶的，你竟敢打伤本小姐的下人，该当何罪？当面嫁祸他人，这也太过分了，有背景了不起啊？太气人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看看，这才是大家族子弟嚣张的方法啊！哼，他是你的下人？没错，
你就说怎么办吧。既然你承认了，那好，你的人狂妄自大，出言不逊，一言一行恶心至极，恶心到让在场的所有云霄城修士连饭都吃不下了。所以既然他是你的人，你就代他做出赔偿吧，10万灵石当做精神损失费，否则你今天走不了了。叶皇负手而立，这一招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当面诬陷我，那我就当面敲诈你，我就狂，你能奈我何呀？叶皇，你竟敢诬陷我啊！什么诬陷？我想在场的各位都可以证明啊，你这下人口出狂言，目中无人，肆意侮辱我云霄城的修士，你们说说是不是这样的？对，没错，简直太恶心了。是的，我们都可以作证的。狂妄之辈，竟敢在我云霄城天骄面前放肆，哼，死不足惜。你看看，这就是民怨。所以呀，没有10万枚灵石，你真的走不了了。叶皇，你认真的？你说呢？你若敢动我，我必让你叶家从此在人间除名。哼，那就试试吧。吴长老，你快来啊！何人敢伤害我家小姐？然而刚刚闪出视野，又缓缓落了下来。孩子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来处理吧。前辈，那是醉梦楼的4大花魁，他们同时现我，平时可是见不到的，好好欣赏欣赏吧。前辈，我必须得过去，我是他的护道者。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那人背后的存在，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又深不可测，有时候还脾气暴躁，你去了就是死，所以你还是乖乖的跟着我在这儿看跳舞吧。另一边，你欺负我！我不欺负你，拿出10万灵石就放你走。我只有这些零花钱。好啦，既然已经赔偿了精神损失费，我也不为难你了，走吧。聂小一低着头从地上爬了起来。太解气了！快滚回黄叶城吧，云霄城不是你们可以耀武扬威的。这就是叶家的天骄吗？果真不凡。这10万灵石也是属于你们的，所以今天全场的消费都记在我叶皇的名下。看来这次醉梦会要提前结束了。怎么说？我不是说了吗？醉梦会比拼的就是家族的影响力，现在胜负已分。不得不说，你刚才的处理实在是太霸气了。堂哥谬赞了，我也是仗着父亲而已。说到底，其实与那聂小一也没有什么两样。非也，这就是你们的不同。怎么样，我说的吧，他们跳舞很不错的。无趣的家伙。行了，你可以离开了。逃也似的奔出了醉梦楼，向着聂小一的位置腾空飞去。有他在，没人能伤害自己的女儿。你整天不见踪影，就是在搞这种事情？是啊，多有意思啊！你可以试试。不会，我们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一致对外了。这个堂妹现在简直邪乎的吓人呐！主要是她的一身本事实在是太神出鬼没了，也不知道大伯都教了她些什么玩意儿。非要这样吗？大哥，这可是盛会，大家都看着呢，你就忍耐忍耐吧。好吧。跟往年一样，叶家总是第一个到来啊。哼，叶家实力最弱，等待另外2大家族也是应该的，要不然让人家心里不舒服了，肯定会被打得很惨。住口！你说谁弱？你再说一遍。看，那就是叶家的新家主叶随风。哇，他好帅啊！这就是叶家家主吗？也太年轻了吧！我宣布，我云霄城祁同镇黑土沟狗娃子村第一帅的名称要拱手让人了。果然，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啊！你别说，那叶随风看起来还真有模有样的，气度不凡。还是多注意一下他们的天才吧，或许能吸收1、2个进入我们的学院。我看难，这地方太小了，出现真正天才的几率微乎其微。可别看走了眼，
到时候带回去惹人嘲笑。放心，有张东学长在呢，一定不会看走眼的。那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于叶家的出战者叶黄。叶仙子，我爱你！仙子，看我看我，我们在醉梦会见过的，加油啊，碾碎他们！哼，叶老弟啊，你这女儿威势很足嘛。是啊是啊，我很欣慰啊。哼，过刚易折呀。是啊是啊，但我不在乎啊。文叔，她就是叶黄，的确不凡。是啊，她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女子。呵呵，蜜蜂啊，你这小子终于是开窍了呀。可她真的太优秀了，文叔，我配不上她。怕什么？你好歹也是黑石城城主的儿子，而且仅仅修炼3年就已经化气8层了。论天赋，你也不差叶黄的。行了，这场盛会结束啊，我会去找叶家家主谈一谈的。那么接下来就由上次排名第2的李家来决定谁来迎战叶黄。不必了，我选择挑战李家李琦。啊，你确定吗？根据规则，若是主动挑战，无论成败，也必须进行下一场的战斗。无所谓，我今天就是要向你们证明一下叶家已绝非往昔。啊，那好吧，让我们来欢迎李家天骄李琦。李琦哥哥加油，打死这个嚣张的家伙！那么战斗开始。哇，那李琦竟然还隐藏了修为啊！这下糟了，黄仙子要吃亏了，得罪了。这是谭影部玄级中品身法，李琦竟然一上来就动用了这么强的手段。哼，花里胡哨，还没完呢。这种场景让叶黄想起了在9重天修炼的时候，紫色天光看似柔和，但每一寸都是由无数条细小的神龙组成。然而叶黄掌心中出现了一道薄薄的光雾，挡住了所有的火焰，稳如泰山。这个家伙怎么可以这么强？看来你还没有完全掌握这把剑啊。叶黄，你不要太得意了。那你就加把劲。这可是你说的。万重剑鳞，又是一门玄级上品的剑法。谭影部加上万重剑鳞，能幻化出数十万道剑光交织在一起。他明显是有备而来啊！我无法想象叶黄该怎么抵挡这一招。太弱了，父亲说的没错，你们真的是太弱了。算了，还是快点结束吧。横斩而出，霎时间充斥着擂台的数万道剑光同时消失不见。李琦哥哥，吉儿，黄仙子威武！你们看呐，这就是我们叶家的天骄，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呀！叶随风，你的女儿下手可真狠呐！哪有，她都没死，只是断了180条骨头罢了。你没成长起来的天才，也只是天才而已。我劝你还是让她收敛收敛比较好，免得哪天惹了祸患。叶黄实在是深不可测呀，不知道自家的子弟还能不能再次傲视群雄。叶黄，你还要再次挑战吗？当然，我挑战唐少。算了，让他们自己挑人上来吧。唐家派出了最弱的唐无华，化气6层。战斗开始。希望你能手下留情。刚刚说完，一只脚就踹在他的胸口，唐无华直接起飞，掉出擂台，秒杀。叶黄与唐无华，叶皇胜。让我们欢迎叶家的第2位出战者叶龙。是大伯让你这么做的？他说让你们也玩玩。那就好好玩玩吧。一股强大的战意从叶龙身上猛然爆发。我挑战唐家唐少卿。万众瞩目之下，唐少卿来到擂台之上。久仰大名，彼此彼此。叶龙持枪大开大合，威势十足。但唐少卿也不负盛名，其修为更是达到了化气12层。两人手段频出，险象环生，竟是打了个难舍难分。观众们直呼痛快，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看到的战斗。最终在叶龙狂暴的攻击之下，唐少卿一个不留神被狠狠击中。我认输。叶龙与唐少卿，叶龙胜。唐兄，少卿也败了。李流苏的眼中闪出一抹狠色。
唐正则是轻轻点头。阴谋嘛，你谋任你谋。很快就到了第4场战斗，叶家的出战者是叶谦。叶谦哥，加油啊！叶师，我们都看好你。随后叶谦报出自己的挑战者，结果他竟然选择了李生哥。给我狠狠地教训他！哼，看我的吧。又见面了，手下败将。我说过我会亲手将你绳之以法。他们俩有旧仇吗？是的。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太狠了。哼，我之前就听说这个李生哥经常外出掳掠年轻女子，肆意蹂躏，没想到竟然是真的，简直就是个人渣。今天我就要为你所残害过的人讨回公道。自不量力，随手挥出扇子，化气10层的修为轰然爆发，叶谦的身体直接被打飞10几米远。以前的你在我面前是废物，现在也是一样。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叶谦竟然挥动毛笔在空中开始写字，一竖一竖折再一竖，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山字。一股宏大的威势从天而降，真的出现了一座庞大的黑色山峰，携带着万钧之势对着他的头顶压下。你怎么会？看见没，这就是你伤害过的那些人，他们始终都在你头顶凝视着你。不可能，都是假的，你吓不到我。哎呀，这李生哥是怎么了？不知道啊，他忽然就跪在叶谦面前，然后又胡乱攻击，与空气斗智斗勇，跟个傻子一样。他明白了，刚才应该是叶谦搞出来的幻境。然而此时叶谦已经写出了第2个字海。还来这套？我不过是幻境而已，你就这点手段？他的周围已经变成了一片大海，而这片大海是红色的。你说过鲜血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乐在其中，那么就好好享受享受吧。幻觉而已，都是幻觉而已，等我出去我一定杀了你。可是窒息感越来越强烈，惊慌、愤怒、难受、后悔、恐惧，重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最终他即将失去了意识。你说过你折磨别人只是想知道绝望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知道了吗？我曾立誓要教你绳之于法，我想如果让你死在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上面，或许是最好的方式。狐仙，够了！叶随风，真的够了！这小子竟然从山海屠戮中参悟出了杀之道，这不太符合他的理念呢。没事，这应该只是他的执念罢了。叶随风，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听着呢，听着呢。叶谦，行了，别再折磨他了，杀了算了。谢谢，你的仇终于是报了。叶谦斩杀李生哥是斩了自己的心魔，掰断毛笔则是斩掉过去，回归本心。这个小子上台前就已经想好了，真是的，自己还担心他是不是入魔了呢。还好叶随风，你太过分了！战斗哪有不死人的？叶谦只是没收住手而已。你好歹也是一家之主，我们云霄城的3个牌面之一，别乱了方寸才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今天的举动而后悔。强者才隐忍，有种过来跟老子干呢！我保证只用渡劫期的实力。让我们来欢迎叶小小。随着热烈的掌声，一个身影跳上擂台。哎呀，这就是一个小孩子嘛。哼，叶家前4的人还没给你上一课吗？他们出战者怎么可能会弱？哼，姑姐姐，你今天好美呀，又白又圆的。多谢夸奖，盛会服装罢了。你想按照普通的规则来，还是挑战其他人呢？哼，当然也是挑战了。就你了，唐莹莹。哼，你怎么换衣服了？你怎么？我想起来了，上次在醉梦会的事情，就是你干的。是啊，你想怎么谢我呢？我杀了你！我在这儿呢。
我！文叔，这又是什么手段？我再确认。文叔，你不是跟我说自己金丹之下无所不知吗？臭小子，人间不拆吧？叶潇潇，你太过分了！好吧，不逗你了，别生气嘛。做个美梦吧。唐莹莹眼睛一翻，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小仙子，还请手下留情，我替他认输了。哼，嘴巴还挺甜，那算了。我这是怎么了？没事，我们输了，走吧。记住，别抬头。最后就剩下李家的李然了。这还没等开始呢，他就慌忙地选择了认输。至此，云霄城之战以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早早结束，叶家实战全胜。两位家主啊，我们来谈谈接下来的资源分配吧。叶随风，本次云霄城之战实在是有些荒谬，我认为三大家族之间的协议该改变了。用几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就来决定家族未来2年的发展，实在是太过于愚蠢了。所以我认为从今天开始应该取消这个规定。腾兄，你觉得呢？是有点儿戏。我们三大家族掌管云霄城方圆万里，责任重大，所以最好能考虑每个家族的综合实力来划分比重。我也同意你们的想法。你确定？没错，算你识相。好，那我们现在先立个草案吧。若论实力，毫无疑问，唐老兄是最强的，其次是我们李家，最后是你们叶家。所以，等等，这个所谓的综合实力，你是用你脸上的赘肉考虑的吗？叶家怎么就排到最后了？怎么，你有疑问？很有疑问啊。哼，叶随风，不要以为你踩了狗屎运得到了一些财富，就能在云霄城为所欲为了。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为上，规则永远都是强者制定的。说完，他大手一挥，3个面容枯槁的老者出现在最高台上，将叶随风团团包围住。所有人听着，除了3大家族以外的人马上离开腾云斗场，我们要商议一些内部的事情。糟了，他们是在针对叶家。文叔，你快想想办法呀！最高台上出现的3人，个个气势磅礴，其修为明显在金丹期之上，他只是金丹后期而已，哪能想到什么办法呀？花仙子，小心！叶家主，希望您好运吧。叶家看起来要糟啊。张东学长，想想办法吧。叶家那几人可能都有进入我们学院的资格呢。天赋学院不能介入外界的争斗。叶随风，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把叶家排在最后了吧？这些人也只是我们2家1/3都不到的实力，你们叶家呢，存在的时间还不到100年，没有半点底蕴，拿什么来跟我们斗？你们有什么？我们有我呀。你一个半年前还是人尽皆知的废物，一个走了狗屎运的暴发户罢了。我很庆幸你不懂低调，不懂隐忍，发财之后只知道无尽的挥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老天爷并不想把这些财富让你独自拥有。叶随风，云霄城的局势一直非常稳定，大家都在和睦发展，但你最近的动作已经打破了持续100年的和平局势。我不怪你，真的，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但你错就错在拥有了自己无法掌控的财富，那些东西使人膨胀，使人疯狂，让你忘记了在这个世界，财富只是附庸，只有强大才是唯一呀。说到底，你俩其实就是看上我的那一点点零食了呗，直说呗，看把你俩难受的，还谋这个谋那个，累不累呀？你们说的可都太对了。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明白，每个世界其实都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微虫。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世界，但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不同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强弱。最好的情况还是强者制定规矩，弱者遵守规矩，这样强弱才能共存。你们真的说得很对。这么说，你是同意我们的决定了？是的，云霄城确实应该迎来新的规矩和格局了。那这件事情你准备如何处理啊？
我是这么打算的，2个选择。第一，你们放弃云霄城所有的权利、财富、店铺、资源，然后带着你们的人远远地离开云霄城的管辖范围，永远都不要再回来。念在大家共存100年的情分，我会友情赠送你们每人1亿下品灵石作为路费。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就全部毁灭吧。叶随风，你真是在找死啊！我们现在有3位，够了。砰的一下，李流苏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庞大的压力，压垮了他的双臂，压弯了他的双腿，重重地跪在地上。你已经说的够多了，老祖，快杀了他！庶子找死！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冲天的烟尘在斗场中腾空而起。动手了！叶家家主还是年轻了呀，本不该这么高调的呀！他妈的，若是黄仙子他们出了事，我誓与李唐2家不死不休。一定没错，是元婴期的大能出手了。叶家家主威也。李流苏已经趴倒在地，满脸的血，奄奄一息。刚才出手的3名元婴期修士分别散落在看台边缘，四肢断裂。是你们自己说的，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如果今天我躺在地上，想想看，你会放过我吗？其实你早就想把我碎尸万段了吧？你想做什么？你想看看吗？不，是我错了，我错了呀！再见，随云、叶黄，在。你们亲自带领叶家族人稳定云霄城局势，全面接管李家，还有唐家的所有产业。从现在开始，云霄城只姓叶。我们真的不在斗场外等着吗？那可是叶家，我们最大的客人呢。不用等，结果是注定的。云霄城可能会乱，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希望叶家没事吧。我真的好仰慕黄仙子，还有那个吹泡泡的叶小小，我也很喜欢。真的不希望他们出事。安了，他们不会有事的。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把家里那个小侄女……哎，是黄仙子。他们都没事，太好了。叶家家主应该也无恙吧？废话，竟然会是这种结果，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小子，你心仪的这位女神呢，恐怕不会容易喽。走吧，胜负已分。哎，学长，谁赢了？一定是叶家人赢了吧？回去准备准备，明日拜访叶家。叶家主，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听信烈流苏的鬼话，我不该被裁缝蒙蔽双眼，我不该与您为敌，您饶了我吧，饶了唐家的子弟吧。今天来到这里，想要对付叶家子弟的人必须死，只不过剩下的唐家人、唐家血脉将永远不能修炼。我给你盏茶的时间考虑。不能修炼？叶家主，少卿他们并不知道今天的计划。你有10个名额，自己决定。多谢前辈成全。决定了。爹，家主，少卿，回去吧，将一切都抛下，带领族人从此离开云霄城，永远都不要回来。爹，滚！双膝跪地，对着高台重重地扣下3个响头。少卿哥，回去。多谢了。至此，李家和唐家彻底在云霄城除名。叶随风微微一叹，长身而上，飞向天空之中。叶随风忽然伸手并指为剑，在天空之中写下一个巨大的叶字。一道白色光束从子中心直射而下，照耀在云霄城正中心。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叶家新的开始。老祖，快救我！求求您救救家族啊！老祖，你们快醒来呀！一道宽阔的缝隙，一股死气从中飘散而出。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年轻人脸上已经完全变成了绝望。原来这就是你们李家的底蕴所在，怪不得叫底蕴。这个地方距离地面至少有几10丈了吧？哎，你不是李家血脉吧？为什么要喊他们老祖？我的姑姑
是李家三老爷的正房，放过我吧。用爆裂符全部炸掉吧。我们叶家不需要这种埋藏地下的底蕴。我从来没想过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李家覆灭的一天。叶龙堂哥和鲍叔他们去唐家那边了，我们要不要赶过去啊？不用。云霄城的街道上已经混乱了，李家突然灭亡，唐家也瞬间大乱，正在四散奔逃。城内原本属于2大家族的店铺也全部关门，收拾行装准备逃离。杜大师啊，是小琴呐。真没想到你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我也没想到你会投身到我们敌人的怀抱里。我本来就不是你们叶家的人，我只是你们聘请的客卿罢了。有人给出更好的待遇，我离开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那不是你把叶家人的信息出卖给李家的理由。不管怎么说，你曾经也是我的丹术老师，我不想与你动手。留下所有的东西，离开云霄城吧。从今天开始，你我再无半点恩情。小琴，你是我教过的最为聪慧的学生。临走之前，我再教你一件事，永远不要低估人心的险恶。屈指为爪，抓向了叶清瑶的脖子。忽然，一道光束照在他脸上，定住了他的动作。我从来都没有低估过，抱歉了，杜大师。被红尘镜照射的杜海生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尸体，倒在地上。叶家没有人追上来吧？没有，看来他们是放过我们了。但是我们现在身无分文呢。少卿哥，我们该怎么办？离开。怎么有种未来科技的感觉呀？大哥，怎么样了？基本上稳定了。刚开始的时候啊，的确很混乱。李家跟唐家的许多店铺忽然无人看管，许多人都借此机会行偷抢之事。不过在我们的介入之下，大部分事件已经平息了。还多亏了那群小子，几个月前呢带回了大量的修士，要不然想要接管整座云霄城啊，还真不容易呢。现在的云霄城啊，就只剩下我们叶家存在了，大量的修士都争着抢着要加入我们家族呢。许多人呢，已经在私下里把云霄城叫做叶城了。我还是那句话啊，把阶级层分清了。现在加入的人要与之前那批人区别对待，少给我弄什么一视同仁的臭招。对了，大哥，李家和唐家那边已经搜刮完了，他们原本的建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别是李家炸掉了地下空间，几乎垮了大半，那些该怎么处理啊？都推平了，重建。大哥，那里还有许多完好无损的建筑呢。我知道，我就是看他们不顺眼。还有，把他们推平之后，以现在的叶家为中心，在这里建造一片新的宅院。现在家里人多，有点挤了。大哥，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家里的人还没多到那种地步吧？以后啊，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我听说弟妹最近有喜了。那啥，最近家族蓬勃发展，心里比较高兴。人丁兴旺是好事儿，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多抽出来一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生命的起源，懂吗？懂的。在这里修建4条大路，辐射出去，然后找个设计水准高的人，把城里面的建筑给我好好布置一番。我的要求干净、整洁、方便、四通八达，清楚了吗？大哥，你这是要把整座城池全部推倒重来一遍吗？有何不可吗？这乱七八糟的样子看得我心烦，都给我重新设计。随云呐，你看这个墙，它大却不圆，也推倒重建吧，一定要给我整个标准的圆出来。好，我下去就安排。不就是个圆形的城墙吗？咱云霄城就要做大陆上最特殊的那个。行了，先这样。对了，城里面其他几大势力最近怎么样了？不做过多解释。万宝阁这2天有什么动作吗？没动作。自从云霄城之战之后，万宝阁就一直很安静，阁内人员几乎都不出门了，非常谨慎。古万心这个女人很聪明，若自己不发话，她绝对不可能私自去做些什么。让古万心明天来找我吧。那醉梦楼和香云院呢？香云院也挺安分的，只不过醉梦楼的老板似乎有点按耐不住了。底下人汇报，
他已经在购买附近的地皮了，估计是想扩大规模。明天把他们都叫来吧，谈谈人生。之前和叶家主闹了点不愉快，我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证明自己。这是哪个天才爷爷设计的图纸呀？你把自己家族放在城池最中心没有问题，但你整个4条直通家族的大路是怎么回事啊？不怕太过于显眼吗？天老爷呀，您要是打造大陆最奇葩的一座城墙吗？思来想去，他找到了同样为6品的炼器大师胡创。设计这城池的人似乎并没有考虑家族的安危啊。那我们只能从地下开始入手了。而导致他们头疼的始作俑者，此时正在会客厅内堂中慢悠悠地品着茶。大哥，他们都来了，那就一个一个来吧。古阁主别来无恙啊，你可是醉梦楼的常客呀，我记得你与叶家主也曾一同去过吧？是有这等事。那这么说来，你与叶家主的关系可不一般呐。那你知道叶家主今天请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冯老板，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在云霄城啊？嘿嘿，古阁主真是厉害啊，这都能看出来。没错，半年前呢，我的确回了一趟南方的临江城，最近才回来。真没想到云霄城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没错了，如果你最近一直在的话，就不会说出请这个字了。古阁主，这是何意啊？花伯伯，作为老友，我得善意的提醒你一下啊，我可听说叶家家主胸怀圣心，仁慈济世，见不得某些烟赞之事。等会儿啊，你可得注意点言辞啊。花婆婆，请与我来。嘿，她呀，肯定要遭殃。花婆婆遭不遭，她不知道，但你要是等会儿还这么跳，一定会遭。云霄城的香云院是你一手建立的是吧？是。掳掠良家女，再经过培养，给那些身家富足者当作玩物，也是你亲手而为吧？叶家主，老身……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是，我做过这样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让我发现类似的事情，明白了吗？就这？我明白了。其实啊，自从云香院发展起来，已经不再做这种。听明白就行。花婆婆站起身来，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以为你会铲除香云院呢。铲除干什么？这种地方自有其存在的原因，毁掉一个，立刻就会出现另一个，不如找个听话点的，方便控制。让冯鹤进来。这家伙好像挺膨胀的呀。早就听说叶家家主气宇轩昂，今日一见，果真不凡呐，真是年轻有为啊。你可真是个自来熟啊。冯老板，我听说这2天呢，你在收购醉梦楼附近的地皮。嘿嘿，看来还是瞒不过叶老弟你呀。叶家威武，1天的功夫就消灭了另外2大家族，实在是让人佩服啊。如此大事让我闻到了巨大的商机啊，所以才动作起来。叶家主啊，这个商机会让我们一起赚大钱的哟。打住吧，我对你所谓的商机不感兴趣。叶家主啊，那可是大量的灵石啊，只要我们联合起来，根据我的估计，其中的利益每年至少在100亿级别啊。别跟我说你对灵石不感兴趣，我对灵石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有兴趣。今天叫你来呢，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云霄城准备重建，你的醉梦园挡住了大陆的施工，需要拆除。叶家主啊，这不太好吧？醉梦楼刚来云霄城的时候，我们就约定好了，无论如何互不干扰的。你跟谁约定的？3大家族的唐家。现在云霄城的主人是叶家，你想在云霄城做生意，就要遵循叶家的安排，要么开个价把醉梦园卖给我们，要么就给我卷铺盖走人。我只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叶随风，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我的上头是临江城，是1颗金丹，再加上1枚灵石，购买你醉梦楼的全部资产，够不够？够的话就签订协议，然后把他们带走。我签。叶随风以1枚下品灵石的价格
买下了醉梦楼所有财产。之后，冯鹤终于是回收了自己的金丹。片刻之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门口出现。叶家主，希望你能正常一点，我今天烦够了。很少见到您这番模样呢，是因为冯鹤？快别提那个沙雕了，说说你吧，最近把自己关在万宝阁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干什么呢？当然是在等待叶家主的吩咐了。你是万宝阁的人，不是我叶家的人，可无需听从我的指令啊。叶家主，您要是不收留我的话，恐怕要不了多久，您就永远都见不到我了。为什么？记得上次您让我调查万宝阁灵石的去向吗？有线索了？是的，万宝阁每一笔交易都是有迹可循的。我贿赂了某些人之后，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每一年，我们各地分阁所收的灵石都会在某个时间段内忽然消失大半，之后在材料清单上面就多出来一种叫做天阵石的东西。我本想搞清楚这其中到底隐藏着哪些玄机，于是寻到机会搭上了负责管理天阵石的一个主使，但我没想到居然发现了这样的秘密。阵盘上空悬浮着三样东西，最左边是一尊三足双耳的小鼎，小鼎外围无数细密的阵法图案，纵横交错，相互交织在一起，看一眼就让人头皮发麻。中间处是一座9层的宝塔，宝塔通体透明，晶莹剔透，数朵祥云萦绕在它周围，煞是神秘。而最右边是一颗发光的石头，看起来似乎有点眼熟。这就是天阵石？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万宝阁赚那么多的灵石，竟然都是为了这块小小的天降石罢了。没错，这块天阵石就是用无数纯粹的灵石融合产生的，而融合一枚天阵石需要至少10亿枚上品灵石。忽然他眉头一跳，另外一颗发光的石头出现在他的手上。叶家主，您竟然也有如此珍贵的天地之宝？原来人们把这玩意儿叫天阵石。他看了看他钱包中的余额，36500万亿枚。格局小了呀，钱太多花不完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万宝阁是怎么转化天阵石的？又是为什么把灵石转化成天阵石？天阵石有什么作用？其实一开始我也有这个疑惑，这等机密在万宝阁中是保密等级极高的存在，我本以为需要花费大量的功夫才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没想到，也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不幸，灵石转化为天阵石的方法，还有天阵石的作用，竟然全部都在这盒子里面。所以叶家主，若是您不收留我的话，万宝阁那边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原来如此。这座小鼎的名字叫做灵力熔炉，只有一个作用，就是灵石的转换。难怪灵晶被叫做天阵石啊。先试试吧。叶随风大手一挥，在古万新惊恐的目光中，1万枚天阵石跟不要钱似的漂浮在两人面前。随后叶随风法诀连连变换，不断地打出一道又一道的阵法，烙印在天阵石的内壁之上。成！随着叶随风的一声令下，一个跟人头差不多大小的3足2耳的青色小鼎缓缓落在桌子上面。好了，我们来试试吧。盏茶的功夫，阵法的光芒逐渐散去，发现小鼎里的下品灵石已经全部变换成中品灵石了，细数之下正是1000亿枚。有意思。一股玄奥的气息抵挡出来，伸手一招，一颗崭新出炉的天阵石出现在他的掌心。还不错，这玩意儿数字太大，看着烦人的很。大哥，把你的烦恼都给我，让我来承受吧。小鼎是用来融合天阵石的，那它就是天阵石的作用了。好吧，我看看。叶家主，真是太抱歉了，我刚才实在是太震撼了，忘了告诉您，起源塔才是最需要投入天阵石的宝物，我们不应该把那1万枚天阵石浪费在灵力熔炉上面的，都怪我。叶随风愣了愣，随即明白
这小妞是误会了，她以为自己穷的就只剩下1万枚天阵石了。没事没事，你这次帮了我的大忙。叶家主，叫叶大哥吧。对了，你应该没我大吧？叶大哥。对了，你到底是从哪里获得这个箱子的？这种东西貌似不应该出现在速成范围内的地方吧？是一个万宝阁的执事，他一直是负责速成这个范围内资源的调配和灵石的收缴工作。其实我当时也只是觉得箱子里面只有1颗天降石罢了。或许这件事情跟叶大哥您有点关系。怎么会关我事呢？是这样的，这半年来叶大哥出手实在是太阔绰了，万宝阁高层早就注意到了这件事情。而且你所有的支付全部都是下品灵石，你不知道苏城那边的库房里面全部都是装满了灵石的大型储物袋，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方便运输吧，所以才会把灵力熔炉和起源塔的建造方式带了过来。算了，不管了，反正图纸已经到手了。万宝阁的执事修为应该远远超过你吧？你是怎么做到的？叶大哥，你知道的，在这种事情上，作为女人是有许多便利的。想来也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女人，在万宝阁这样复杂的势力中生存，怎么可能没点手段？放心吧，你的安全我会保证的，以后也不需要再做这种事情了。真的吗？叶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你若是不喜欢，可以留在万宝阁，继续和叶家之间的交易。我拿了万宝阁那么重要的东西，应该不能再回去了吧？只要你想，那就没问题，我会摆平这件事情的。谢谢你，那我还是回……那个啥，叶大哥，我不是不喜欢叶家，也不是说叶家不好，我就是……行了，我也需要你暂时留在万宝阁，从那边给我家里进货呢。好了，那就快回去重新开张吧，有人已经等你很长时间了。谁？上次去速成的那个谁？哦，对了，沈天明，他应该是为了盒子而来的。建几座呢？一座9层起源塔需要1000亿枚天阵石，那就先来1万座吧，太多了也没地方放。云霄城万宝阁，万宝阁的第2座9层起源塔马上就要建成了，绝不能在我这里出差错。我们一定要成为这片大陆上第一个拥有2座9层起源塔的势力。整整3天，叶随风泡在书房中，不眠不休地炼制起起源塔。每一层都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阵法，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炼制1万座塔，就相当于让一个学生把龙行达达4个字抄写1万遍一样。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呢？1万座起源塔全部丢给随云肯定是不行的，估计会把他给吓死。首先是存放，普通的储物空间放不进去，就只能自己开辟一个空间了。这个倒简单，只不过那种空间就相当于另外一个世界，放在里面很不方便呢。而且低层次的原液生产太快，就算分给全城人也用不完的。当然，我也不会这么做。那可是灵气原液呀。对啊，西湖，咱也可以整一个西湖出来呗。忽然，他身形一闪，这里不错呀。轰隆一声，大地动摇，刚刚平整好的土地顿时凹陷进去，出现了一个纵深上百丈的超级大坑洞。刚刚怎么回事？有大能来袭吗？没事，继续忙你们的吧。大哥，你好歹打个招呼呀。我是在帮你们测试一下新盖的建筑是否坚固。大哥，你这是准备做什么呀？弄个大湖，家里现在地方大了，准备在这里弄个大花园，平时没事的时候过来溜溜弯儿。大哥，这种事情你跟我说就行，何必亲劳亲为呢？你不懂，在这等我片刻，等下跟你说怎么弄。就放在这里吧，滚进去。接下来就是建立通道了。太古乾坤挪移阵似乎正好用来做这个。想了想，叶随风打出印诀，将坑洞从上往下一共分成了整整10层。引，随着一个岔令，所有的起源塔每一层都与坑洞相连。来吧，开始向坑洞对应的层数上缓缓输送原液。那是什么？水。这下好了，
围着它建造一个花园，然后给里面养些鱼啊、荷花什么的，周围再种上什么柳树啊、花花草草之类的。是，大哥，这湖水怕是不凡吧？你从这片湖中引出几条小河出来，做假山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行，要让这湖水流淌遍家族的宅邸，明白了吗？大哥，如此宝湖需要一个名字啊。你看它又大又圆，而且湖面清澈，镜子一样，不如就叫镜湖吧。算了，这玩意儿太多也没啥用，剩下的就散到云霄城的领地中吧。他随后创造了一种定时的阵法，每一个月云霄城势力范围内就会下一场融合了灵气原液的灵雨，滋养大地；每一个季度会下一场融合了淬体原液的蜕变之雨，改造万物；每一年会下一场融合了神魂原液的魂雨，点化众生；每一年就会落下3颗先天之石，获得之人会觉醒先天之体；每3年会落下3颗神圣之石，所获之人将觉醒道法神通，直达神圣；每10年会落下3颗造化之石，若谁能获得，将会成为真正的天选之子。以上这些总体上会占据起源塔的产量1/10，剩下的东西叶家自用或者是储备起来。寻找天才不如创造天才。云霄城内部已经基本稳定了，我们清除了李唐2家的残余力量，他们的所有店铺地皮也全部收拢，只不过城外的属地中还有许多乱现象需要平定。随豹和叶黄他们已经整装待发，准备今天就出城了。现在云霄城叶家独尊，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与之匹敌，统一是迟早的事情。等彻底稳定下来，或许该去世界上其他地方走一走了。大哥，你在听吗？在呢，动作快点吧，气焰嚣张的该杀就杀。云霄城以后绝对不会缺修士。对了，大哥，今天早上有人登门拜访，想要见见你。什么人？是一群身穿青色素衣的年轻人，全部都来自天府书院，领头的人看起来气度不凡，修为也是看不透，叫做张东。天府书院，我之前也没听说过，后来打听之后才知道，是大陆之上一个非常庞大的势力，遍布各地，而且能进入书院修炼的人无一不是天骄之辈。我觉得他们这次来应该是想从我们这里招收一些人过去。让他们来吧。一段时间后，叶随风出现在会客厅中，一群青衣年轻人坐在下方，他们年龄都不大，都在20岁上下。先恭喜叶家主一统云霄城了。云霄城之战后，我就一直想见您，不过我深知变故之后叶家事务繁忙，所以今日才赶过来叨扰。无妨，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直说就成。叶家主果然爽快，那我就直说了。天府书院广纳天下贤才，云霄城一战，我观叶家子弟都乃是潜龙在野，所以不知叶家主您有没有意向让他们来天府书院休息，从此蜕变成真龙呢？你看上谁了？正是云霄城之战中的叶家出战的5名子弟。其实吧，也不是不行，只不过这种事情得看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喂，你听清楚了吗？我们是天府书院，让你们这种地方的人进来，那是你们的造化，你们竟然还迟疑不定。耿木，给我闭嘴！学长，他不过是一个乡野之地的族长而已，竟然如此作态，实在是太不尊重我们天府书院了。出去！实在抱歉，让你见笑了。你可要好好管管他了。他出身于南方一品宗门，身上的确带着太多傲气了。叶家主，您刚才说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那他们现在人在何处呢？出城忙去了，而且短时间不会回来。你先回去等着吧，等他们回来我会问问的，如果有人愿意，自会去找你。那就不打扰了。不过我们在云霄城最多只能待5天的时间，若再等不到结果，我们只能返程离去。行，我知道了。随后张东拱了拱手，带着其余的年轻人转身离去。也是时候该离开了。在叶黄、叶龙还有叶家骨干力量倾巢而出之下，短短4天的时间就肃清了云霄城境域的反叛力量。干得不错，云霄城的事情到这里基本就告一段落了。说说你们自己的想法吧。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几人都沉默了。前几天有一个叫做天府学院的人前来找我，说是有意向让你们加入进去。书院的地方在9城联盟的南部，那里天才辈出，竞争力十足啊。
是一个不错的历练之地。怎么说，有没有人想要去的？爹，那您会去吗？我？那里是你们年轻人的舞台，我去干嘛？跟一群眼高于顶的家伙整天虚以为宜？我有自己的安排。那我也不去。叶黄，你不能永远生活在我的庇护之下，你们都是。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您去的话，那我就考虑考虑；如果不去，那我就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我想带着天鸾殿的人从云霄城打出去。我想打响天鸾殿的名字，我想打响叶家的名字，我想打响我的名字。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叶随风的女儿叫叶黄。那你打算怎么做？征服。其实在剿灭叛乱回家的路上，我想过了，我们不能总是隐居在世界边缘被人所忽视，所以我要从云霄城打出去，一直打，直到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云霄城，知道我们叶家。这一次女儿是真的出乎了自己的意料啊！还记得自己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候，这个女孩柔弱而自卑。你有这种想法，我很欣慰，我支持你。谢谢爹。那你呢？天鸾殿殿主有如此魄力，我真龙阁又岂能落下？大伯，我的想法与叶黄无异，从云霄城打出去，打响名号，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龙堂哥，你这都要跟我抢的吗？怎么，你害怕被我比下去吗？行了，天下和气之大，你们所选择的路还有很长呢，要不然就一个人选择一个方向打出去，看谁能笑到最后吧。那我就选择东边吧，速成就在那个方向，我想去见识见识聂小一所说的16岁筑基到底有多么厉害。行，那我去西边，听说9城联盟西边的2座城武风彪悍，战力十足，我正好去和他们碰一碰。好，那我们就围着9城联盟的地域打一个圈，到时候谁先到达最南边谁就赢。堂哥，你意下如何呀？一言为定。大伯，我倒是想去天府书院试试。为何？为了红尘曲。红尘境中，我经历了许许多多，但那种经历看起来即便再怎么真实，也终究是虚幻的。想要完善红尘曲，我必须在真正的世界中才能做到。可以。你呢？我想留在云霄城，我放不下小一他们。小一就是他曾经救过的那个女孩，她的家人都被李生哥残忍地杀死了。或许他们以前说的很对，我就是一个院长，所以我决定在云霄城建造一所书院，让那些梦想修炼的孩子们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院长就院长吧，我接受这个名字。行，放手去做吧，我一直都很支持你的。我们也支持你，不要去管其他人怎么看。大伯，我也想。不，你不想，我准备外出游历一番，你就跟在我身边吧，哪儿都别去。凭什么呀？他们的要求你都答应了，就我不行。大伯，你为什么老是区别对待呢？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你除了玩耍捣乱胡闹还会干什么？我前几天万宝阁失窃，是不是你干的？顾万新洗个澡，所有的衣服都被偷走了，是不是你干的？还有那窦华晚上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周围全是猪，自己也被化成了猪头，是不是你干的？那我也是立过功的呀。哦，什么功？说来听听。哼，前几天呀，在叶黄姐剿灭叛逆之时，我一次性睡了上百人。叶小小说完，几个人差点笑喷了。好妹妹，这话可不行说呀，太容易让人误会了。行了，总之你哪儿都别去，跟着我好好打磨打磨自己的性子，免得以后惹出祸患。对了，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说着，叶随风摊开手掌，4座玲珑小塔在手中浮现。无论怎么样，修炼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起源塔的作用还有使用方法都在里面，你们回去后自己熟悉。对了，还有这个，这是一点零食，作为你们此次外出的费用。在外面闯荡，兜里没钱可不行啊。你跟着我呢，还害怕没有零食啊？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啊。行了，都回去准备准备吧，该走的走，该留的留。我终于
突破了。3年比想象中的要快呀。李家、唐家，你们再也不能小觑我们叶家了。二哥，真耀，你也突破了？是的。二哥，你也突破了吗？呵呵，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李家和唐家了。3年前，他们3大长老同时闭关，就是想一举突破元婴期，打破李家和唐家在最高战力上的霸主地位。二哥，你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这次顺利突破元婴来得有些奇怪。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都没有突破的迹象，但就在几天前，忽然感受到了一股玄奥的气息，神魂激荡，才灵若心智，顺利突破了。我也一样。算了，或许是这片地方忽然发生了灵动吧。先回去吧，看看家里现在怎么样了。有大哥在，一定没问题的。对了，我们不等阿祖了吗？你还以为我们能一起突破呀？阿祖闭关的时候才金丹中期，他就只是厌倦了世俗争斗罢了。我们先去吧。叶家，爹，三叔，后辈随宇，恭喜2位长老顺利出关。不错，不错。随宇啊，你竟然已经是金丹后期的修为了。他心中意外，记得自己这个二儿子天赋一般，闭关前也只是筑基期的修为罢了。这就是大器晚成吗？我就说嘛，家族中有大哥照看，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你大伯呢？快让他出来接我们。随宇，家主呢？父亲，三叔，老家主他已经驾鹤西行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大哥他怎么了？老家主他在1年前就已经意外离世了。你放屁！叶振耀推开随宇，一股强大的气势在叶家祖祠轰然爆发。冷静！叶振宗按住了暴走的叶振耀，脸色极其难看，盯着随宇。是谁干的？李家还是唐家？不是他们。他们怎么能想到大哥竟然这样死了？大哥！老家主去了。那现在的叶家谁是家主？是老家主的儿子叶随风。爹，我们是严格按照祖训来的。没有，算是有吧。到底有没有？那李家跟唐家的腌赃货有没有借此机会欺负我们？爹，二叔，李家和唐家已经被灭了。怎么回事？被谁灭的？就是我们的新家主叶随风。他有这个能力？他是怎么做到的？2大家族的底蕴都没有出手吗？出手了。然后呢？然后我也没看清楚，大哥他好像在抬了下手，那3个元婴修士瞬间吐血身亡，其余在场的2大家族之人全都被禁锢，动弹不得。然后大哥一念之间杀了李家所有的血脉，又是一瞬杀了一半唐家的人，剩下的都被封印了血脉，永生永世无法修炼。听完随宇所说，叶振宗和叶振耀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当叶随风得知2位长老出关的时候，着实是有点懵啊。这么长时间以来，他早就忘了叶家祖祠地下还藏着几个长辈呢。大哥，长老他们此时正在振兴院呢。那我们就过去吧。我们该怎么面对他呢？记得上次见你的时候啊，你还是整天泡在书堆里面，不喜言语，不喜站在人前呢。是啊，不过人是会变的。没错，人都是会变的。只是没想到这世界的变化会如此之大。我们看到了叶家在你的治理下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啊，我们真的很开心。我是叶家人，对于家族的发展自然是义不容辞。欢迎你们归来，家族增加2名长辈一定会更加兴盛的。即便有点尴尬，但也不能说拒绝让2位长辈继续担任长老啊。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这个家族了。不过叶振宗却是笑了起来。还是不了，我们都老了。说实话，出关之后啊，看见家族变化如此之大，我们深感震惊之余啊，却是害怕。这是为何？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世界改变得太快了，我们的想法已经跟不上家族的变化了。既然如此，何必再挂个长老的名号，发一些莫名其妙的命令呢？这个家就交给你们这一辈操持吧。对于你们呢，我有绝对的信心。二叔，其实不必如此。
你能叫我一声二叔就足够了。大哥呀，要是在天有灵，知道你已经有这番成就，一定会非常开心的。我听说你父亲去世那件事情似乎有些隐情。是的，那血煞虎本就不该出现在青谷高岭外围，可是经过调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别的线索。调查并没有你的参与吧？我当时你知道的，穴位太弱了，所以随风，你有能力查清楚，对吗？应该可以的。答应我，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看看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在作祟，可以吗？好，我会去一趟的。若真是有人在背后搞鬼，我一定会让他受到该有的惩罚。那我们就放心了，这件事就交给我了。你们刚刚出关，就先休养休养吧。我让随云在镜湖边上建造一处别院，那里比较清幽雅致。还是算了，在地下待这么久，对于清幽这个词语啊，早就腻歪了。那你们，天下那么大呀，我们也想出去看看。忙碌了一辈子，还没有真正享受这人间的大好生活呢。那这样吧，我给二位准备一些东西作为路上的消耗，请不要拒绝一个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好，我们是一家人，也无需太客气了。所言极是，都忙自己的去吧。叶随风支开了他们，随后看向北方遥远的大山，他也是时候走了。第一站就定在青谷高岭吧。堂哥，这匹纯白色的玄灵驹很适合你呢。我倒是没想到你会选择这匹性子最烈的，这次一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相聚呢。堂哥，到时候可别被我给比下去喽。你天鸾殿的人可比我们多呢，若是路上盘缠不够啊，我可以借你一点。我劝你还是留好吧，我们都有一大家子要养呢。切，我们真龙阁是要靠着自己打出的财富的，大伯给的这一点路费。看来我爹是第一次给你零花钱吧。堂哥，我们可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呀。我们再会。蜜蜂跟紧了。好的。蜜蜂连忙回头跟上队伍。云霄城一战之后，他没有让文书去找叶家加入，而是选择了加入天鸾殿。他要靠着自己的努力，与心中那个身影并肩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啊，秦瑶，你别理那个棺木，在书院中很多人都很好说话的。无妨，我只是从来没有离家那么远过。都一样啦。书院的人大多都是来自于非常遥远的地方，我的老家在南方好远好远的地方。那里。你叫什么名字？我呀我叫妍希。放心吧，去了书院我一定会罩着你的。云霄城北门，一辆普通的驴车慢悠悠地从城内走了出来。不是吧，阿伯，我们就这样出门吗？你想怎样？挖抬大轿抬着你？我们是去游历，游历懂吗？叶大哥，等等我。叶大哥，什么事儿？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想说，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别吧，妹妹。啊，这是我的小侄女，叫做古幽兰，手脚麻利，人也聪明。我想大哥无论做什么，身边有一个听话的丫鬟使唤着，会方便许多的。多谢你的好意，不过还是算了吧。她很听话的，能替你做不少生活的琐事。不了，我习惯一个人。她会做上万种不同地方的美味佳肴呢。她还收集了天下的各种菜系，都正在学呢。我觉得吧，游历路上多一个人也会多一番风景。小小，你说是吧？梧桐镇位于青谷高岭的脚下。啊，梧桐镇的变化好大呀！上次我跟姐姐他们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村庄。云霄城的修士是越来越多了。过了片刻，几人来到一个大大的广场。哇，他们都好帅啊！申言，这可是黄仙子和龙大人，非凡天骄，岂能用凡俗之语来形容？我夸我自家哥哥姐姐，竟然被个外人嫌弃不尊重，这世界怎么了？这位道友，你为何要对这两个年轻人如此作为呢？刚来梧桐镇吗？我劝你啊，赶紧买出天香，在黄仙子和龙大人脚下点燃呐，自会有冥冥中的际遇庇护你的。
我向我女儿和侄子上香祈福，也太倒反天罡了吧？再说了，他们也承受不住的。阿伯，要不要我现在去买一把，也给我们博一波好运呢？滚一边去！哎，幽兰呀，听我的，他那吃拉不下脸，你去买炷香给蛋里插上。小姐，姑姑嘱咐我在外面只能听大老爷的话，真的抱歉。切，真无趣。三人在梧桐镇吃了个便饭，也没有再久留，向着高岭深处走去。起来了，阿伯不会让你掉下去的。美吧？哼，跟着那位大老爷，你会看到任何人一生都无法领略的精彩。终于来到一片丛林茂密的山林顶部，这里就是叶振光遇袭的地方。你们在这里等我，距离那件事已经过去1年的时间了，大自然的力量早已将所有的痕迹抹去，一丁点都看不出来。没错，以他现在的能力，甚至可以重聚神魂，重塑肉身，复活叶振光。但复活之后呢？两人之间又怎么去相处呢？算了，还是查清真相吧，也算是给这副借用的身体一个交代。时光回溯，树木在摇曳，溪水在倒流，天地在翻转。他已经回到了1年之前战斗发生之后的时候了。他看见崩碎的山石，看见染血的焦土，看见了惨死的叶家族人。血煞虎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他能阻挡得了的。时间黑洞中一片虚无，他不明白为什么叶振光遇袭的画面会被抹去，凶手到底是谁？那里面又隐藏着什么？他继续时光回溯，一段时间黑洞持续之后，天地又重新放了光明。那个不知名的存在真的是为了叶振光而来？有意思，你也要隐藏，我也要看看你到底是谁，想搞什么鬼。随后他倒回时间，你能斩掉时光，也能抹去因果吗？瞬间刺破虚空，片刻之后，一条灰色的线条被他抓在手中，那是因果之道。去，那是因果天幕，无数因果线在其中摇曳不定。叶随风透过因果天幕看向倒在地上的叶家族人们，他们不在因果之中了。那个人竟然真的连同因果一起抹除了。叶振光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那位存在如此对待？将灰色的世界全部打散，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之中。很明显，做出这些事情的那个人是一个大神通者，他精通大道，而且做事非常干净，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寻觅。这事情复杂起来了。但你若是以为我会因此而放弃，就太小看我了。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大伯，我们找到了一窝翠灵鸟的蛋。没事，我还要再离开一趟。你们乖乖的留在这里，不要乱跑。他又伸出了手指，在驴车周围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记住，一定不要出这个圈。大伯放心，我绝对不会乱跑的。等我，我很快的。说完，他的身影缓缓消失不见。大伯，幽兰，你别怕，我给你讲个故事。虚无之地，我就不信你能动得了这里。虚无之地就是由时间长河演化而成，与它对抗就是与整片空间相对抗。他终于看见了叶振光，看见了那头正在发狂的血煞虎。不可能，你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然而血煞虎并没有与他交流的意思，嗷嚎一声扑了过去，锋利的爪子瞬间撕裂了叶振光的身体。在轻松做完这一切之后，血煞虎仰天嘶吼，随后化为了点点星光，彻底消失不见。那人就是为了击杀叶振光而来，可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算了，还是自己找吧。忽然咚的一声，整个空间都发出了剧烈的震荡，随即就在时间长河断裂之处，一股如同烟雾一般的灰色雾气疯狂上涌。你们听我说，我真不是故意的。谁能想到1000亿年的修为，力量会如此的凶猛，把虚无之地都给干出一道大裂缝。到底是谁干的？他做出如此大的手笔，绝对不单单只是为了叶振光。那叶振光真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修士罢了，毫无特色。
难道是因为他的母亲？你是想借助叶振光的死来杀我吗？希望你能提前给自己找一个风水好的坟地。说着，叶随风摊开手掌，一片纯白似雪的叶片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那叶片之上画着一个动物的图像，似乎是一只毛发非常旺盛的熊。等着吧，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没有太多思索，叶随风就一脚踏入了世界屏障。然而就在这时，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我他妈回不去了。一个大大的卧槽在叶随风心中响起。骗子，说好的很快就回来的，这都3天了，还没有见到人影呢。幽兰，你说他是不是因为我太调皮不要我了呀？或者他遇到了什么危险？还是说会不会他被人伏击已经……小姐，不如你再给我讲一个故事吧。我没有故事了。那你再给我讲一下，你是怎么在梦中帮助那些饱受贫寒的孩子实现梦想的？唉，梦里都是虚幻的，第2天的时候还是有人饿死了。那你为什么不救下他们呢？在梦虚界，每一天我都能看到好多人的梦，有美梦，有噩梦。我也能看到每一天都有好多人在噩梦与痛苦中挣扎而死，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我面前，却什么也做不了，甚至连他们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救不了他们，我真的救不了他们。不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叶随风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1天了，他尝试了各种办法，试图进入此方世界中。啥呀这是？撒泡尿就能撕掉的玩意儿，也配叫世界吗？若真回不去了，叶家族人们该怎么办？叶皇会有多么伤心？而且叶小小还被他扔在青谷高岭呢。不行，得冷静下来。难不成舍弃肉身重新夺舍？那还不如不回去了呢，太恶心了。叶随风逐渐认识到自己最大的弱点，道法不足。或许我把自己变成此方世界的天道，就能融入进去了。他想到了一样东西，一颗明晃晃的晶石出现在他的掌心，正是天阵石。这么做应该有很大概率成功的。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因为他需要将所有的天道法则全部刻印在天阵石之中。1天2天，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把一个完整的天道全部刻进了天阵石中。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叶随风双手变换，上百亿的天道石瞬间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漩涡。片刻之后，所有天道石完全消失，变成了一枚小巧的白色戒指，落在了叶随风掌心。就叫你天道界吧。试试。等他穿越世界屏障的时候，终于没有再发生崩溃，一抹流光从天道界中流转而出，他保护了这个世界不再受到叶随风的伤害。真不容易啊！还是赶紧去看看小小他们有没有胡闹吧。哎呦，不错呀，你这次竟然这么听话，没有跑出圈外。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差一点，不过还是没有难到我。我记得你上次在梦虚界待了1个月，也没有这样啊。那是因为你按时回来了。什么？我是说，以后你离开能不能说一个具体的时间呀？说很快就回来，我们都等了半个多月了。好，我答应你，以后要是离开啊，一定给你个准确的时间。怎么样？这还差不多。你都不知道这荒郊野岭的把幽兰都给吓成什么样子了。好吧，你说啥是啥。行了，这次算我的。你不是喜欢玩耍吗？我答应你，后面的行程不限制你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花费了这么多心思回来，是值得的。至于幕后黑手吗？我会跟你慢慢算账的。是谁竟敢在此方地界如此挑衅？看起来像是一只飞鸟。他认出来了，正是栖息在距离此地100里之外自己的死对头七彩鸾鸟。大婆，那是什么呀？天空中的七彩鸾鸟忽然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正是叶小小。
转眼间就来到了叶随风的面前。这是苍古青尸，8品妖兽，相当于人类的合体后期修士。哦，被车厢里的古幽兰一刀捅进了喉咙。用我教你的方法细细分辨一下，这种狮子呀，肉质鲜美，浑身都是宝。是，老爷。太残忍了，狮子那么可爱。不看了不看了。啊，秀才，你怎么了？那头青狮是我的老朋友了。所以你也想去陪他了？啊，不，我只是在感动，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大老爷竟然放过了我，没有把我交给车厢里面的那个小魔女。别摇了，我都快要掉下去了。放心吧，小彩，你以后跟着我混，是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算了，总比另一个强一点。去他那边的妖兽，最后全都装进了盘子里。大伯，我们到了。他早就看到了，北方雪原正是他的目的地。大伯，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呢？此时他们已经正式踏入北方雪原的天空了，大地之上全都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看不到任何活物存在。去找人。太简陋了，四处漏风，连个棚子都没有。一个男人2个少女也都衣着单薄，随着冷风呼呼地飘荡，但他们3人身处酷寒之中，竟然丝毫没有感觉似的，煞是奇特。木塔客栈，进去看看吧。伙计，好酒好菜。好嘞。3样菜，全是肉食，做法简单又粗糙。说，那几人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做好自己的事。那几个人一看呢，就不是寻常人，别自找麻烦。我当然不会了，只不过黑狼那群人呢，怕是有些按耐不住了。那就让他们先去试探试探吧。喂，闭上你们的嘴，然后滚回去。你他娘的！砰的一声，刚刚开口，黑狼5人的身体瞬间倒飞而起，直到死亡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里的酒肉真没啥可圈可点之处，径直来到掌柜面前。见过这个没？这是永东国度的图腾。在哪儿？非常远，在东北方向的万里之外。我也只是听说过那里的情形。谢了。叶随风拿出一枚下品灵石放在桌上，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说，那人到底什么来头？是超凡者，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天命法师还是兽灵战士。还好他们的目标是永东国度。说，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名字？你当然没听过，那是数万里之外的一个庞大帝国，超凡者横行。曾经在机缘巧合下，我跟随一个强大到逆天的超凡者偶然去过一次，但是路上就花费了3年。叶随风既然来到了一座巨大的门楼面前。永东。哇，这里好繁华呀！哎，大伯，你快看，我发现那头熊了。那个小孩子的背后绣着一个图案，正是那头白色叶片上刻印的长毛熊头。你把头抬起来。我们到熊窝了。叶随风伸出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无数繁杂的信息从大街上每个人的头顶冒出。大天神。一个最为关键的信息被他读取到了。原来在永东国度，这头熊并不像外界那样被叫做天灾，它被尊称为大天神，抵挡了外界的严冬和风雪，让人类得以泰安生存。不过他并不关心永东屏障的事情，他想知道这位大天神的头为什么会出现这枚白色叶片的身上。白色叶片又到底是什么？最强大的只有合体期吗？不过倒是可以找他问问。去那里看看吧。万宝阁果然是大势力，店铺遍及大陆啊。叶随风扫视一眼，发现这里的货物与九城联盟那边有所不同，特别是丹药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取而代之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妖兽血、妖兽内丹。兽灵战士吗？打听下消息，顺便看看这2种修炼方式都有什么可取之处吧。万宝阁顶层的阁楼中，谁？
别紧张，找你问点事情罢了。不错的灵气，造型很别致啊。这人怎么还没有古万新胆子大？你是此地万宝阁的阁主吗？前辈，我正是此地阁主剑星拳。你若是看中什么东西，尽管拿走便是。你把我当什么了？有没有见过他？前辈，您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说。您稍等片刻，我确认一下。很快他就拿出了一本看起来非常古老的书。是了，应该就是他。前辈，您看看吧。心想我也没干啥呀，你不至于吓成这副模样吧？叶随风看向书上这一章的标题：启蒙树。一只身受重伤的母熊带着身孕，意外来到启蒙树下修炼，在生下7只小熊之后，便是就此魂归了。在启蒙树的熏陶之下，那群小熊自然不凡，一个比一个强大。某天，其中的一位小熊一掌拍碎了堆积万年的冰雪，建立了一片雪原中的绿洲，后来被人类称之为永东国度，并且这只创建了永东的熊也被万物生灵尊之为大天神，顶礼膜拜。难道说给时间长河中放入启蒙树叶的人就是那所谓的大天神吗？如果按照古书上讲的来看，那个大天神保不准真有进入虚无之地的能力。在哪里能找到启蒙树？前辈，这我就不知道了。关于启蒙树的信息，我也是偶然翻书才留下一些印象的。哪里会有人知道启蒙树或者大天神的信息的？那恐怕只有永东皇城那边的人有可能对启蒙树有些了解。不过如果您想找大天神的话，半月后的神赐大会，大天神的意识就会降临在平阳关。说说这个神赐大会吧。好的。神赐大会每3年举办一次，是永东国度最为浩大的盛会。大会3年一次，参与者必须是年龄在16岁以下的年轻超凡者，天命法师、兽灵战士或者什么其他的流派都可以参加。在经过重重选拔和激烈的战斗之后，会决出最优秀的一批年轻种子，然后大天神会根据种子的排名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赏赐，而最顶尖的几人则会被大天神直接接引到神国中去，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传奇人生。听起来这位大天神好像是一个邪教教主一样啊，这种话他可不敢答应。你确定到时候大天神的意识会过来？是的，自从来到平阳关，每一次神赐大会我都在场，我能感受得到大天神那恐怖的意识，让人不禁胆寒，任何人都无法与之匹敌。当然比起前辈您，他还是远远不如的。你能活到现在，跟你那屁大一点的胆子恐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吧。不过如果大天神真的会来，那他也不会再费心思去寻找了。到时候等他过来，直接抓住，先打一拳，打完了再把问题问遍。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这万宝阁有没有关于天命法师、兽灵战士修炼的功法或者典籍什么的？是的前辈，而且我们不光有那种功法，还有高岭南方修士的修炼功法，还有灵气、灵药、高等级别的妖兽内核、天材地宝、灵石。行了，我只要那2种功法，有多少给我拿多少。好嘞。呵，好家伙，至少上万本，这人真的把自己的家给端了。一共多少钱？就按照正常价格来。成本价大约8000一枚下品灵石，您看可以吗？对了，这个神赐大会该怎么参加呀？诸多天才云集，对于叶小小这个妮子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历练机会，找点事儿做，也免得她到处胡闹。大会名额在1个月前就已经定好了。能买名额吗？多少钱一个？啥都想买，您是多有钱呢？前辈需要几个名额？1个也行，我刚好带了一个自家后辈，想让他试试。那好办，我们万宝阁今年有10个名额，可以给您1个。你们早就定好人选了吧？这样会不会把其他人挤出去？前辈的事情最重要。你也不问问他是否过格？前辈的弟子肯定是天之骄子，人中龙凤。那就这样吧，闪身离开了房间。许久之后，剑星拳才走向自己的椅子，缓缓坐下。没事儿，放平心态，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让我去参加比赛？是的，就跟云霄城之战差不多。
可是这里明显比云霄城大多了，肯定是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人的。我要是打不过他们怎么办呀？打不过就站直了挨揍呗，还能怎么样？人嘛，总要经历点坎坷。你虚岁都14了，已经长大了。那他们实力都怎么样呢？不知道，反正参赛者都是16岁以下的少男少女，再强也强不到哪里去。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开始了，你这些天呢，好好琢磨下该怎么对付他们吧。至强不是说说而已，在这种资源的投入之下，即便没有专门去修炼，叶小小的修为也是突飞猛进。1个多月前就进入了筑基期，现在他已经是筑基5重的小天才了。好吧，你要是实在担心呢，今天晚上万宝阁有一场聚会，有不少参赛者都会参加，你可以去看看。聚会好呀。不准胡闹，不准捉弄人，更不准偷东西，好好了解一下对手的实力，知道吗？哎呀，放心了，我已经过了胡闹那个年纪了。行了，去吧。等他走后，叶随风拿出一本书籍，随手翻看起来。天命法师，兽灵战士，有点意思啊。万宝阁的一处雅间中，为什么会这样？我要找阁主评理去。守达，坐下。环茂哥，阿粉明明已经获得了这个资格，结果临近比赛却被陌生人给顶掉了，我一定要找阁主大人问问。你以为万宝阁是你说了算吗？阁主大人这番决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们服从就是。而且他不是说了吗，会给阿粉相应的补偿的。哼，补偿？有什么补偿能比天神原液更加珍贵的？或许还能被大天神选中呢。被大天神选中，这种痴人说梦的话你也说得出来？霍一宁，你不就是嫌阿粪出局之后就从他那里骗不到天神液了呗？阿粪是我的挚友。对，一个整天被你占便宜的挚友。如果新来的这个人实力不弱的话，不拖我们的后腿，我倒是没有啥意见。怎么可能不弱？我打探到那人就是阁主的亲戚罢了，分明就是走后门。请问这里是万宝阁参赛者的集合点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脸上，有审视，有疑惑，有漠然，也有嫌弃。那个啥，华容在这里吗？我就是环茂，你是？是那个简星泉，对，是他让我过来的。你就是叶小小，叶妹妹吧？你多大了？我14岁了。这么小参加神赐大会，不就是来找虐的吗？这场比赛团体的综合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的吧，他就是走后门进来的。现在好了，我们失去了一个3届的天命法师，却来一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废物。这次的神赐大会，我们万宝阁就等着丢人吧。你刚刚说谁是废物？叶妹妹，够了，真的够了，他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哼，虚伪，他明显就是故意的呀！差点忘记了，他不准我闹得太过，真烦。这个看着人畜无害的小妹妹，动起手来竟如此的果决。我喜欢这个新人，他比阿粪那个傻乎乎的小子可要厉害太多了。阿粪是谁啊？一个没啥关注意义的人罢了。你又是谁？向思月，当然大家都叫我狼女。走吧，我带你去今天的聚会现场，就让他们在这里无聊地发泄自己的情绪吧。茂哥，闭嘴！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把精力用在修炼上面，不要总想着在神身上占便宜，实力才是根本。哼，被一个13岁的小丫头吓破了胆子，连反抗都不会。看看你这副模样，万宝阁没丢人，你自己先把脸丢光了。思月妹妹，滚！2杯鬼宴酒，能喝吗？我试试。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啊，而是混杂着各种高级妖兽血液和特殊灵果所酿造而成。你好，再给我来一杯。小小，你……狼姐姐，这里面肯定是加了糖吧？改天我让我阿伯也加点糖，他的酒太辣了，还是这种像果汁一样的好喝。小小，你现在是什么层级啊？应该算是3级6层的天命法师吧，在我们这群人里面算是落后的了。3阶6层，
可没人敢这样子喝鬼宴酒啊。美女姐姐，你这儿还有这种果汁吗？我想带一些回去。这位小姐，要带出去就需要购买了。怎么买呢？一杯需要3000枚下品灵石，桶装的话便宜一些，需要50万。那你给我来。你头一次来，哪能让你付钱的？我请你。没事的，我来就行。哎，我来，就当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了。说吧，你要多少？好吧，那就只装100桶吧。我操，你什么家庭？计量单位都是用百的吗？大伯，我给你带了一些好东西。啥东西？这个你看看，可好喝了。大伯，你尝尝。不用尝，他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混杂了大量低等级妖兽的血酒。怎么样？还行，但我不喜欢，小孩子喝的玩意儿。我本来就是小孩子嘛。我感觉还行啦。我买了100桶，准备带回去给我姐还有叶黄堂姐他们也尝尝。我本来打算买1000桶的，不过当时有个人非要替我掏钱，我也就没有太好意思。你买了多少？100桶啊。一桶多少钱？50万灵石。别人掏的钱？他对我挺好的，是我今天晚上结交的朋友。那个替你付钱的朋友找个机会回个礼，然后你每个月的零花钱从1亿灵石下降到100灵石。为什么呀？我好心给你带了美味，你却降了我的零花钱，而且这下降幅度也太大了点吧。等你自己想清楚为什么，我再恢复你的零花钱。转身离开了房间。叶随风微微叹了口气，被他这么一闹，这书是怎么也看不下去了。好家伙，一次性买100桶，这种事情好像是有人去万宝阁，然后一次性的把人家东西全部买完一样。哪有这种人？是有这种人，但我不怕花钱所带来的任何风险呢。看来还是要把他时不时的放出去，多接触一下世界的险恶呀，要不然呢，就真的只能永远活在自己身边了。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太过于干预反而不太好，就让他们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吧。9城联盟，速城范围内第一大城，中原大擂台。黄叶城天骄也不过如此。叶黄，你不要太过分。过分？还记得我们刚来黄叶城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一副嘴脸吗？乡野蛮夫，下城人，下等人，低贱种。现在你们被自己口中的低贱种打倒在地，心里有什么感受？就算我们曾有得罪，你也不能如此心狠手辣呀。心狠手辣也是你们教给我的。你们当时若是没有把天鸾殿的人当作玩物折磨致死，或许今天就不至于此了。动了我，你走不出黄叶城。不动你，我回不去天鸾殿。我儿，你竟然杀了他！谁敢伤害无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我们签了生死状呢。老子不管什么生死状，你杀了我儿子，我唯一的儿子。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杀你。那你就不要怪我了。去死吧！弑神第一式。爹，这真是叶皇所为吗？聂家主，天鸾殿的人呢？走了，逃了。不，然后呢？我让他走了。什么？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他竟然如此挑衅我们黄叶城，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才行。你想过叶随风吗？是啊，女儿都这么强呢，那他父亲呢？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他们能与之为敌的呢？黄家主呢？在这里。是报复也是警告，或许我们以后要把贡品送到那边了。2个大字，龙飞凤舞，慷慨有力。天下。大门打开之后，一群穿着淡蓝色素衣的年轻人依次走进了院中，正是从李生哥手里逃出生巅的女孩小尹。一座高达10几丈的巨大雕塑
矗立在广场正中心，雕塑的模样正是云霄城之主叶随风。岩沙城，哎，听说没？最近有个叫真龙阁的势力，最近很活跃呢。啊，我知道，不过那个真龙阁的首领啊，好像是一个半大小子，白嫩白嫩的。嘿嘿，你们没见过龙主吧？我们为什么要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就因为他长得像个小白脸儿。嘿嘿，我们岩沙呀，向来以战服人。你不会抛弃了我们的传统，想跟着那个什么龙主当个龟公去吧？不服，不服，咱们就斗场见。这就是沙岩的规矩。我先问你们，今天是因为什么来到黄风斗场的？切，孬种！我们当然是为了枪王而来的。他一人一枪，短短1个多月，就从最小的斗场一路打上了黄风斗场。而且呀，他选的对手全部都是最狠的硬茬子，每一场战斗都打得浑身是血，那才是我们岩沙人应该追随的，而不是什么吃桃子的小白脸儿。枪王，枪王！嘿嘿，有种啊，叫你们龙主来吧，下去跟枪王碰一碰。恐怕不行了，因为他就是我们的龙主。天府书院。啊，我们终于回来了。走吧，这条路无论是谁都只能步行上去，这是天府书院的规矩。我们去龙门啊，每一个刚刚加入书院的学生都要走一次龙门，这是用来测定天赋的，决定进去之后的分配。别紧张，我相信你一定会至少进入4级院的。在路上，叶秦瑶已经从妍希那里得知，天府书院里面也是划分等级的，从低向高，一共分为5等，分别是凡尘院、君子院、4季院、星辰院，还有天地院。钟声无响就能进入4级院了，加油！咚的一声钟响，别多想了，乡野之地的所谓天才，最多呀也就2声钟鸣。他一定能进入4级院的。呵呵，你以为4级院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吗？他要是能进，我输你一件地级灵气。片刻之后，9声钟鸣响彻整座天府书院。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惊扰了正在看书的叶随风。老爷，大会开始了。老爷，您不去瞧瞧吗？算了，没什么兴趣。比赛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小姐也会第一次出场的。你去陪她吧，顺便告诉她好好表现，我会一直看着的。前辈，是我。进来。今天不是大会开幕吗？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啊，那种事情跟前辈的事情相比不值一提。他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人，大家正常随意一点，相处起来多舒服啊。什么事儿？前辈，您要的高级功法已经给您找到了一些，只不过若是想找到那些最顶尖的存在，就只能去永东皇城那里了。天命法师就像是给传统修炼之中融入了阵法的变种，修炼者通过沟通命星来打磨身体，修习法术。与传统方式相比，天命法师修炼起来更加方便迅速，但也更加注重天赋。你的报酬，看着灵果表面，这似乎是命元道果，圣品灵果，它可以延年益寿，抵挡神魂，甚至重塑身躯。前辈，这报酬太多了，让你拿着就拿着。行了，你也不用老往我这边跑了，主持大会去吧。您不去吗？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最佳的位置。等最后决战的时候再去吧。简兴全听令，退出了房间。片刻之后，他出现在一处巨大的斗场上空。简阁主，罗姐，你去哪儿了？连大会祭典都没来。啊，抱歉呐，石关主，我刚才去见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是你们万宝阁的高层吗？关主，万宝阁的事情，我觉得您应该不要关注太多了。我是885号，郎姐姐，你是多少号？我是21号。哎，我们的编号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哦，我知道了，这是随机抽取的，然后为了保持公平才这样做的，对吧？不全对。好吧，其实这就是根据预估实力来排号的，是为了避免强大的超凡者提前相遇。预估排号主要是根据等级还有年龄来判断的，
你上报的资料是14岁，3阶6层的天命法师，所以才会排到800多名。别灰心，咱有实力，什么排名都不怕。参加比赛的一共2000多人呢，这个名次不错了。准备好战斗吧，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对了，狼姐姐，上一次你替我买了100桶的鬼焰酒，回家之后我被长辈狠狠地责备了一顿，所以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东西，作为我的一片心意。当时他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凑出了5000万灵石，把鬼焰酒买下。毕竟当时话已经撂下了，临时反悔可太那啥了。没事，那是我送你的见面礼，不用放在心上。哎呀，你就拿着吧，要不然我回去又要挨骂了。885号，迅速前往19号擂台参赛了。我要走了，你别废话，赶紧拿着。叶小小把小盒子塞进狼女的手里，匆忙地跑出了房间。不会是女生的什么玩具吧？缓缓打开盖子，一股冰冷的气息瞬间充斥着整个房间，气温直接就下降了10几度。难道是冰原狼王？啊，总算是回来了。不就是杀个小狼吗？看把你累的，都睡好几天了。小狼？我的小姑奶奶，那可是冰原狼王，8品妖兽啊，实力就比我弱那么一丝，好不好？哼，你不是整天说自己是9品之下无敌手吗？哼，到最后还是得我用梦虚界把他困住几息，你才能杀了他吧。果然，那个人手底下的人就没有好惹的。擂台另一边走上来一个身躯健壮的少年。阿古丽，阿古丽，阿古丽，打死这个小法师，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阿古丽16岁，3阶8级兽灵战士，性格暴虐，战斗经验非常丰富，曾经徒手撕裂过一头3品冰巨人。叶小小14岁，3阶6级天命法师，没有了。差距有点大呀。是啊，这个叶小小的年纪也太小了，而且他是营养不良吗？也太瘦了点吧。跟个小不点一样，我估计啊，他连阿古丽一招都撑不住。来，下注了啊！阿古丽110，叶小小160，买定离手。阿古丽，我要100灵石，我要300灵石。哼，老子就看好冷门。叶小小，我买10枚灵石。我要叶小小赢，就1万枚灵石吧。小小，你的零花钱就靠你自己了。战斗开始，颤抖吧，5米小辈。我阿古丽面对再弱小的对手也会全力以赴。他竟然一上来就说话了，他的兽灵是大地暴猿。完了，叶小小危险了。叫个没完，吵死了都。大块头阿古丽变身才变了一半，却已经趴倒在地，不省人事。就这。休息室中，我研究了好多用来战斗的手段，还打算给他看看呢。老爷说他会一直看着你的，他说让你好好表现，等到最后决战的时候再来现场给你鼓劲加油。真的吗？我肯定能够打到决战去。你没看今天那个大块头被我一板砖就拍得七晕八素的，而且我还有……其实他觉得老爷对小小的要求太高了，毕竟这只是一个10岁13岁的孩子呀。2000多名来自各地的少年天才将在5天的时间里决出最强的30人，前100名都会受到来自大关主的丰厚奖励，而前30名在其他奖励之外还会获得珍贵的天神液，那可是极其稀缺的至强灵液呀。猴女，幽兰姐，这个称号到底是谁给我起的？我一定让她今天晚上做个终身难忘的好梦。本姑娘在云霄城的时候被人尊称为小仙子，到了你家平阳关就变成猴女了。大家都是根据特点来起称号的，这里没有仙子一说，你又总是带着那只猴子，所以才……那猴子是我虚化出来的呀，其实就是一个武器啊。可是没人看出来的。哼，算了，我才不跟他们计较呢。5天之后，终于2000多名参赛者只剩下最后30人，他们都属于天才中的天才，妖孽级别的人物。狼姐姐，
那到底有啥用啊？至强灵液，一种能涤荡神魂、肃清身体本源的至宝，只有大天神才有。他不是也有？那是大天神提前留下的。如果我们能获得前10，大天神就会亲临，并且赐下更强的2阶天神液。前3名就会被大天神接引，去往神府迎接造化。晚上，叶小小回到房间，逗了一会儿小猴子，然后取出了那瓶天神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果真不凡呢。算了，郎姐姐说天神液可以直接服用的，试试吧。叶小小拿起了小瓶子，轻轻倒进了自己嘴里，浓郁的灵力顺着她的咽喉瞬间化开，滋养着身体的每个角落。小姐，该洗脚了。巨大的震惊在她眼中浮现，连身体都微微颤抖起来。小姐，你……怎么了？小姐，没事的，猴女这个名字不好听，我们不听就是了。您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如此作践自己，连洗脚水都喝呀。是的，听小姐说，这是大赛前30名所奖励的1阶天神液。等到最强者决出之后，大天神就会亲自降临，并且带来2阶天神液。小小肯定很失望吧？是的，小姐她……告诉她最近的比赛很棒，接下来的战斗我也会亲自过去的，让她继续努力。你没有说出去吧？没有，老爷也没多问，他还夸奖你最近表现得很好呢。我就知道他肯定在偷偷看我的。洗脚水那件事只能是我们2个人知道，再不能有第3个人知道，明白了吗？什么洗脚水？2天后，平阳大斗场，在房间里待了大半个月的叶随风终于来到了现场。感觉到石豪杰的目光，简兴全干咳2声，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石豪杰耸了耸肩，随后站起身来，一段慷慨陈词之后，最终的决赛正式开始。第1场战斗，叶小小就出场了。猴女，我们终于见面了，只不过你的黑马之路到此为止了。这种话我听说过无数遍了。石红率先出手，数道深灰色的线条凭空而出，冲向面前的叶小小。忽然间，一块板砖出现在他的后脑勺。料到了。他们迎着板砖而上，瞬间缠绕在他的身上。叶小小眉头微皱，连忙收回手，然后闪过袭击而来的灰色线条。这是什么？战斗中也敢分神？过来吧你！顿时灰色漩涡探出无数条细小的丝线，他的身体止不住地向着石红飘飞过去。猴子，那石红的命星似乎是玄慈，猴女这回有麻烦了呀。石关主，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们平阳府的人吧。我儿石仲，兽魂乃山岭巨人，最不怕的就是玄慈了。4阶5重的兽灵战士石仲，乃是最热门的夺冠人选。此时叶小小的那只猴子也被灰色物质缠上了。猴女，你的手段已经都没了，还是乖乖认输吧。既然如此，就让你尝尝我最近琢磨出来的东西吧。大伯，你可看好了哟。他站在原地，在灰色漩涡的吸引之下快速移动。坏了！石豪杰眉头紧皱，再这样下去，斗场中的人又会陷入梦境之中。好了，我宣布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是猴女叶小小。蒋阁主，让他停下吧，否则我就亲自出手了。真是大天神吗？叶大人，您看……小小，行了，我看到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叶小小是怎么打败石红的。明明他当时已经落入绝对的下风了，但看到石红被抬下来，脸上那连鲜红血液都掩盖不住的恐惧的时候，或许与那忽然出现的天仙子脱不了干系。原来猴女就是天仙子啊！天仙！恭喜出战告捷。你也没问题的。对了，郎姐姐，前几天我们获得的1阶天神液，你喝了吗？那种天下至宝怎么能轻易服用呢？我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沐浴己身，清空灵台，虔诚。行，不用说了，你们喝就好。还是只有我喝了洗脚水啊？郎姐姐，那瓶天神液你还是卖了吧，
这里面的东西比那个好多了。小小，这是……放心啦，不是啥太珍贵的东西，我家里做饭就用这个。你到底是什么家庭啊？万宝阁的华茂，狼女也成功进来了，而狼女的表现也如此强势，实属是意料之外呀。但只有狼女自己知道，她从那颗冰原狼王的内丹上面到底获得了多么恐怖的好处。她非常感谢叶小小，可谁知道最终资格战第一场，狼女向思月对战猴女叶小小。是天仙叶小小，该死，你竟然敢胡言乱语，辱没我心中的偶像！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叶小小、狼女分别走上擂台。狼姐姐，我们还是遇到了。那就拿出全部的实力，我们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吧。狼姐姐，我希望你能够拿出全部的实力。这个丫头太聪明了，她已经看出来了，自己准备偷偷放水了。这些天的相处，她是真心喜欢这个心思单纯、性格跳脱的妹妹。真的，狼姐姐，我家大人在上面看着我呢，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用了什么其他的方法才走到现在的。他想看到我开始努力，我也想让他看到我的努力。那就来吧。但你也知道，我是在多么严酷的痛苦的环境下长大的，你创造的噩梦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谁说我只会创造噩梦了？一朵巨大的花朵从狼女脚下忽然绽放而出，绿白色的月季很少见的呢。你别这样好不好？那是我们的孩子啊！阿妈，他是祸害，他是灾星。不，我们今天就离开这里，你放过他好不好？我就这一个女儿啊！不行，村老已经说了，必须要把他献祭给山神大人，否则村子就会厄运连连。我不能让你带走他，绝对不能！一个身躯强壮的大汉手里提着一个染血的斧头，用愤恨的眼睛盯着角落里的小女孩。阿妈，好的！一只粗壮的大手从天而降。片刻之后，小女孩走出了一间低矮的房屋，她神色恍惚，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忽然一股清香钻进她的鼻子，小女孩的眼睛逐渐清明，发现在自己的周围满是盛开绿白色的月季。勾起心魔。小小，这就是你的新手段吗？我说过，噩梦对我是没有用的。不，我本来是打算让你做一个美梦的。对我来说都一样，虚幻伤不了我。可他会，对吗？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说的，谁的心里还没有一段往事呢？就当作是我的心魔吧。我家家长曾经给我讲过，他说心魔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东西，躲避它就如同复古之居，抵抗它会变得更加强大。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他就在吃饭的时候说的，吃完之后就睡觉去了。我突然很想见见你这位家长了。他最近很忙，不是谁都见的，而且你得先从我这里出去哦。我认输了，我承认低估了你对幻境的掌控，在这里我找不到丝毫可以打破幻境的方法。莫非大天神只是一个骗局吗？天神降临，高空之中忽然风云变幻，一张巨大的面孔，那是一张熊脸。叩见大天神！叶随风抓住一抹白雾，只是稀释了上千倍的灵气原液罢了。他们感受着浓郁的灵气，感激帝灵。本以为这位流传于古书之上，整个永东国度的信仰所在，至少也拥有此方世界天花板的实力。可谁知就来一个渡劫期的小家伙。前辈，您看看，那就是大天神。此时擂台上的石豪杰已经极其恭敬地从大天神的掌心捧下那10个发光的小瓶子。2阶天神液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神物啊，此乃大天神的福泽，尔等定要对他更加虔诚，潜心修炼。没错，就是他之前用来泡澡的东西。神泽大会3甲初炼，幸运儿啊！父亲还是定不负所望。石仲对石豪杰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随后满怀期待和兴奋走上大天神的手掌。明安图也是在和自己的亲人告别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了上去，而叶小小却是神色彷徨。怎么办？上还是不上？前辈，
前辈，何事？大天神要把叶小小姑娘带走，您不过去跟她道个别？啊，去，当然去。大伯，做得不错，以后继续努力啊，可别被你姐姐他们落下太多了。我才不会呢，到时候回去我一定把他们一个个都打趴下。这位叶大人，您的后辈该走了，我们不能让大天神他老人家等太久。他才等了多久？我可是等他大半个月呢。万宝阁的人，你慎言。他一直都听简兴全说，这是一位来自于南方万宝阁的大能，脾气不好，不能轻易招惹。南方人，大天神就在天上看着呢，你可不要因为口误慌了后辈的前途，给自己找了麻烦。那刚好，我来跟他打个招呼。你们先下去吧，这里啊，一会儿估计不太安全呢。你放肆！石浩杰也终于忍不住了，合体期的强大气势在擂台上轰然爆发。然而叶随风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轻轻地向后挥了挥手。刹那间，他抱起双臂，转弓为手，挡在身前。轰的一声，巨大的能量在擂台上突然炸开。我说了，离开。完蛋了，怎么办？还是惹到这位恐怖的存在了。前辈究竟想做什么？此时叶随风已经来到熊掌面前。怎么把你吓着了？我们来聊聊吧。完了，大天神怒了。石豪杰神色惶恐，惊惧地感受着那种伟力。大天神不可逆啊，要么你下来，要么我上去。他大吼一声，震得人耳膜发胀。今天你若是说不清楚，就走不了了。巨大的震动让人站立不稳，感觉天旋地转，好像刚刚整个平阳大关都跳动了一下。前辈是要跟大天神硬刚吗？那是神呢，怎么可能是人类可以抵挡的？好吧，砰的一声，剧烈的爆鸣声响起，一圈巨大的能量波动呈环形爆炸开来。天空中大天神的那张巨脸已经消失不见，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眼神定定，似乎已经愣住了。说吧，斗场中的其他人早已经看傻了，这只看起来憨态可掬的小熊竟然就是他们的大天神。你还不说？又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大天神的鼻子上。你倒是问呐！哦，忘记问了，那你来吧。说完，这就提着小熊毛茸茸的耳朵，纵身一跃，飞向天空。他真的是大天神啊！问你话呢？我是大天神？不对，我不是大天神。等等，什么是大天神？你在给我讲绕口令呢？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大天神，我就是受了永东皇的邀请过来完成任务的。原来，在永东皇城中真的有一个熊窝，他们生活在一片秘境之中，而每隔3年，永东皇就会来到这片秘境，请求派出一部分熊出来完成一个接引任务。这只小熊是头一次接受邀请出来做任务的，所以对于大天神这个民间称呼，他还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本来好好的，怎么就忽然冒出这么一个猛人，逮着他就是一顿毒打呀？早知道就不接这个任务了。他没猜错，这个什么大天神还真就是一个蒙骗大众的阴谋，他的背后就是那个被称为永东皇的人类修士在作祟。行吧，认识这个吗？这是我家房子上面的树叶，你怎么会有这个？启蒙树竟然是小熊家的房子。你家在哪儿？在秘境里啊。秘境在哪儿？就在永东皇城皇宫的后山里面。你要是想去的话，我给你带路。行，那我们一起去吧。终于走了。话说，你真的不让你儿子跟大天神走了？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我可不会去崇拜一个还没断奶的熊。我一定会找时间去一趟皇城，问问永东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永东皇，或许你见不见得到都是一个问题喽。别紧张，小彩飞行很稳的，不用担心会掉下去。他哪是怕掉下去啊，在他身边那只抱着奶盆子的小熊，那可是大天神啊。你喝吗？我不，这不用了。你多大了？我出生才19年。啊，19岁了还喝奶呀？妖兽的年龄不能按照人类来计算的，19岁在他们那个家族估计也就跟你2、3岁的时候差不多了。大伯，我们这是要去他家里吗？跟他家长聊一件事情。
在平阳大关等了大半个月，本以为能等到杀死叶振光的幕后黑手，却没想到最后等到了这么一只憨憨的小熊。去了就知道了，崇山峻岭在脚下急速后退，永东皇城距离平阳大关有数万里之遥，但在七彩鸾鸟的全力飞行之下，只是半天功夫就看见了一座宏伟磅礴的巨大城池。我们到了，这就是永东皇城。听我家大人说，这个皇城周围布置了一圈非常坚固的阵法，我们成年之后都攻不破它，可厉害了。不过没事儿，我有永东皇给的通行证，我们从正门进去就行。那我们下去吧，大叔。不必了，等了大半个月，我已经没有太多耐心了。叶随风长身而起，飞到巨大的光罩面前。他想干什么？哼，你等着看就是了。法则嘛。手指上的戒指逐渐地散发出朦胧的光芒，唰的一下，天道界忽然光芒大盛，无数条触角一样的东西猛然爆发而出。皇城最中心的一座宫殿中，快去秘境请天会大神。永东皇亲自出征了！天哪，那是传说中的9天战舟吗？我只在古书上见过他的神迹啊！火皇万岁，皇城永远不破！金色战舟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叶随风面前。住手！我不管阁下是谁，从何处来，立即停止你的手段。永东皇城不是尔等可以撒野的存在。我若不停，你意欲为何呀？一条巨大的雷爪金龙在永东皇头顶迅速凝结而成，冲着叶随风狂笑一声。修士，我劝你不要太过猖狂了，你应该明白，你现在所面对的是整座皇城数千万生灵的力量。我最后劝你一句，让这座城的主事人出来，否则就真的别怪我了。吾就是这座皇城的主人。奋力挥动长剑，斩向叶随风。那条五爪金龙也是腾空而起。得完了，那阵法不会阻挡从内向外的攻击的。别忘了，你现在还是俘虏呢。那行吧。手上的天道戒再次放出光芒，紧接着扎在皇城大阵上的无数条天道法则疯狂鼓动起来。轰隆一声，震碎耳膜的爆鸣声在空中响起，两股强大的力量疯狂对撞。随后五爪金龙直接被天道法则所撕碎，化为齑粉。我皇败了！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强大？强大到让人绝望，让人灵魂颤抖，彻骨生寒。你背后的人是要放弃你了？等他们来了，你走不了的。你太自负了。是的，前辈恕罪，我家老师已经等候多时了。你是谁？你家老师又是谁？我叫宏宇，你也可以叫我九皇子。他的第9个儿子。至于我的老师，前辈，实在是抱歉，我不能在主世界之中提起他老人家的名字，否则会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也是因此，他无法亲自前来迎接前辈，还请您多多谅解。他不在主世界吗？难道说你家老师也是一只熊？玉红大哥，快救我呀！富贵，前辈，我老师并不是远古战熊的同族，他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类，他只是与战熊一族共同生存在那片小世界中罢了。既然他早就预料到我要来，那就走吧。这边请。雨红躬身让出了位置。老师，他真的是你要找的人吗？刚才对于这数千万的生灵，他可是毫无怜悯之意啊。雨红跟着叶随风他们一同前行，连理都没理已经奄奄一息的永东皇。小世界的入口就在这里。真是隐藏的够深呢。走吧。天地反转，穿过水池之后，叶随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草原之中。正中心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树，它的树干、树叶全是白色的，正是启蒙树。前辈，我老师就在那里。哇，真是熊窝呀！前辈，富贵还小，可能无意间冲撞了您，不知道您能否饶他一次？我再也不接那个任务了。叶随风独自一人缓步来到启蒙树下，一个皮包骨头似乎已经干枯的老人闭着眼睛盘膝坐在水潭边上。你终于来了。这件事情是你做的？时光、因果、往昔，一切都是宿命，一切天机使然呐。说吧，
找我过来干什么？年轻人，不是我找你，是天机寻到了你，也可以说是你自己找到了。我真没什么耐心。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杀叶振光？又为什么抹去他的时光印记？最后还想对付我？我的名字叫天机老人。四方世界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于是他花费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试图找到拯救世界的办法。直到某一天，他观测天机之时，忽然发现了一颗模糊的星星，而那颗星星拥有着拯救世界的能力。最后，天机老人凝练毕生修为，把自己与启蒙树融为一体，摘下了一片树叶作为信标，投入了茫茫天机之中。他希望这个蕴含天机的信标能找到那颗星星，最终拯救这片垂死的世界。这么说，叶振光不是你杀的？我不认识叶振光。那时间长河的陷阱也不是你做的？以我的实力，根本就无法触及到那种层面。不过，如果真有人可以进入时间长河的话，或许只有那些实力超越世界极限的人能够做得到。谁？除了仙界未知，每个世界都有其极限所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生灵能够打破这个天花板的。但周天万界，无尽混沌，逆天强者比比皆是。若是有超越此方世界极限的生灵，偶尔在世界中留下些某些痕迹，被本土生灵所利用，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丝机会成功打破世界极限，成为天花板之上。这棵启蒙树其实就是当初那棵大树留下的种子。没想到这个世界还有过这样一番的往昔劫难。天道之灵指的就是让世界进阶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现在已经断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即便在永恒的时光中不毁，它也没有任何再次前进的可能性了。世界里的生灵若想再进一步，就只能通过某种通道来进入更加强大的世界之中，比如仙界。仙界是万界之首，所有的小世界中的生灵都能通过飞升的方式去往仙界，从此拓宽自己的修炼道路。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生灵唯一的一条道路了。你刚刚说的实力超越世界限制的人到底是谁？一个类似于色彩盘的东西从启蒙树上缓缓飘下，悬浮在叶随风的面前。上古劫难之后，世界以断送自身前途为代价，保住了世界不被毁灭，驱逐了不属于世界本身的力量，但仍然有些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存在仍然留了下来。有些人得到了他们，让自身的实力也成功突破到了极限之上。我说过，我们的世界再次面临着毁灭，其实也是因为他们。那些人在突破世界极限之后，又把目标转移到了世界意志身上。他们通过神魔残留的东西扩张版图，进而从世界意志身上摄取本源力量。版图越大，摄取的速度就会越快。根据天机盘上面的情况显示，我们的世界意志已经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到时候恐怕除了他们自己，剩下的所有生灵都将其全部灭亡。你是说，在时间长河动手脚的人就是他们？我也只是猜测，因为我再也想不到有什么人能做出干涉时间的恐怖手段了。行吧，谢了。等等，你走了，我们的世界怎么办？我知道你一定拥有拯救他的能力的。就算有，我为什么要去做呀？可世界要是毁灭了，你所有的亲人、族人，我会保护好他们的。所以，抱歉，告辞。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天机老人重重地叹了口气。叶随风的身影再次出现，过于强大的实力让他的感情逐步变得淡漠起来，变得似乎什么都不太在乎。但是在他原本的那个世界的族群中，所养成的情怀是早就刻在灵魂深处的。家庭、民族、国家，还有生我养我的土地。说吧，我该怎么做？你真的愿意留下救这个世界？快点吧，在我还没有改变主意的时候。是这样的，
世界中一些得到了神魔残留的人开始滋生野心，想要吞噬掉此方世界的意志。种树就能拯救世界？那你自己种不就得了？我早就被他们发现了，而且他们的实力远胜于我，这也是为什么我躲在这片小世界中的原因了。那些人一直盯着我呢，在主世界，哪怕只是提到一下我的名字，他们都会被感应到。难怪九皇子当时不敢提起自己老师的名字。种下启蒙之树之后就可以了吗？是的，不过当启蒙树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会被那些人感应到的。到时候你不仅要保护好它，很可能还要面对众多逆天存在的攻伐，你一定要做好足够的准备。这些不用你操心，他们打过来正好。我再问你一句，他要长大到什么程度才能真正净化这个世界，解救那个什么世界意志？至少需要成长到第18个阶段吧。需要多长时间？这是培养神物的最好东西，如果用它的话，只需要10万年就能长大。对了，忘了跟你说，这叫万物起源塔，一共9层。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如果是用9层起源塔的话，需要多久？你怎么会有这种等级的神物？我天机谷努力尽10几代的所有精力，才完成了一座8层的起源塔呀！你快说吧，需要多久？真是老天开眼呐！有此等神物，只需1万年就能让启蒙树恢复到往昔的神姿。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天机会告诉他，面前的这个男人拥有拯救世界的能力。1万年，这时间太长了吧？他是绝对不可能为了种一棵树，在这片世界中待上1万年的。你说，如果我不种树，把那些妄图抽取世界本源的人全部抓起来拍死，是不是也可以？这个恐怕不行，世界已经被他们侵蚀了。就算你拥有如此伟力，万一有人选择了玉石俱焚，世界仍然会是受到不可磨灭的伤害。那你说，如果我有1万座9层起源塔，是不是可以把启蒙树生长的时间缩短至1年呢？这种假设也是无法实现的。9层起源塔已经是培养启蒙树最佳的瑰宝了，即便拥有再多，提升的作用恐怕也不会太明显。其实啊，1万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只要做好准备，恐怕不出5代人，我们这片天地就能重新焕发生机了。那这样，我把这棵树化为1万棵幼苗，同时培养，然后栽种到世界各个角落之中，是不是就能缩短时间了？老弟，就算可以，你能同时保护1万棵启蒙树吗？你只说能不能，能缩短到多少？如果这种梦想可以实现的话，或许在100年之内就能解决世界的困境了。行，那就这么办吧。不到100年他还是可以接受的，万一实在是没耐心了，那他还有第2个方案，就是把他们找出来全部拍死，玉石俱焚，反正他不怕。你不会真打算这么做吧？不会吧，不会吧。老弟，你慎重考虑一下。不考虑了，就这么办。我看了看，这棵启蒙树正好能分成1万份，然后培育成生长的幼苗。可培育幼苗也是需要时间的呀，而且同时培育1万株，还需要更多的9层起源塔才行啊！你上哪儿找去？哗啦一下，数十座9层起源塔顿时漂浮在2人面前。看着面前的塔群，天机老人保持着刚才的表情，久久呆滞啊！如果不够的话，我家里还有1万座呢，或者现在炼制也行。敢问老哥，出自何种家庭啊？你们为什么不继续炼制了？因为天机谷比较特殊，几乎遭受到其他所有势力的联合打击，获取资源的难度非常大，而且天真石这种神物只在世界出生的时候才会出成，是无法在此自然生产的东西。大自然中的天真石全部加起来，恐怕也炼制不了一座9层起源塔。后来先辈们创造出了能转化天真石的东西，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些至少需要数万亿的天真石吧？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获得的？现在能剩35500万亿的天真石，还凑合，应该是够用。行吧，那就先这样。本身就是来追查那个幕后黑手的，
可没想到竟然就这样接了一个拯救世界的任务。仙界就是最可疑的目标。奶奶的，老子把自己的仙门砍了，还没想好该怎么去呢？是从别人的仙门偷渡呢，还是干脆带着家族一起去呢？哎，后面再说吧。你赶紧出来吧，我要把这棵树炸掉了。你尽管动手吧，我与他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离开之后也会瞬间死亡的，不必介怀，我早就预料到自己的结局了。幸好我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担心你血液和灵魂污染了启蒙树的纯净，导致它净化天地的效果大打折扣。好吧，赶紧出来，去你原本那副躯体，我保你3年寿命。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抓紧时间去做。随后一道苍老的意识从启蒙树上脱离而出，钻进了水潭边上的那副躯体里面。叶随风转动天道界，完整的生命法则带着起源塔中的天地至强元液，冲进了天机老人的生命核心中。说3年就3年。多谢前辈，我遮蔽了你身上的契机，你现在也能离开这片小世界了。行了，快走吧，看着眼烦。大伯，我们不离开吗？等会儿吧，又接了个莫名其妙的差事。什么事啊？拯救世界。我家大人竟然在拯救世界，简直太帅了。大伯，我们应该怎么做？叶小小叫道。叶随风通过生命视野把他们划分了上万等分，并且保证每一份生命之源都能孕育出一棵启蒙树的种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叶随风其实就是他们的爹。然后把它们全部扔在地上，一脚踩下去，所有的种子都陷进了土壤中。他伸手一指，起源塔全部落下，横七竖八的堆在一起。完事了。想拯救世界吗？那就一起种树吧。前辈，您真的打算在这个世界种植上万启蒙树吗？怎么，还有其他的启蒙树吗？不，没有了，只剩下小世界的那一棵了。我说你们是不是不会种树啊？明显营养不良啊！要是成色好一点，说不定能化成10万种子呢。那可是启蒙树啊，其终极形态能孕育世界的存在呀！喂，发什么愣呢？前辈有何吩咐？雨后一定是尽力而为。你应该是天机谷唯一的弟子吧？是的，天机谷一脉单传。当我的老师之后啊，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天机老人了。你对永东皇似乎并不是很尊重的样子呀。永东国度的统治者明面上是永东皇，不过实际上一直都是天机谷。他的这个位置也是因为我成为了天机谷传人才坐上去的。这些年来他久居高位，心思早就有所浮动，我们正好准备换掉他呢。那你肯定有办法能搞来一些天命法师、兽灵战士的顶级功法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从现在开始只要您吩咐，只要永东国度有，我们都会尽全力替您做到。那就把你们所拥有的高等级功法全部拿过来吧。另外，每天多给他准备一些不同的食材，给他练手，8品9品的妖兽都行，我不挑。谨遵前辈吩咐。大伯，你是不是又要看书了？那我怎么办呀？你就继续好好修炼吧。大约5年之后，我们应该就会返回云霄城了。别到时候让哥哥姐姐们嘲笑你。大伯，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用实力告诉他们，跟着你才是最有前途的。心想你可拉倒吧，带你一个就够的了，再带几个，那我就真成了职业保姆了。前辈，您家这位小公主如果想要历练的话，我倒是知道几个好去处。永东国度别的什么没有，秘境还是非常多的，都很适合年轻人的历练，这样也好，省得他又没事找事儿。随后他扫了一眼雨红的修为，20多岁，合体中期，这就比沈天明、张东他们更为天才的天才了。正好再教你个任务，等我出关之时啊，你至少要与他对战而不败，否则我就不带你回云霄城，免得丢我的脸。小公主，你可要努力啊。哼，就是他，等着吧，我一定战胜他。好，那你加油，希望你5年之后啊还能这么开心呢。之后叶随风就留在了永东皇城之中，皇城大阵在雨红和天机老人的带领下重新建立起来。时光匆匆，弹指间5年时间一闪而过。爹，你真的要去找新皇理论？要不还是算了吧。当然要去，老子拜了一辈子大天神，到头来居然是个没断奶的熊，还被一个外人拎起来暴打。这一次老子一定要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完，他便大踏步地走向了皇城心门。5年前，你们和大天神一起来了，不知道现在的你们是否已经变得更强了？永东皇城，吾皇，我必须要一个说法。是关主，前2年平原关的神赐大会啊，你作为关主却没有出席啊。我还怎么出席？我从小就敬仰的大天神，居然变成了一只可怜巴巴的熊！放肆！永东有永东的规矩，无论你听到什么，也或者看到什么，主持每3年1次的神赐大会是你的职责，皇城的指令毋庸置疑。念在你镇守边关已久，劳苦功高，这一趟本皇可以当作你没来过。吾皇，在看到真相之后，我可能无法再继续当平阳关主了。石豪姐，你真的决定好了吗？本皇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已决。那好吧，3天之后，新的平阳关主就会赶往边关任职，你可以与他一同回去。若是有自己的打算，也可以自行离去，你自己选择。多谢吾皇。一个素衣年轻人出现在新皇背后，正是雨虹。你比父皇要仁慈，我现在才知道，在这个位置上，仁慈有时候反而不好。慢慢来，你会是永东最出色的一任帝王的。帝王？大兄，有些事情我们都无法自己掌控的。你最近还在天会大师那边守灵吗？自从老师先去，各种事情就落在我自己的头上了，只守了1年就不得不出来了。那你最近怎么了？脸色这么差？这世界呀，总有些怪事让人伤神，晚上噩梦缠身呢。喂，算算时间呢，噩梦也快结束了。想了想，他来到一间大酒馆中。哎，听说战神帮最近招人了。是啊，我打算去试试，那可是皇城里面最大的探险帮会了。你你还是算了吧，人家战神帮要的是真正的天才，你去了连扫地都排不上号。战神帮已经是日薄西山了。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再怎么说，战神帮的名声也在皇城响起了几十年，不是你们一个新晋天仙会所能比较的。是吗？那你知道战神帮为什么会开始招人了呢？天仙会最近也新加入了许多人，你要不要猜猜看，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哼，那又如何？你天仙会再怎么强，老子也不会加入一个娘们唧唧的帮会。听说你们仙主啊，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呢。你找死！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忽然砰的一声，酒馆大门被人从外面踹开，竟然是他！天哪，那是西边妖王之一的冰金豹吗？那可是8品妖兽啊！哎，还有那个，好像也是8品妖兽，嗜血鬼婴。最中间的，难道就是黑煞秘境的首领9品妖兽大荒雪林？实力与尊重是打出来的，不是吵出来的。有半嘴的无聊时间，不如多出去杀几头妖兽。说完，他直接起身离去。太强了，天仙会的成就，看来很长时间以内都没有人能够打破了。老人家，刚才那个女子也是天仙会的吗？新来的吧，连天仙会5大雄主之首都不认识。还请老人家解惑。原来这个异军突起的强大帮会，只不过是在5年前才刚刚成立的。他们深入各种雄县秘境，屡次斩获强大的妖兽，战果斐然，吸引了很大一批年轻超凡者的加入。老者说完，石众呆若木鸡啊！方才那个女子明明就是5年前与自己一同参加神策大会的狼女啊！她现在竟然成长到了如此的地步。石众想起了5年前那个在最终决赛击败自己的少女，她当时所使用的手段正是代表着无数梦魇的天仙字。小贼，我看你人高马大的也比较顺眼，悄悄告诉你，现在天仙会正准备再次扩充帮众呢，抓紧机会去搏一搏前程，否则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喽。多谢老人家。天仙会3个大字，龙飞凤舞，震慑人心呢。我以为你不会过来的。你认出我了？天仙会总部，大天神。富贵，干啥呢这是？狼女会死的吧？哦，仙主让我去小世界给大叔送点东西。好吧，那你忙。你接过啊？他现在也是天仙会的人，而且是我们5个骨干之一，
在外的名号叫熊主，黑熊的熊。因为排行老2，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叫他熊儿。片刻之后，风格却略显诡异。他刚才还在这儿呢。老七，先主人呢？还能去哪儿？去找于红了呗。料到了。本君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是平阳关那边的熟人，先主也认识，天赋很不错，看着能不能让他加入进来。你自己看，行就行呗。他你又不是不知道，从来都不操心这种事情，都是我们这些做属下的劳心劳肺。你说这一天天的。老七，可别忘了，那位前辈一直想尝尝鸾鸟的味道呢。我就随口一说，先主能把这些事情交给我，正说明我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嘛。你要找他就去皇宫花园吧，肯定在那儿。算了，我就不打扰他完成任务了，改天见面之后再说吧。永隆皇宫，你刚回来也不休息吗？仙境竟然瞬间变成了魔界，无数的鲜花迅速枯萎，变成了一个个面目狰狞的恶鬼，流着口水嘶吼着朝他扑来。转瞬间，一个巨大的八卦阵盘在他脚下浮现而出，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周围的所有恶鬼都化为一空。小小，够了，再不出来我就要打碎这片梦境了。没意思，还差那么一丢丢。在5年前，那位前辈给叶小小布置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本来是以为闹着玩的，结果谁能想到仅仅4年时间，叶小小就从筑基巅峰一路飙升到了化神期。这里真是越来越没意思了，只有你能陪我玩会儿。不是还有战雄一家子吗？他们只喜欢睡觉，进了梦境还是睡觉，无聊的要死。还有什么好玩的秘境吗？永东的妖王都快给你灭种了，要么你去找前辈吧，他肯定有法子。瞧你那样。放心，等那群树苗长好了，我们就会离开，到时候我会送你一个礼物的。说着，他一蹦一跳的离开了。于红微微摇头，拿起伏笔继续研究面前的阵盘。彩色的流光忽然在他笔尖爆发，顺着伏笔蔓延而上，迅速缠绕在他的身体之上。我竟然真的输了。这里是一方小小的世界终于完成了。5年，你知道他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也没啥，基本上一直都在这个世界里闭关。也是时候该回去了。算算时间呢，他们自从离开云霄城已经差不多过去了6个年头，也不知道现在的云霄城还有叶皇他们到底如何了。老爷，您出关了。5年来，古幽兰基本上也一直留在小世界中，在叶随风身边做些杂事，不过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做菜。几年时间，各种高端的食材让古幽兰的厨艺已经是登峰造极，而且一直待在叶随风身边，他的修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成功的突破到了化神境界。小小呢？今天去了黑煞秘境，这会儿应该已经回来了。我在这儿呢。大伯，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呀？想家了。我从来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过，也不知道爹娘怎么样了，还有姐姐他们不知道变成什么模样了。你不怕回去之后被他们虐了？才不会呢，我对自己现在的实力非常有信心的。完成任务了。手到擒来，红羽大哥再也不是我的对手了。这个小妮子努力了5年，终于打败了他当时定下的目标。回来之后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在他面前显摆。你的天蝎会做得不错，有声有色的。随便玩玩啦。去安顿一下吧，有放不下的人就带着吧。过几天呢，我们就一起回云霄城。真的吗？大伯你真好。那我就多带一些帮手回家一起种树。天仙会总部，仙主忽然着急喊我们过来干啥呀？我还准备去找战神帮的人打架呢。罗明，你小子知道吗？我哪知道，这种事情你不应该去问郎主吗？我也是接到紧急消息过来的。一个身影从虚空掉下。仙主，
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只有一件事情，我要回高岭南方去了。有谁想跟着我就一起去？仙主去哪，我就去哪。好，一个了。狼姐姐，你呢？我会一直陪在您身边的，而且南方我早就想去了。熊二，这2天收拾好东西，我们要出个远门。哦，仙主，为什么忽然要去高岭南方了？因为我家就在那边呀。这一次我给你们完全自由的选择，若是不想离开永东就留下，若是想跟我一起的，去南方打天下的，就收拾东西，过几天就出发。永东不算什么，可我们就这样放弃天仙会吗？我知道，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永东这里，天仙会还有什么进步的空间吗？是啊，皇城最为强大的战神帮，现在已经被他们给踩在脚底下了。天仙会只要是我们在，就永远都会存在的。高岭南方的世界很大，很精彩，强者如繁星，比比皆是。我承认，我主要是想家了。但即便没有这档子事，我也不会龟缩在永东这片地方。南方的大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舞台。您说的对，我们天仙会的确应该登上更大的舞台。不过这时间太仓促了点，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安顿呢。比如说，我们去南方要带多少人，带谁去？我已经想好了，这个消息就告诉那些最初跟我一起打拼的人，想留的留，想走的走。但如果高层都走了，这里的天仙会恐怕会立刻崩掉啊。临走之前我会和永东皇打声招呼的，保证天仙会的存在。那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核心成员都走了，谁来主持天仙会的正常运转呢？刚从战神帮来的那帮家伙，我可不会信任的。我这边倒是有个不错的人选。谁啊？半个时辰后，石仲拉着自己的父亲：周儿，就别费心思了，我现在什么想法都没有。这真的是一次机会，父亲。机会？哼，这个世界只有站在顶上的人才有资格谈论机会。父亲，5年前我们都亲眼看到，那个人把大天神从天上打到地下，让他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虽然他是一只熊，但那也是10阶的强者呀。最近还打听到了，那人后来来到皇城，一招就打碎了号称永恒不倒的皇城大阵，然后又轻易地摧毁了9天战舟。整座皇城数千万生灵都在他脚下瑟瑟发抖。对于那样的人来说，皇室算什么？父亲，天仙会就是当年那个少女所建立的，恰好他们要回高岭南方去了，这对我对你都是一个天大的机会，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机会。一团火焰在石豪杰眼中重新点燃。他真的行吗？他可是平阳大关的关主，自身实力也非常强大，管理一个帮会还是没有问题的。可信度够吗？别忘了，他儿子在我们这里呢。那就这么办吧。放心好了，天仙会的一切都交给我了，你赶紧把行李准备好，别一会儿耽搁了出发的时间。你也太客气了，不仅送了我们这么多的食物以备不时之需，还有那么多的零食、妖兽内丹、兽魂、天才地宝，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只要这个姑奶奶能走，比啥都好。哎呀，我不要的。拿着拿着，不拿就是不给我面子。富贵，你不跟家人去道个别吗？已经道别过了，他们说让我带一大堆的好吃的回来，要不然就联合起来把我往死里揍。他的这群战友啊，都是什么正骨烁筋的存在呀？紧张了？有一点，岭南南方从来只是听说过而已，没想到也有亲自过去的时候。听说那边天才遍地，实力强大者比比皆是，是真的吗？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跟着仙主的时间比较久。如果那边的天骄都如同仙主一般，那我们就安心做自己的小喽啰吧。片刻之后，2个身影落在高台之上。准备好了？这么多人你怎么带啊？有小彩呀，他现在已经是9品妖兽了，一次性能拉几百人呢。你看好自己的人就行。好了，那我们就走了。随后七彩鸾鸟化为圆形，展翅有上百米宽。你也来吧。啊，你老师临终前曾拜托过我，让你亲眼看到启蒙树遍地盛开，完成天机谷的最终宿命。谨遵前辈和老师的法旨。9城联盟
东南部临江城。一直以来，临江城都有一股势力，坚决反对天鸾殿的入住。最先挑起事端的那人就是你吧，冯鹤？说吧，为什么？你们天鸾殿就是云霄城叶家的附庸，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归顺于叶随风那个贪婪之辈的手下。你见过他？当然，曾经我在云霄城做过生意，大叶随风在一统云霄城之后，却是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只用了一枚下品灵石，就强行买下了我上千亿的资产，把我赶了出去。他对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我告诉你，那叶随风就是一个恶鬼，跟他合作绝对没有任何好处。哪怕你为他打下江山，将来肯定也会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你的同伴，你的部下，可能连自己的金丹都保不住。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看来你对那些反对天鸾殿、反对叶家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吧？我说的都是事实，你可以不放在心里去，但到时候你被叶随风卸磨杀驴，可别后悔。你可知我是谁？我知道，您是伟大的天鸾殿殿主，近年来无可匹敌的传奇。我名叶黄，叶随风之女。我想，我的父亲应该不会对我做出卸磨杀驴之事吧？容颜绝世，却让他闪过了彻骨的冰寒。剑光闪过，一颗头颅高高炮飞，叶黄收剑而立，一个金丹期的修士在他面前已经如同蝼蚁了。亲自前来，只不过是因为冯鹤是临江城反对力量的核心人员罢了。父亲，你现在在哪？有师傅始终在看着女儿。也不知道跟着父亲一同外出的堂妹现在到底是什么程度了，有没有长大？还有去往西南的叶龙，留在云霄城的叶谦，加入天府书院的叶秦瑶。店主，临江城所有还存在的家主已经全部愿意归于天鸾殿麾下，恭贺店主。好，接下来肃清各地反派力量，让叶家天鸾殿的旗帜插满9城联盟的东部。是，店主。怎么了？临江城已经臣服，其余的一些反对力量都已经是强弩之末，翻不起什么风浪。肃清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黑石城是最后一个富裕顽矿之地了。冯志把目光投向了后方人群中。蜜蜂是这些年来除了4大护法之外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位部将了，而他的身份也逐渐被人得知，黑石城城主之子，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先让他自己处理吧。父亲回来的时候，我绝不允许9城联盟有一丝反对他的声音存在。3声钟鸣响彻云霄城，城内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天下书院每个月一次的凝思大会开启的钟声，凌雨就要来了。院长，小野老师，你又在想叶盛了吗？以后啊，可别当面这么叫他，他从来不以圣人自居，也不喜欢被人这么叫。可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圣人之事啊。6年来每月一次的凌雨，已经让云霄城的境域彻底变成了圣地，人口已经增加了上百倍，就连云霄城边境之外也满是慕名前来的人，他们在那里都快建立起一圈小国家了。院长，你知道现在进入云霄城境域的名额已经被抬到什么价格了吗？多少？1000万灵石，这还只是边缘地带的价格。为了享受到天宇，他们已经快要疯狂了。正常，灵雨、蜕变之语、魂语、生命之语，对于修炼者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突破契机，即便穷尽一生也想要获得这次机会。云霄城方圆千里的核心地带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吧？没有。这样一来，叶家的地位就始终超然，牢不可破。算了，家族那边呢自有族老把控，我们的任务就是广纳贤才，在教化众生的同时，把外界的天骄之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了，今年的3个先天之子找到了吗？已经不用找了，他们在获得先天之体后就会自行来到书院的。只不过天降神石的消息已经是逐渐传播开了，或许今年会因为神圣之石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毕竟是无上神物，有争斗才能挑选出最为合适的天才，不是吗？不要闹得太过吧，家主随时都有可能回来，可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
我还想求他给书院亲自提名呢。已经合体后期，强大到无可匹敌的他，仍然需要恳求叶盛吗？家主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呀？盘龙山脉天府书院。不，秦瑶，不，饶了我，杀了我！不，你饶了我，求你了！你真以为在天地院的庇护下，自己就能够安然无恙了吗？周围所有倒下的身影，都是他一人所为。所谓天骄，所谓妖孽，所谓无敌天赋、无上前途，在真正的实力之下，根本就不堪一击啊！关木，看看这个，你犯了那么严重的过错，张东也只是教训了你而已，之后还是一心的想要保下你，但他换来了什么？背叛！你什么都不管，就那样背叛了他，自拿着刀捅进了张东的生命之源，亲手打碎他的灵魂，让他永远不得安宁。张东死了，他死在自己手上，死在自己愚蠢的正义上，死在了自己对于我们这群人的责任心上。我早就告诉过他，不该如此信任其他人，但他无所谓，他始终相信，一颗真诚的心能换来一颗同样的真心。在这天府书院中，我只尊重他一人，所以关木，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原谅你的。无数红色的线条缠绕在他如玉般的手指上，另一头却全部扎进了关木的身体里面。叶秦瑶，你杀了我，杀了这么多身世显赫的天地学院学生，你绝对不会有好下场，院长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这就是你的临终遗言了吗？秦瑶，院长他们带着神器来了，你快跑，现在就跑！妍希，他们已经来了。叶秦瑶，叶秦瑶，你竟然杀了天地院的所有天骄！他们庇护着我要杀的人，所以我只能杀了他们。你完全可以通过书院来解决这件事情。张东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魂飞魄散了。院长，我不想多费唇舌，人是我杀的，我也不会坐以待毙，所以该来的就来吧。叶秦瑶，你真以为这里没人能治得住你吗？双方对峙，大战一触即发。青松，停下吧。魂虚子大人，留下他吧。大人，他杀了天地院的全部天骄啊！天骄被杀的也叫天骄。决定九城联盟这片混乱之地归属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天府书院需要真正的天骄才有机会胜出。青松，你明白吗？说完，魂虚子便是直接飞身而起。怎么了？没事没事。我只是想问问，还有多久才能出青谷高岭啊？不急，很快了。前辈，其实我还想问您打算什么时候把那么多启蒙树栽种出去啊？等我准备好之后吧。叶随风的意识来到了自己的随身空间中。9万多了。玉红啊，这种事情要有耐心，一定要准备好之后才能去做。前辈所言极是，是晚辈心急了。你明白就好。1天之后，忽然雨红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变得温暖起来了。我们出来啦！哎，大伯，这里不是云霄城的位置啊。云霄城前方的妖兽啊，都被我们扫过了，没啥去头。刚好永东在云霄城东北方向，我们就从东边绕了过来，不替他规整生态平衡，良心难安呐。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就这下去吧。自己离去的这6年，这片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玉兰宗位于九城联盟东北边界，只不过作为玉兰宗长久以来的对手，焦鹤宗却是心知肚明啊。白宗主真是太巧了呀，竟然能在这里遇见你啊。好狗不挡道。白兰芝，我劝你，若是到了圣地，你可要收敛自己的脾气。那里群英聚集，比我们强大的人比比皆是，别一句话说不好，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呀。这不关你的事。我这是为了你好。云霄圣地水太深了，我们两宗来自同一个地方，所以应该互相照应，以后便于在那边生存下去，不是吗？哼，老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因为圣地一事，你早就跟那条蛟龙闹翻了，双方各执己见，最后大打出手，所以我猜你带来的力量
只有焦鹤宗一小半吧。哼，白兰芝，你可不要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呀！我寻你合作，是看在我们出身同源的份上，想要带你一起腾飞，知道吗？哦，是吗？我倒是很好奇，你准备怎么带我腾飞呢？圣地那边，我早就跟一个蛇头建立起了联系，只要过去就能很快的安顿下来。进入圣地享受福泽也是非常有机会的，到时候你别求啊。令牌正面2个大字龙飞凤舞，天鸾。天鸾殿的白金令，你怎么会有这个？持着它能轻而易举地在圣地之外获得一块足够的栖身之所，而且甚至还有能够进入圣地享受福泽造化的数个名额。老道，我还是劝你别在我这边白费功夫了，我太熟悉你的为人了。老实说，我就算在路边随便找一群人合作，也不会选择你的。有本事你就随便找啊，我就不信有谁还能比我焦鹤宗更为合适的。忽然视野前方出现了一群人，他们身体健壮，衣着奇怪，身上的气息极为怪异，看起来也有些气势。更奇怪的是，这群人好像很多天没吃饭了一样。一群野人，应该是生活在山里面的人吧？你刚才不是说谁都能合作吗？有本事就让这群野人加入了呗。一个身材修长，浑身布满黑色纹路的女子径直地朝他们走了过来。你们敢问谁？白兰芝，我觉得这群呆傻的野人一定是你非常想要合作的伙伴，快把他们收下吧。狼姐姐，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直接把他们带过来就行，我们又不准备装成普通人。走，我主人见你。你家主子是不是想要吃好吃的呀？别客气，拿去吧，记得烤熟了吃啊！老道，你过分了。野人而已，我没有杀他们，已经是仁慈了。忽然他发现白兰芝僵住了，顿时遍体生寒呐。只见一双蓝色的眸子带着凛冽的寒意。我突然一脚踹了上去，仙鹤道人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这个怪异的女子实力竟然如此强大，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想起了老道刚刚说过的话，比我们强大的人比比皆是，别一句话说不好，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呀。你咋上去就把人家给打残了呀？真惨，元婴都被你一脚踹碎了。我哪知道他那么弱？你不是说南方遍地都是天才，个个无比强大，我以为刚才那一脚不至于要了他的命。怪我了？你呀，要赶紧把旺气术修炼好，这样就不会因为修炼体系的不同判断错误了。这个是元婴期，就相当于永东6阶天命法师的样子。你前几天已经都突破到9阶了，7阶超凡者站在你面前也是你一脚的事。片刻之后，白兰芝被带到了叶随风面前。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啊，仙子，我名白兰芝，是玉兰宗的掌教，从9城联盟东部边境而来，去往西方圣地寻求机缘。圣地？什么圣地？自然是云霄圣地了。你说云霄圣地，可是叶家掌控的云霄城？是的。哇，这才几年，云霄城那块破地方就变成圣地了。大伯，这是咋回事？仙子，前辈，我是收到邀请前往圣地的。9城东部，天鸾令出，谁敢不从？啊？啥呀？这么吵！仙子慎言，这是天鸾令，代表着天鸾殿的威严，不可擅自侮辱的。天鸾令？你等等，天鸾令不是这种吗？什么时候变成黑色的啦？白玉天鸾令？你怎么可能有这个？而且还是2个。原来现在的天鸾令从低到高一共分为5个等级，黑金令、黄金令、赤金令、白金令，还有最高等级的白玉令。而最高等级的白玉令则是只有创办天鸾殿的元老或者对天鸾殿有极大贡献的人才有可能拥有。听你这么说，天鸾殿现在很厉害？那是自然，
九城联盟整个东半部已经是天鸾殿的天下了。当初女儿选择征服之路，现在她真的做到了，她很欣慰啊。而叶小小的心情则是有些复杂呀。一方面为了叶皇的成就而开心，自己天仙会的这群人够不够跟现在的天鸾殿碰上一碰呢？玉红大哥，南方水深，要不要考虑一下加入我们天仙会？我给你个雄主当的。心想自己可能只能选择接受，或者被迫接受。你们是在举宗前往云霄城吗？是的，前辈。死的那道人也是你白玉宗的人？非也，他是焦鹤宗的掌教，我们恰好在路上碰见了而已。那边就是焦鹤宗的人。从现在开始，他们也是白玉宗的人了。我们暂且同行，一起前往云霄城。几天的功夫，就来到了一片人烟聚集的地方。我的天哪，怎么就变成这样了？这里是圣地外围，一直往里面走就是梧桐关了。梧桐关？你说的该不会是几年前的梧桐镇吧？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的确听说梧桐关以前规模并不是很大，它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而且我还听说在梧桐关内还有店主的雕像呢。前辈仙子，要不我们继续向前走吧。凭借黑金天鸾令，可以在圣地外围找到一片不错的地方安顿下来。那如果是这个呢？仙子，我不知道您的令牌是从哪里来的，但千万不要在这里拿出来，否则会引来祸端的。我这是真的。算了，先跟着他一起走吧，顺便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很快，他们就来到梧桐关外，看见了真正的云霄圣地。这里真是圣殿，这是地势盘，如果附近有什么人杰地灵之事，它都能检测出来。而前方这片地域简直就是我从未见过如此程度的造化之地，圣地之名当之无愧。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这片地方真是种植启蒙树的绝佳之地啊！可以，等会儿回去啊，就先给这里种上一棵吧。前辈，您不是说还要再准备一段时间吗？是啊，我这不是都准备了好几天了吗？这就是前辈的时间观念吗？他以为要准备上千年呢。行了，不要太着急，用不了多久啊，就会全部种下的。我可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谨遵前辈吩咐。这个门楼真是太丑了。梧桐关外，大伯，我们要进去吗？可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耳光声：臭娘们儿，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天鸾殿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们玉兰宗帮助平定乱世。他们亲口说，这枚令牌可以让我们玉兰宗在圣地外围换取一个栖身之地。他娘的，你也不看看你带了多少人，当这里是难民营地吗？我只给你50个名额，剩下的人你自己看着办吧。喂，这个东西换一片地好不好使？你这胆大妄为的家伙，竟然敢伪造七彩天鸾令！快来人，抓住这群伪造天鸾令的贼子！可还没等他们靠近叶小小，就被一群穿着奇怪的人3两下就打飞出去。仙子，你没事的，你看着就行。你竟然还敢动手！我不动手，等着你揍我。有种你就在这里等着，梧桐关主出来，绝对饶不了你们。不用了，让我亲自来请他吧，看看这个倒霉蛋是谁。难道他不知道那位最不喜欢的就是混乱的秩序了？不得不说，是真的丑。他一拳轰下，庞大的力量瞬间撕裂关口上的所有法阵。谁敢在梧桐关撒野？我们是天仙会。小小堂妹，既然叶小小在这里，那么大伯他也罢，顺着指引看了过去。大家主，我继续狂，你刚才不是很勇的吗？白兰芝更是站立不稳，梧桐关主竟然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跪在地上。这群人到底是谁？那个男人到底是何等存在？小小，你别闹！你惨喽，大伯最看不惯这种事情了。说完，他跳回白兰芝的身边，抓着一把晒干的苍山蚕豆，笑嘻嘻地看着热闹。梧桐关关主，他所做的烟赞事儿，你这个做关主的知道吗？我大伯，小侄知道。难道说与自己同行的人就是传说中的叶圣？既然你叫一声大伯，那我就替你父亲管教管教你。我一直都在强调规矩2字，
而你呢，让这种小鬼在这里胡作非为，云霄圣地，这像是圣地的做法吗？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做这个梧桐关主了，回云霄城去，什么时候讲清楚了，什么时候再出来。哎，大伯，堂哥卸任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新的关主啊，来主持梧桐关的事情呢？你有人选？我觉得他就不错，有管理宗门的经验，而且人也比较谨慎。最关键的是啊，我觉得他挺好的，挺适合的。啊，堂妹，你别胡闹，一个刚来的外人，实力只有元婴期，怎么能当梧桐关主呢？怎么不能？只要小小喜欢，他就能做这个关主，知道吗？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这里面的关系，再考虑走出云霄城吧。就按照你说的来吧，我们在梧桐关休整一下，你让白兰芝尽快熟悉这里的事情。说完，叶随风便向着关内走去。他真的只是想在圣地外找到一个不错的居身之地而已。可谁能想到事情曲折之下，自己竟然就当上了梧桐关的关主。你没问题吧？先祖，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行，那刚好，从今往后你也是我们天仙会的人了。院长，小姨啊，有什么事吗？正是叶谦。没什么，我只是来看看你。今年的神圣之子找到了吗？已经找到了，因为神圣之子比较特殊，我们全城都在盯着这件事，所以当他们融合神圣之时，觉醒道法神通之后，就隐回了书院了。身份和底细查清楚了吗？有2个人是云霄城本地的，一个是这几年从外面搬迁过来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好。叶谦哥，你最近有些劳累过度了啊，没办法，圣地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我总有一种感觉，家主快要回来了，我不能让他觉得家里乱糟糟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家主要是看到书院如今的盛景，一定会很赞赏你的。突然，叶谦眉心处浮现出2个大字，散发出强烈的金光。山河。小姨脸上带着笑容，却随着金光逐渐消散。你恋爱了？真没想到你竟然也有春心萌动的时候呢。小小，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嘿，你真狠呐，竟然把文字刻进自己身体里面。6年过去了，你还是喜欢胡闹？哪有？哎，跟我说说呗，那个女的是谁呀？你看上人家什么了？别乱讲，她现在是书院的老师，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切，你刚才的表现明明就是喜欢上她了，这很正常，你紧张啥呢？我哪有紧张？而且那是你故意搞出来的幻境。还说没有紧张，连幻境和梦境都分不清了。我只是让你睡了一觉罢了，那些场景都是你内心深处的情感构建出来的，就相当于你刚刚做了一场春梦。大伯呢？他也回来了吧？当然了，他现在正在书房呢，把我爹、你爹还有3伯4伯全都叫过去了，估计正在骂人呢。骂人？差不多吧。我们回来的路上看见云霄城现在有些地方乱七八糟的，他老人家很生气，后果呢很严重。他一直专心于天下书院，家族这边的事情没有参与太多，也不知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放心啦，没你的事儿。这么一路看下来，可能唯一让他满意的就是叶皇姐姐的天鸾殿了，还有你的天下书院。他亲口说你这个院长当得很不错。哎，没想到啊，你竟然真的变成院长了。我也没想到你现在竟然变得这么厉害。你是什么时候让我进入的梦境啊？你准备准备吧，大伯可能很快就有事情要交代了，这次是拯救世界的大事。对了，你也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事情办了吧，可别忘了生个娃娃有5000贡献点呢。你要是不好意思啊，那我去找他，就说你做了个春梦，然后女主角是他。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宛若镜面一般的湖边，狼女站在岸边，感受着清风拂面的惬意。镜湖，不能石碑。旁边的柳树竟然口吐人言，不要乱动，这片花园成精了。什么意思啊？这里的所有花草树木全部诞生了灵智，并且修为不凡，
有几个家伙甚至连我都感到有些心悸。自从踏入云霄圣地的势力范围，所见到的一切都在不断刷新着他们的认知。随便一棵树上的果子都是灵果，路边随便的一朵花都蕴藏着不俗的灵力，甚至抓起地上的一把土放在外面都是不可多得的至宝。根据我的观察，所有变化的源头应该就是前面这座镜湖，这让他不禁想起了几年前那位前辈曾经提过的一句：我家里还有1万多座祈愿塔。难怪仙主还有那位前辈是如此的强大。老女感慨地说道。不，叶前辈的强大与这个地方无关，因为这里就是他一手缔造而成的，而仙主的强大则是与叶前辈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么说来，整个云霄圣地都是因为他一个人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强大到那种地步？我也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是如此。或许他就是上天专门派来拯救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在见识到云霄圣地之后，雨虹现在的心态真的是彻底祥和起来。只要叶随风还想拯救世界，那么就绝对不会有问题。若是他不想，那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得了他。雨虹大哥，快救我，我跟鱼干起来了。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原来在来到叶家之后，叶小小就让他们这群人先自由活动。富贵转着转着，忽然在一条小溪里看见了一群非常漂亮的鲤鱼，个个灵活好动，灵智十足啊！最关键的是，它们个头都很大，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呀！拿出了圣兽的气势，开始追逐那群鲤鱼。追呀追，一路就追到了镜湖这里。正当他准备施展神通抓住他们的时候，一只超大号的红色鲤鱼从湖里钻了出来，上来就抡了他一尾巴。可谁想到，这条本应该普通的鲤鱼竟然也修炼到了10品妖兽，也就是圣兽级别的。哟，大哥，你要替我报仇啊！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等下我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好吃东西。前几天我不小心打死了一个修士，还以为高岭南方的人，也不过如此。可现在看来，我们的确是差了不少。这样也好，越是强大的对手，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跟着仙主绝对不会错的。你现在是自愿加入天仙会咯？人嘛，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骄傲。等见到真正的强者之后，他会明白自己的骄傲有多么的可笑。5年前，我一根手指就能轻易杀死100个仙主，而现在我拼尽全力，也不见得能伤到他分毫啊！若是还守着自己那点可怜的骄傲，就太可笑了。能被他带上，一定是我此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了。是啊，我也非常庆幸能在那一天遇到他。只有富贵刚刚擦干眼泪，正在脑子里面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干掉那条讨厌的鲤鱼。家主书房中坐满了人，叶随风坐在主位，左右依次是叶随云、叶随雨、叶随虎、叶随豹，大体上做得还不错，只不过有些小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此时叶爸已经回来，他也知道儿子的事情，面对叶随风的目光，额头顿时冒出冷汗。家族发展这么快，有小问题是正常的，只不过要主动去寻找发现问题，别一天天的高高在上，底下什么事情都不看。既然你们已经把云霄城打造成了圣地，那圣地就要有圣地的样子，有圣地的气度。上千万的修士跟难民一样聚集在外面，都快变成小国家了，乱得不像样子。要么就开放边境，要么就加强管理，赶紧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了。大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对策，只是在等待时机。现在叶皇侄女已经将9城联盟东半部全部统一了，而叶龙也拿下了西半部，也是时候扩张出去了。行了，家里的事情你们做的都不错，我也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接下来我会在全天下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动作，到时候扩张的速度会很快，你们要及时调动家里的人员补充上去。启蒙树和10万座起源塔已经准备好了，叶随风决定尽快把它们全部种出去，净化这片糟糕的土地，顺便可以看看那些所谓的天花板之上到底有什么能耐，有没有人参与了时间长河那件事情。很快，书房中又只剩下叶随风一人。出来吧，偷看了这么长时间，也怪累的。
大伯，我以为你会把他们臭骂一顿呢。又不是小孩子了，骂什么骂？见过你母亲了吗？见过了，我偷偷回去，从后面抱住她，把她吓了一大跳。只不过，我总感觉父亲和母亲对我没有以前那么亲了。那是因为你长大了，他们不想用亲情来束缚你的翅膀。总之，无论怎么样，他们依旧都是最爱你的人。其实，尽管她表面上看起来依旧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少女，但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不成长是不可能的。许多事情她心里都懂。让雨虹他们过来吧，我们要准备种树了。还有叶谦，叫他也一起过来。接下来我们需要不少人手。镜湖中心岛第一棵启蒙树就选在这里了。大伯，他们来了。侄儿拜见大伯。起来吧，数年不见，你也长这么大了。你的天下书院我了解过，很不错，有声有色的。这么多年的努力，他最想要的就是大伯的肯定，现在终于是如愿以偿了。都过来吧。叶随风摊开手掌，一颗翠绿色的小小幼苗逐渐开始放大，最终占据了手掌的全部。雨虹目光灼热，那是启蒙树的幼苗啊！前辈此时将它拿出，定是要开始种下了。大伯，这就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启蒙树吗？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他了。没错，它就是启蒙树。今天让你们过来啊，就是好好看一看启蒙树的种植过程，还有它所产生的影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们的任务可能都会是这个，所以都看仔细了。说完，启蒙树的幼苗缓缓向着水潭飞去，白嫩的根系缓缓蠕动。转眼间，无数细微的电弧将启蒙树下方全部贯通。叶随风在天道界的视野之下，能清晰地看到无数法则先是试探了片刻，随后欢呼雀跃，然后它的根系开始疯狂扩大，每一条都深深地扎进了土壤深处虚空之中。转眼间，一棵参天巨木在镜湖中央拔地而起。难怪天机老人会说，启蒙树既能拯救这个世界，也可以让整个世界进化到一个更高的层级。